别松手，我拉你上来。老大，你快松手，树枝承受不住2个人的重量的。给我闭嘴！老大，你说飞机为什么会出事故？他从小就是孤儿，莫名被拐到组织，成为了只能夜间生活的鬼影。为了更好的活着，他手里沾满了仇人的鲜血，本以为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就能脱离组织，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小丽，你好好活着，若有下辈子，祝我们都能成为寻常人家的孩子。不，老大，不要啊！老大！小姐，你醒醒啊！大夫，求求您救救二小姐！哎，老夫已经尽力了，还是早日让你家二小姐入土为安吧。耳边又传来了哭丧一般的悲痛嚎叫，唐希洛脑海里涌出了一帧帧一幕幕的画面。这里是哪里？为什么他们都穿着古装？根据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他穿到了一个傻逼且无脑还喜欢作死的将军府二小姐的身上。想到这个蠢女人的死法居然是被一个庶女推到池塘里给淹死的，人家只不过是稍微使了点心机就把她给淹死了。我起来。小姐，你诈尸吗？小姐，你死得好惨呐！既然你诈尸了，那就去找三小姐报仇吧，就是她对的你。放开，我没死啊！小姐，你真的还活着？来人，将这个贱婢拉下去，耽误二小姐下葬，该当何罪？我看谁敢！不是说亲眼看见她死了吗？这怎么可能呢？他亲眼看着这个贱人在水里断气的。洛洛，你还活着，实在是太好了，你吓死我们了。你要是在府里出了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呀？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姐姐呀？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点将这个陷害二小姐的贱婢给抓住！今天谁敢碰小丽一根头发，我之后必定追究到底。你要为了这个贱婢跟我作对，是她差点害死了你呀！二姐姐，是她起了歹心，把你推下池子的，你怎么还为她说话？是吗？你当我眼瞎？二姐姐，你在说什么呢？洛洛，你肯定是落水，记忆出现了混乱，有些事儿是不能乱说的，要有证据。你也折腾累了，我就不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吧。小姐，你别气坏了身子，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报仇。以后有机会报仇的，只不过他更喜欢有仇当天报。此时屋外树上一抹人影闪过。主子，将军府二小姐没死。退下吧。夜晚，唐希洛趁着小黎睡着，他直接从后窗悄无声息地翻了出去。几十分钟之后，又熟练地翻了回来，翻身上床睡觉。清晨，唐希洛还没有睡醒，耳边就开始传来人仰马翻的动静。小黎，外面发生了什么？小姐，我听说三小姐昨天晚上头发被剃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居然还剃出一个剑字。小黎，快点，我们去看戏。娘亲，我的头发，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到底是谁居然敢夜闯将军府，实在太不把我们将军府放在眼里了。林母亲，三妹妹，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大清早，院子里就如此大动干戈的。洛洛，你的礼仪都学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你见到当家主母该有的态度。礼仪？我堂堂将军府嫡出二小姐，而你不过是姨娘生的继夫人，你有什么资格承我的行礼啊？你呀，三妹妹，你的头发哪儿去了？怎么还有个字呢？是什么字啊？滚！你们都给我滚！三妹妹，你确定要顶着一个剑字出门？要我看，干脆全剃了算了。是你对不对？一定是你做的，你在报复我，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觉得是我就是我喽，不过凡事得讲究证据，谁看见是我做的了？更何况我报复三妹妹做什么呢？是三妹妹先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我们都是将军府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说月儿丢了名声，你以为你们姐妹俩就能独善其身？反正我有先皇钦定的姻缘。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给我滚出去！
唐希月也是一脸的恨意，本就是想除掉她，然后顶替她嫁给王爷，谁知道她居然命大没死。想到这里，她更加恨了。啊，父亲这2天就要回来了，要是府里少了几条人命……父亲就要回来了，我这个样子该如何见他呀？月儿，你放心，母亲自有办法。小姐，我们还是回去吧。他俩出府，连铜板都没有带一个。怕什么？有我在，还能卖了你不成？小姐，我们要去哪儿啊？突然他眼眸一亮，看见2、3个人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就感觉财神找上门了。小黎，走，带你赚银子去。啊，我们空手出来怎么赚银子啊？说不定还有黄金呢。小黎已经完全听不懂自家小姐在说什么了，不过小姐这么说肯定是有她的道理。抓贼了！有贼啊！别跑！拦住他们！他们是贼！主子，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旁边的雷二看不下去了，这个憨货空有一身蛮力，全是用脑子换的。摸摸你的腰侧，是不是少了点什么？雷三经过提醒，伸手摸了摸腰侧。我钱袋子被偷了！主子降罪，是属下失职。你刚刚在看什么？我先去追回钱袋子。于是3人使用轻功，跟着贼逃跑的方向向远处林子飞去。2名贼以为躲过了一劫，纷纷拿出自己偷到的钱袋子，准备分赃了。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盗窃！你们以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逃跑能成功？大哥，他们俩是娘们儿，咱们怕什么？这个娘们儿看着不像好人呢。唐希洛余光看见小黎快要吓晕过去了，也不再多说，直接快速动手。他身形如电一般闪到了2名贼的跟前，抡起右臂大力出拳，又快又狠。不想死就滚！哎，钱袋留下。2名贼哪里还敢继续纠缠呢？连忙丢下几个钱袋子，就屁滚尿流的跑了。小姐，愣着做什么？捡银子呀！唐希洛捡起那袋看起来最多最富的，捏在掌心向上抛了抛。回府。 2人刚转身，就被眼前的3个男人吓了一跳。多谢这位小姐，帮我们追回钱袋。什么小姐？什么钱袋子？我没看见啊！小姐，你手里的钱袋子是我们的。哦，你说是就是，怎么证明？你喊他一声，看他硬不硬？我们钱袋子都有特别标记的。这钱袋子现在在我手上，是我抢来的，现在就是我的。我们刚刚被偷的钱袋子。你的钱袋子被偷了，你去找小偷啊！他们偷你的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还你。要么你们去把小偷抓回来，再从我手里把东西抢回去，然后再还给你们。都经过2次手了，怎么能还是你的呢？雷三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好像也是哈。战景晨全程不发言，就听着这姑娘一本正经的忽悠。这时候小黎才缓过神来，再愣下去，他跟小姐都要被砍头了。拜见王爷。唐希洛转眸一看，眼前的这张脸跟脑子里的那张脸完全重合，他的便宜未婚夫。2位姑娘见义勇为，我们替施主多谢2位姑娘。是，我跟小姐平时就喜欢助人为乐。唐希洛咬牙切齿，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袋子递了出去。唐希洛暗恨呐，等他以后炼药，一定要毒哑他的嘴。那民女就告退了。你确定他昨天死了又活了？主子，千真万确，我亲眼看着他被推进池塘，被丫鬟们费力捞上来之后，已经过了很久。战景晨沉默了一会儿，本以为他死了，自己也就少了一个麻烦，没想到他没死，还性情大变。回府。小姐，吓死我了！今天出师不利，是我大意了，下次一定成功。什么？还有下次？小姐，你饶了我吧，我没被打死，就先被吓死了。还好王爷没认出我们，否则我们不死则残啊！小姐，您是想清楚了，不喜欢王爷了吗？喜欢他？我是眼瞎吗？喜欢一个短命鬼？刚刚无意间扫了一眼那个男人的脸，就知道他中毒了，还毒得不轻。小姐，这可不能说，这是砍头的大罪啊！
战景晨脸色一下就沉了下去，他怎么知道自己短命？自己中毒这件事，除了身边的亲信跟好兄弟神医知道，就没有人知道了。老奴见过二小姐。什么事啊？说。将军回府，夫人让各房小姐去祠堂吃斋祈福3个月。3个月？这三小姐没了头发不能见将军，所以林夫人就让所有的小姐都见不到将军。这3个月不见，谁知道林夫人会在将军面前如何诋毁自家小姐呀？什么？吃斋？3个月没肉吃啊？小黎本以为小姐是猜到了林夫人的计谋而惊呼，谁知道在意的竟是吃的。小姐，关注点错了呀。是的，这是为将军祈福。二小姐，您不会是不想将军平安？什么时候去？即刻就去。三小姐跟其他小姐都已经去了。什么？吃斋？3个月没肉吃啊？什么时候去？即刻就去。三小姐跟其他小姐都已经去了。知道了，你退下吧。二小姐，让老奴来为您拿需要的物品吧，毕竟3个月不能出来，要带的还挺多。知道了，我让小黎收拾一下，你出去等着。哎呀，小姐，这可怎么办？他们就是想拖着不让你见将军，而且3个月的时间，三小姐头发也不可能长那么快呀。小黎，先别管那些了，你去给我多准备一些熟肉。小姐，祠堂祈福不能吃荤。嘘，让你去你就去，我祈福不能出来，不代表你不能出来。这3个月，我的伙食全靠你了。知道了，小姐。很快，唐希洛就来到了后院的祠堂。二小姐，您最后一个来，祠堂只剩最后一个偏房了，就委屈您先住3个月了。二姐姐，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呢？这偏房可破了呢。对了，三妹妹，你头顶上的那个字，你给我闭嘴！不许再说一个字！母亲下令，府内不许提起半个字。你想抗命吗？他说话算个屁，还下令呢，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粗鄙不堪的话？你堂堂将军府的二小姐，话都说不利索，还想拿着鸡毛当令箭？唐希月说不过他，气得伸手就要去打他。半空中，他的手被唐希洛一只手就给捏住了。放开我！三妹妹不必自卑，你也不是一根毛发都没有的，你这不是还有眉毛吗？用不着羡慕我的。小姐，收拾妥当了，你要去先休息一会儿吗？休息什么休息？要为爹爹祈福了。你装什么装？那么装，爹爹也看不到。夫君，你终于回来了，妾身可担心死了。哎呦，花儿，我回来了。林氏哭声一顿，身子一僵。将军，妾身是花婉。好了，都别在门口站着了，都回府去。将军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还当众叫错了自己的名字。唐熙静心里只有原配妻子，其余的通通记不住，只不过脑子里有那么几个混乱的名字罢了。这孩子们呢，怎么不见出来呀？将军别气，孩子们孝顺，知道您要回府，都去祠堂为您祈福求平安3个月。您去边疆这些年，月儿那孩子没少去祠堂为您求平安呢。唐熙静紧锁的眉头这才松开了。不过月儿是谁啊？是第几个女儿？也不知道他去边疆这些年，他跟夫人的女儿柔儿跟洛儿怎么样了？都是好孩子呀。我带了礼物，待会儿让人给他们送过去。将军有心了，那孩子们非得高兴坏了不可。我去书房，还有一些事要处理，你们都散了吧。唐熙静走进书房，入眼看见的就是妻子美貌如仙子般的画像。云儿，我回来了。这些年你在下面过得还好吗？你再等等我。将军一回来就想着去书房，恐怕处理军务世家，看那个贱人的画像才是真办。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竟然还在将军的心里迟迟不散，这么多年还是比不过一个死人。唐希洛这个贱人，他可是先帝钦定的摄政王妃，我月儿如何跟他比？夫人您糊涂啊！自从王爷回京，这二小姐做了多少蠢事？
您觉得王爷还会娶她进王府？上次本想淹死那个小贱人，再让自己的月儿顶替他加入王府，谁知道他竟然命大没死。不好了，夫人，不好了，将军他往祠堂去了。这，小姐，不好了！本小姐好得很，闭上你的乌鸦嘴，否则别怪本小姐把你卖到春烟楼去。小姐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不过将军往我们这边过来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他绝对不能让爹爹看到自己的头顶。娘亲知道了吗？通知娘亲了吗？小兰去禀报夫人去了，但将军已经快走到门外了，夫人恐怕来不及。闭上你的狗嘴！唐希洛双手抱臂，靠着门框，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戏剧。林氏想不到吧，他们不去见老爹，老爹也会来看他们的。哎呀，撒谎可不好，谁家乖巧懂事的孩子还撒谎啊？二姐姐，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这些年你是什么德行，京城都传遍了。你难道想让爹爹再知道点什么吗？这包不住火，他知道就知道呗。我敢做敢当，不像有些人只会撒谎。你要是敢说半个字，我以后定不会让你好过。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反正眼下你肯定不会好过了。见过将军。将军，小姐们此刻在抄经书。说完，继续抬步向里走去。将军等等妾身。你如此急急忙忙做什么？夫君这是要去看孩子们，孩子们这会儿应该都在抄写经文呢，现在去恐怕会扰乱他们的思绪。不碍事，本将军既然已经平安回府了，就不用孩子们再受那个累了。为将军祈福是孩子们的一片孝心，跟将军这守边疆的苦比起来，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哼，既然这点苦算不了什么，你怎么不来？哎呦！林氏身边的老嬷嬷非常上道，连忙配合。哎呦，夫人您怎么了？快去叫大夫啊！我这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哎呦，快去叫大夫啊！我这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哎呦。将军，夫人这些年操劳府内大大小小的事务，这才落下了头痛的病啊。唐熙静想到自己这一走就是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操劳府内繁琐之事，确实是不容易。女儿们晚点再看也不迟，先去给林氏治病。看着便宜老爹扶着林氏离开，唐希洛一脸无语，刚还夸他来着，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老绿茶给拿捏了。二姐姐，是不是让你失望了？爹爹实在太担心母亲了，所以就没来了呢。这有什么好失望的？万一爹爹什么时候又过来了呢？哼！夜里，唐希洛偷摸起来吃肉，小黎跟做贼似的，东看看西看看，生怕被人发现。小黎，小姐，我在呢，坐下来吃点吧。小姐，万万不可，这不符合规矩。那你家小姐我现在哪样是符合规矩的？快坐下来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看戏啊。看戏？伯利今日也没请戏班子呀。唐希洛瞥了一眼窗外对房住着的唐希月的方向。对面不是住着一位老戏骨吗？小姐，您又做了什么？可千万别暴露出来啊！主仆两人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屋外传来一声呼救：“救命啊！不好了，四小姐吐血了！”林氏的院子里，什么？这个贱丫头什么时候不出事，偏偏这个时候出事，可真会挑日子。夫人，将军已经带着大夫跟侍卫往祠堂去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女儿拜见爹爹。哎呦，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吧，受惊了吧？别怕，别怕啊，爹爹来了。这才看向四女儿唐希曼。大夫，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啊！老夫行医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情况啊！来人，再去寻几名大夫过来。将军恕罪，未能瞧出这是何病。岂有此理！竟然有人敢在本将军府内下毒，实在是嚣张至极。大夫，我只是有些提不起精神，身体哪儿也不痛。爹爹，既然大夫已经来了，何不让大夫一起给三妹妹把个脉？将军，月儿肯定睡着了，就让她继续睡吧。林母亲，既然爹爹已经来了，那身为女儿的不是应该起来拜见爹爹吗？难道她觉得睡觉比见爹爹都要重要？你看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你三妹妹还小，正在长身体，明天起来再去拜见将军也不迟啊。三妹妹明天早上再去拜见爹爹也是一样的。那就明天早上你们几个姐妹一起过来。看来今晚就得想办法寻来假发，只是如此珍贵的东
东西，他上哪儿去找啊？爹爹，我们在祠堂的吃穿用度都是林母亲一手操办的，怎么会有人下毒呢？将军，这盘糕点确实有问题。这不是今日林母亲让张嬷嬷送来的糕点吗？林氏如何解释？将军，我不知此事啊，我的亲生孩子也在内，我怎么可能往里下毒呢？哦，所以三妹妹不在这里，林母亲就会下毒了。所以三妹妹不在这里，林母亲就会下毒了。糕点确实是我儿送的，但是祠堂内这么多人，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有心害人？张嬷嬷刚端进来，我家小姐就拿了一块吃，我们家小姐还吃了2块，要不是怕另外几位小姐不够分，定会再多吃上几块。只有三小姐没有尝糕点。这下林氏彻底绝望了，他该如何自证啊？林氏还有什么好说的？张嬷嬷看到这里，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夫人现在只能吃下这个闷亏了。是我做的，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不惯你们高高在上的姿态。来人，将他拖下去，乱棍打死！将军饶命啊！张嬷嬷这些年为了府里尽心尽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院子里很快传来打板子的声音，跟张嬷嬷痛苦的叫喊声。从今日起，再敢有人在本将眼皮子底下犯事，他就是下场。唐希洛身后的小黎吓得额头直冒冷汗。小姐说看戏，原来是这种戏。你们也都回屋吧，明日回各自的院子去，不必再继续祈福了。多谢爹爹。唐希柔突然发现自己不认识眼前这个妹妹了，简直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大姐姐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二妹妹真是好手段，轻轻松松除掉林氏心腹不说，还逼得林氏一次又一次陷入绝境。姐姐说什么呢？妹妹怎么听不懂呢？我劝你还是少在父亲面前耍手段。小姐，您这又是要做什么去啊？今晚林氏肯定急得睡不着，身为女儿，我当然得帮帮她。不就是一顶假发吗？给她就是。小姐，您能不能别吓我了？放心，绝对不会有事。第二天清晨，女儿见过爹爹，见过林母亲。快入座，昨夜睡得可好啊？谢谢爹爹关心，很好。想到今天又能看戏，差点高兴的没睡着。咦，三妹妹还没来吗？林氏心里冷笑，还想挑事儿。老天有眼，他昨夜还真找到了假发。女儿拜见爹爹，拜见母亲。入座吧。爹爹恕罪，昨夜睡得太沉，发生那么大的事情，竟也没被惊醒。昨日之事不必再提了。唐熙静拿出礼盒，首先叫到了大女儿柔儿，这是爹爹给你准备的。然后就是唐希洛。洛洛，这是爹爹特地给你买的，小姑娘啊，肯定喜欢。谢谢爹爹。唐希月紧张地等着爹爹叫自己，可没想到轮到自己的时候，爹爹竟叫下人们拿过来递给自己。姐妹几人打开礼盒，唐希月入眼看见的是妆粉。正当她高兴抬头想要感谢爹爹时，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唐希柔跟唐希洛这两个贱人居然是两个手镯，看成色定是价格不菲。哎呦，真好看呢！谢谢爹爹。你们姐妹喜欢就好。三妹妹，你的礼物是什么？哎，你快看，我的镯子好看吗？你给我滚！哎呀，三妹妹，你怎么了？你放肆！将军息怒，女儿年纪小不懂事儿。爹爹，我没事，您别生气，我不怪三妹妹，三妹妹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对，我不是故意的。说完就要姐妹情深的去挽住唐希洛的手，唐希洛正好借此机会用手指不小心勾住了她的头发。唐希月只觉得头顶突然一凉，一瞬间长发落地。这是怎么回事？林氏，你好大的胆子！将军，我的鱼儿好生命苦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您要为我做主啊！女儿只不过是睡了一觉，清晨起来头发就被剃了。将军，不知道谁人跟我们有仇，竟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爹爹，这些年林母亲一人承担府里上上下下的事务，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如就让林母亲好好歇歇吧。家里不是还有2位姨娘吗？让他们帮林母亲分担一些吧。将军，这哪行啊？2位妹妹毕竟是姨娘出身，这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了？哦，林母亲这是瞧不起姨娘，别忘了您也是姨娘上来的。我行了，这事儿我自有考量。爹爹，
我呢？你这些日子就别出门了，好好在府里待着，别让人知道你这件事情。爹爹，这恐怕不妥。住口！长辈说话哪有小辈插嘴的份儿？三妹妹不也是小辈吗？况且我也是想为爹爹分忧啊。看着跟原配妻子相似的脸，唐熙静怎么看怎么心疼，她就见不得这张脸委屈的模样。无碍，你说吧。平时贵族女们也会相互登门拜访，临时品茶。万一哪天不小心看见了三妹妹，要不还是将三妹妹送到离京不远的庄子上去吧。一来三妹妹可以静心养发，二来我们也不用担心哪天被发现了。你怎么忍心说出让你三妹妹离京的话？林母亲，我也跟你一样舍不得三妹妹。爹爹，大姐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过不了多久我也该谈婚论嫁了，更何况府里还有四妹妹跟五妹妹。爹爹，您别送我走，我舍不得您跟母亲，我平时可以戴假发。对呀，将军你看这假发多逼真，女儿体弱多病，又是娇养长大，她吃不了那苦啊。唐熙静看着母女俩举起来的假发，总感觉有些熟悉，仿佛在哪里见过。将军不好了，小的一夜睡醒，您的汗血宝马马尾的毛被人给剃了。这样谁干的？爹爹，您别气坏了身子。突然唐熙静的视线落在了假发上面，小厮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这不是马尾的毛发。来人，送三小姐去京城外的山中修身养性，为唐熙家抄经礼佛，把另外2名姨娘叫过来分担家务，临时身体欠佳，回院子休息一阵日子，没我准许不准出院子。林母亲，地上凉，快起来。是你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你一手安排的，是不是？母亲，您在说什么胡话？女儿听不懂呢。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身为母亲居然还诬陷女儿，回你屋去好好反省。将军，我是冤枉的，我们都是被人陷害的，你要为妾身做主啊，将军。头发之人我一定会查出来，以我战马马尾之人，我也一定会找出来。爹爹，您可别气坏了身子。好孩子，这些年委屈你们了，是爹爹不好啊。爹爹的战马尾是昨日被剃，但是林母亲跟三妹妹昨晚都在睡觉，那他们是怎么拿到假发的？将林氏跟三小姐院子里的丫鬟下人都挨个查，一个都不能放过。柔儿啊，你先回屋去吧，我跟你二妹妹说点事情。好的，爹爹，女儿告退。爹爹是要告诉女儿什么？你可知京城内如何评价你的？知道。我这2天出门，耳边传来的全是你不好的事情。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呗，嘴巴长在他们脸上，还能给堵上不成？更何况我敢做敢当，我只是嚣张了一点，又没有谋财害命违反法律，皇朝制度哪条规定不能嚣张了？虽然没违法，谁家女子不是温柔贤淑、知书达理？你看看你。是啊，人家女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您的女儿要啥不会。爹，他们会的那些很多人都会，权达显贵人家的女儿们不在少数，会的不就那几样？这会的人数多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就不一样了。说说看，你怎么就不一样了？我会的可没几个人会，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王爷面前胡闹啊！爹爹，这桩婚事可以退了吗？女儿实在是吃不了嫁人的苦呀。嫁人有什么苦的？那可是王爷，能苦了你？爹爹，女儿这个月将王爷得罪得很了，他正在气头上，这会儿嫁过去可不就是吃苦吗？女儿瞧着王爷也不是很满意这门亲事，要不就退了吧。这可是先皇亲自定下的。不出片刻，唐熙静就吩咐下人准备礼品，她要带着女儿去登门谢罪。这次去谢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探一探王爷对这门婚事的口风。王府内，主子，唐七将军带着二小姐来王府请罪了。请罪？怕是还有其他目的吧？二小姐还说，雷伊想了想自己在瓦片之上偷听到的。二小姐她说她吃不了嫁人的苦。
吃不了嫁人的苦。他1个月前可不是这样的，1个月前他还想尽办法往自己跟前凑，甚至还不知廉耻地给自己下药。结果几天前，这个胆大的女人却骂自己是短命鬼，现在又说吃不了嫁人的苦，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臣参见王爷。臣女参见王爷。哼，好演技啊，在外面可不是这副模样的。将军不必多礼，就跟在边疆一样，随和点就好。王爷呀，臣今日是带着这逆女来请罪的。这1个月来发生的事情，臣也都听说了。王爷，是臣女冒犯了您，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王爷，小女年幼无知，若无意冒犯了您，臣回去定会狠狠地罚她。唐熙将军说笑了，快别站着，都坐。若要论起来，将军你以后会是本王的岳父，一家人说什么罚不罚的？唐熙竟傻眼了，王爷不会同意了这门亲事吧？唐熙洛也傻眼了，这个短命鬼还真想娶自己不成？王爷，臣今日前来也是想询问一下小女的这门亲事。王爷你至尊之躯，这小女恐怕……话未说完，就被战景臣给打断。岳父大人何必担忧？唐熙二小姐可是父皇亲自选定的儿媳妇，您还有何好怕的？这岳父大人都叫上了，王爷您折煞老臣了。哎呀，这个老狐狸，便宜爹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不可能没有听出来，他就是在装糊涂。战景臣瞥了一眼气得不行的唐熙洛，既然岳父大人都已经亲自上门来说这件事了，那不妨就把婚期定在下个月，正好边疆稳定，本王也能空闲下来管管府内之事了。下个月，王爷，这是否太仓促了些呀？不妨事，母亲当年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本王娶妻该用到的东西，喜服也早就准备好了。至于聘礼，本王明日便派人送上将军府。唐熙静见他把所有的话都给堵死了，完全没有办法拒绝了，只能愧疚又无奈地看向女儿。战景臣看他们父女互动，勾了勾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何况这还是先帝亲自定下的婚事，难不成唐熙二小姐想要抗旨不成？王爷，能叫王爷是臣女三生有幸，可臣女在京城的名声，若加入王府，恐怕会给皇族丢脸啊。不爱唐熙二小姐嫁入王府，那便是皇室中的人，整个王朝谁还敢议论皇族？最后唐熙洛被气得七窍生烟，迷迷糊糊地跟着便宜爹走出了王府。女儿啊，这门婚事退不了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的女儿啊，你小点声啊，我们这还在王府门口呢。小姐，其实王府也挺好，你想这是何等的尊贵荣耀啊，别人想嫁还嫁不进去呢。王府现在也没有妾室跟伺候的婢女，小姐您去了就是唯一呀。原主作死了1个月，这个王爷不仅没有嫌弃厌恶，反而还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不是有阴谋，这是什么？更何况这个王爷高深莫测，就是自己也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第2天，王府就声势浩大的带着聘礼来到了将军府，街里小巷的人都围满了。此刻皇宫内，哎呦，三哥，你可算来了。臣参见皇上。三哥，就我俩兄弟，还行什么礼啊？先君臣，后兄弟，你如今贵为皇上，万不可掉以轻心，失了秩序规则。唉，朕知道了。三哥，你今日怎么有空来寻我？我下个月成亲。什么成亲？谁家姑娘？她愿意嫁给你？战景臣一个眼神过来，战景轩才老老实实安分下来。朕是皇上，三哥你给点面子。唐熙家二小姐唐熙洛，这姑娘朕在皇宫也有所耳闻，皇兄你确定要娶她？皇兄你别委屈自己，父皇当年只是口头上定的亲，其实并没有下旨。就她了。三哥，你别告诉我你喜欢她。我有我的理由。这姑娘身份是配得上你，但是母后那边你怎么说？所以需要你下旨。不是吧，你娶妻我背锅？用父皇的字迹下旨，父皇本就亲口说过，你现在写也不算作假，况且圣旨写了也是给我拿着，我不拿出来也没人敢质疑真假。哎，不行不行，皇宫圣旨都是有记录的，这要是少一张……你从小就鬼灵精怪，歪点子又多，我相信你能办到的。哎呦，三哥，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呀？最后迫于皇兄的威压，他还是苦兮兮地写了圣旨。
本以为三哥是来帮他分担政务的，谁知道竟是来给他添乱的。转眼1个月过去了，唐希洛这个月是吃了睡，睡了吃，摆烂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小姐，您该起了，今日可是您的大婚之日啊。知道了。小黎无奈，根本叫不醒啊。小姐，等唐希柔进来的时候，就见她四仰八叉的潇洒睡姿。唐希洛，起来，赶紧起来！小黎，给她梳妆。直到坐在梳妆台前，唐希洛都还是一副神游的状态。这是父亲让我给你的，母亲在你刚出生时就给你准备好的嫁妆。谢谢爹娘，谢谢大姐姐。王府不比将军府，你去了之后千万小心，不可再像在家里一样懒散胡闹。多谢大姐姐提醒，以前是妹妹不好，不求大姐姐能原谅，只希望大姐姐以后能够过得称心如意。我会的。很快，宫内的各个管事嬷嬷都来了，特殊的日子，林氏也被放了出来。看着风光无限的唐希洛，再想到还在京城外庄子里吃苦的女儿，他就恨得咬牙切齿。虽然婚事定下的仓促，但依旧是按照王妃的规格置办的，前前后后的人把将军府围得水泄不通。将军，王妃，王府接亲的花轿到了。时辰已到，起轿。照顾好二妹妹，切不可让她像在将军府内这样胡闹。大小姐放心，奴婢会照顾好二小姐的。太后跟皇上也来了王府。唐希洛下轿的时候，王府被围得水泄不通，简直热闹的不行。但是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从早上忙活到现在，有谁还能记住他还没有干饭呢？拜完堂之后，唐希洛就被带到了正妃的院子里。等人都离开之后，唐希洛一把挥开了头上的盖头。哎呀，小黎有没有吃的？我快饿死了！视线一片光明之后，他被吓了一跳。门边上，战景晨身材挺拔地站着。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哪里去不得？哦，谁给你的胆子？什么谁给我的胆子？我做什么了？按照习俗，盖头应该由本王掀开，难道嬷嬷没有教你？唐希洛无力叹了口气，敷衍地重新把盖头盖上。哎，行吧行吧。来人，去叫厨房准备些吃食过来。王爷，您不是要掀盖头吗？本王现在没心情。那就由本小姐替你掀开吧。说着就一把扔掉了盖头，然后坐在桌子前等着开饭。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要杀早杀了，还等到现在？哼，你少在本王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所以你娶我，就是认为我有其他阴谋，放在别处你不放心，所以得放在王府。男人意外地挑了挑眉，他居然都知道。哼，你如此反常，我还猜不出来，那就是真的蠢得无可救药了。只不过自己做了什么，才让他如此误会？你是如何得知我中毒的消息？谁知道你那天在树林，你认出我了？难怪他明明厌恶自己，还非得娶自己进府。那你早点直接问我不就行了？看你面相就知道你中毒了，虽然暂时没有危险，但发作起来足以致命。战景晨手指都在微微的颤抖，仿佛看到了希望。这种毒是在战场上大意，被敌人下的，是敌国特殊的稀有毒物，就是被众人夸成神医的好兄弟也治不了这个毒。你知道这毒？不知道，我只会看面相。既然你已进了王府，那就安安分分在王府待着。只要你没有其他目的，本王也不会为难你。主子，晚膳到了。本王中毒之事不宜外传。哎，快点让他们端晚膳进来啊！吃吧，府内都是自己人，不必拘束。他话音刚落，唐希洛就开始大口的炫饭。战景晨再次叹了口气，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吃饱喝足的唐希洛突然想起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中毒了，说不定哪天就没了。他记得古代好像有陪葬一说。你何事？但说无妨。你死后不会让我陪葬吧？怎么？你身为本王的王妃，又没有子嗣需要抚养，难道不应该给本王陪葬？大婚之夜，他居然盼着自己去死，这是正常妻子该说出口的话吗？自己还没被毒给毒死，就得先被他给气死。你出去，我要休息了。你是本王的王妃，大婚之夜还要赶自己出去，他难道就不怕第二天就传出失宠的消息吗？本王走，
你到时候别后悔。说完就大步地离开了屋内，甚至还把门关得震天响。主子，去哪儿？去书房。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小姐，您大婚之夜就惹到了王爷，以后的日子要如何过呀？明日外面就会传出您不得宠的消息，现在府上没有妾室跟其他侍奉的丫鬟，这可是您稳住地位的最佳时机啊！哎，稳住地位都是小事。书房内，战景晨气得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等着那个气人的女人自己过来主动认错。唐希洛躺在床榻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小姐睡不着吗？要奴婢陪您去院子里走走吗？去换身衣服，我们出府吃烤鸭。小姐三思呀，这可是王府，而且今日还是您跟王爷的大婚之夜。管他什么夜，先去吃了再说。书房内的战景晨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来认错，连一个传话的下人都没有过来。雷儿，你去看看王妃在做什么。这没心没肺的女人，该不会是睡着了吧？不出片刻，雷儿就脸色异常的回来了。她睡着了。雷儿摇了摇头，战景晨松了口气，还算他有点良心，肯定是着急的睡不着觉，想着该如何跟自己低头呢。她在做什么？这说出来，王爷不得气死呀！哎呦，王妃呀，你可害死属下了！你什么时候变得吞吞吐吐了？说。王爷，王妃她带着身边那个贴身丫鬟出府吃烤鸭去了。要你们有何用？谁让你们放她出去的？她出门为何没人来通报本王？王妃是偷偷出去的，没走正门。好，很好。她从何处出去的？不一会儿，战景晨就带着一众人来到了王妃住的琉璃阁后院。他看着墙下那个狗洞沉默了。唐希洛，你可真有出息。为何这里有狗洞也没人修？王爷，老奴有禀报过的，但是您说琉璃阁不会有人居住，不用管他的。把这狗洞封上，否则那没心没肺的3天2头就要往外跑。主子，王妃是翻墙出去的，小离才是钻狗洞出去的。方才怎么不说？主子，是属下失职，去把王妃带回来。此时，唐希洛一口烤鸭，一口猪蹄儿的吃着。小姐，您出来之前跟王爷用过晚膳的。刚那顿是晚膳，现在这顿是夜宵。小丽，你也别站着了，快坐下来吃啊！吃，你就知道吃。奴婢参见王爷。你们都退下！你好大的胆子，本王是太过纵容你了。今日是你与本王的大喜日子，你偷溜出来吃烤鸭，这合适吗？你一辈子就成亲这一次。成亲哪有干饭香？干饭，一起吃点。就在唐希洛以为他要爆发的时候，这酒楼的厨子做的比王府的好吃，既然喜欢，那就把厨子带回王府。就这，他的脾气呢？战景晨也是被气得没脾气了。他从小就不喜欢皇宫里的那些女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至于王府内没有一个女人。他甚至跟太后也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聊过什么。本以为他会一辈子孤独终老下去，却没想到阴差阳错娶了她。既然娶回府了，那必定得对她负责，更何况她还是头一个让自己感兴趣的小姑娘，就是有些气人。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姑娘相处，只是想着既然是夫妻，那就多包容一些，能恩爱白头那自然是好的，不能恩爱白头也可以相敬如宾的过一辈子。吃饱了吗？吃饱了就跟我回府。他什么情况呀？这脸色转变的也太快了点吧？莫非他刚刚被穿越了，被附体了？你没事吧？本王好得很。走吧，回府。离开之前，唐希洛抬头看了一眼角落的某处包厢，总感觉被毒蛇一样的视线给缠住了。主子，陈王他们离开了。我看他们还能得意几时？本王吩咐你办的事情如何了？回燕王，属下已经安排妥当。明明自己才是长子，凭什么坐上龙位的却是老五那个蠢货？都是将死之人了，居然还有心情娶妻？本王这个三弟真是淡定啊！王爷，属下猜测他们这是想拉拢唐熙家稳固地位。唐熙将军手握兵权，唐熙二小姐可是嫡次女。唐熙家不是还有一个嫡出大小姐吗？战宁烟看向自己已经被废掉的双腿，把她安排给我那好二弟吧。
让他们先斗一斗，本王倒要看看到底谁棋高一筹。是，属下这就去安排。小姐，您早点睡，明日一早还要跟王爷进宫去给太后请安呢。什么？大清早的就入宫？小姐，只要前几日去请安就行了，以后就不必日日都进宫请安啦。唉，前几日也是要我老命啊。第二天早晨，皇妃呢？回王爷的话，王妃还在睡。还在睡？是猪吗？叫她起来。小姐，您快起来啊！王爷来了。现在什么时辰了？5更了。才5更？他有病吧？小黎都快吓哭了，生怕被王爷听到小姐的骂声。小姐，您先起床吧，回来再睡也不迟啊。小黎乖，咱别搭理他，现在要去他自己去。唐希洛，起来！王爷恕罪，小姐还没有睡醒，喜欢说胡话，他不是有意要冒犯您。小黎，你站起来，我起床了。本王的时间有限，你快点。那你倒是出去啊！本王为什么要出去？这是本王的王府。王爷，这是要当流氓？你是本王王妃，何来流氓之说？唐希洛眼里喷火，昨天还想着要不要顺便帮他把毒解了，今天恨不得他快点毒发身亡。起来吃点东西垫一垫再进宫。等詹景晨离开之后，小黎才敢开口说话。小姐，王爷其实对您挺好的。你到底是谁的小丫鬟？几顿吃的就把你收买了？奴婢自然是小姐您的丫鬟呀，但是奴婢希望小姐跟王爷好好的。换装梳洗之后，来到正厅，参见王妃娘娘。都起来吧。你们都退下。是。唐希洛看着眼前油腻的烤鸭跟猪蹄儿，陷入了沉默。他竟然真的把酒楼的厨子带回府了。詹景晨发现他居然没有动筷子，意外的挑了挑眉，还头一次见他对吃食如此冷静。先吃点垫垫。大早上的吃这些，你什么口味？你不喜欢吃这些吗？喜欢吃，但谁早上吃这么油腻啊？知道他这是在迁就自己，他往日吃的清淡，今日却能为了自己而改变习惯，这人还挺不错的。无碍，让厨房重做。哎呀，随便吃点糕点吧，肚子留着进宫吃别的美食。依你。想解你的毒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条件你才帮我解？詹景晨有些意外，从小姑娘说看出自己中毒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小姑娘不简单。没有条件，怕你死了要我陪葬。你想死，我还想好好活着。要怎么解？我只说有办法，没说一定能解成功。我信你。那就说要用到的草药吧，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制造解药；没有的话，还得去寻。等回来再说，现在说不方便。儿臣参见母后。儿媳给母后请安。都起来吧，洛洛，你如今已经是人妻，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意妄为了。儿媳谨遵母后教诲，往后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张嬷嬷，你去王府给王妃教一些规矩礼法，她还小，很多事情都不懂，我们这些当长辈的理应多多照拂才是。唐希洛转头看向了詹景晨，使劲的给他递眼色。快拒绝，快点拒绝！母后，张嬷嬷服侍您多年，要是张嬷嬷不在您身边，其他下人也伺候不好。张嬷嬷是看得清的，王爷这是心疼王妃呢。自己要是进去掺和一脚，到时候太后这边不好交差，在王爷王妃面前也讨不到好。娘娘，您近几日身子有恙，交给其他下人照顾，老奴实在放心不下。他们那些笨手笨脚的小丫头，哪能知道您的生活习惯？怕是伺候不了您啊。母后，您不必担心儿臣府内。这儿子是怕自己派个嬷嬷去为难他媳妇儿吧？娶了媳妇忘了娘。王爷，您怎么能辜负母后的一片苦心呢？母后这也是为我好。太后听到这话，原本有些不乐意的情绪也消散了。好在这个媳妇儿是个懂事儿的。你看看你，还没有你妻子一半懂事。母后，您要以身子为重，张嬷嬷过些日子再来王府也不迟，您先养好身子才好。你是个有孝心的好孩子，那哀家就过几日再让嬷嬷去王府吧。你们俩也别站着了，都坐。哎，皇兄，你跟三皇嫂是现在就出宫回府吗？还是要带三皇嫂在宫内逛逛？今日早朝有什么问题？皇兄，你刚成亲，休沐几日，不用操心朝堂之事。去御书房谈。王爷，您跟皇上去就行了，臣妾在这里等你。女子不得干政，臣妾去不合适啊。哎，皇宗你放心，我们都是一家人，
朕相信你的，今日之事也不会被传出去的。最后没办法，还是被带到了御书房。去御书房谈。战景晨把手边的糕点推到了他的跟前，吃点，这糕点其他地方吃不到。见皇兄破天荒哄人，战景轩惊讶的嘴巴都要塞下一个鸡蛋了。这还是他记忆中的那个皇兄吗？哇，您猜儿臣看见什么了？三哥彻底变了，不认识了，根本不认识了。发生了何事？真是气死朕了！朕在的眼前被山匪抢劫盗窃，地方知府县令却毫无作为，任凭百姓苦不堪言。那地方狗官肯定跟山匪是一伙的。不排除这个可能，但苦于查不到证据，地方又四面环山，派一支军队去捉拿山贼。那不就惊动了那些狗官了吗？等捉拿到山匪，狗官也有充足的时间销毁证据了。本王何时说过先后顺序了？双管齐下，一并拿下。派谁去呢？本王亲自去一趟。可皇兄，你休沐还未结束啊？无碍。随后他看向了唐希洛，你在京照顾好自己，我尽量早点回来。唐希洛上下打量他，就他那个病，一路奔波，万一中途毒发了，他能见到土匪一面都难，还想抓人？要我说，就直接简单粗暴一点，擒贼先擒王，直接把狗官弄死得了。狗官贪污，干脆咱们把他们贪污的给偷出来，让他们吃个哑巴亏。战景晨沉思片刻，继续。我跟你一块儿去，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行。皇嫂，您去？没事，我出去看看京城外的风景也挺好的。见皇兄都同意了，他也不好再继续阻止。解决了一个难题，还有另外一个难题。近几年边疆战乱，国库银钱一大半都用在军营了，这池县也运了2次赈灾银两，都被山匪给劫了，国库实在不能再拿了。本王司库里。三哥，不能拿你司库的。放心吧，本王养10个你都绰绰有余。用不着银子，装2箱石头就行了。战景晨立刻明白他想做什么了，脸上挂起了一抹骄傲的笑。自家媳妇儿就是聪明，京城那些贵女们跟媳妇儿比简直差远了。这能成吗？万一被发现了，大家都有危险。皇上要实在不放心，国库又拿不出银子，那干脆把外面的那些金墙抠下来算了。就装2箱石头就行。皇上，臣就先告退了。行，这2天你们就好好休息。回到王府，唐希洛迫不及待地向琉璃阁走去，现在睡个回笼觉还来得及。慢着，你去哪儿？王爷，您看不出来吗？我当然是回院子呀。你不是说恢复要给本王写药方吗？对，那王爷待会儿来琉璃阁找我吧。属下参见王妃。你们平时走路都没有动静的吗？属下是习武之人，习惯了屏息凝神。找本宫何事？王爷请您去一趟书房。知道了，带路。什么？居然想听这个女人说的话？你知道外面是怎么说她的吗？她如今是本王的妻子，谁还敢嚼舌根？你说你娶这个女人回府，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别告诉我是因为先皇的旨意。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我看你是中毒太深了，脑子一并坏掉了，居然还相信她可以解毒。我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跟别人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人家知书达理，温柔贤惠，你家的嚣张跋扈，废材且蠢笨。你说她一个连京城都没出去过的小姑娘，如何知道解毒的办法呀？你以为你这身体还能经得起折腾啊？一不小心就可能毒发身亡了。王爷，臣妾能进来吗？唐希洛在外面实在是听不下去这个陌生男人的诋毁了，见都没有见过就对自己一顿差评。进来。妾身参见王爷，见过公子。见他如此反常，战景晨敢肯定他在外面全听到了。起来吧。谢王爷。你是嫂子？她是与我小时候交好的好友，也是如今的神医。小时候我稍微大一点之后就离开京城，到处求师学医去了。这不是前个月才跟王爷回京吗？原来是这样。沈静贝疯狂点头，这也太漂亮了吧，难怪好友说什么都要娶她。嫂子你好，我叫沈静北。神经病？神经病？那是什么病啊？神经是什么呀？没什么，口误而已。解毒需要哪些药材？你告诉他，他比我了解得多。沈静北依旧有些怀疑。嫂子，您识字吗？不得在你嫂子面前放肆。抱歉了，嫂子，我也是担心陈哥，不得不谨慎一些呀。没事，我不怪你，毕竟我确实不认识字。
唐希洛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确实不认识这里的字，也不知道自己穿到了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他们这里的字不像是历史书中记载的那些古文，这里好像也不在史书记载当中，而且原主是个确确实实的废柴，他也不识几个大字，自己从他的记忆里根本搜刮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嫂子，你都不识字儿，又怎么会看医书啊？我可以让人念给我听啊，什么破书用得着本小姐亲自去看？嫂子，是哪一本书有相关的知识啊？不记得了。不是吧？哎，还能去将军府找到这本医书吗？不清楚。这嫂子看上去不太靠谱啊。他现在是怀疑大过于相信的。这嫂子看上去不太靠谱啊。他现在是怀疑大过于相信的。洛洛，你说出来给他听听，需要哪些药材？谁同意你这样叫他？经过我的允许了吗？战景晨笑容不变地看着唐希洛，最后唐希洛还是被他的厚脸皮给打败了。第一种药材，无根草。无根草。虽然他不是很懂医术，但这个名字就有争议，没有根的草还能活下来吗？什么是无根草啊？无根草这3个字还是很好理解的吧？没有根的草？嘿，小爷我走南闯北活了10多年，从未听过无根草啊！还有说嫂子，你该不会是瞎编的吧？我没必要瞎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没见过的多着呢。无根草长什么样？能画出来吗？我派人出去寻。唐希洛想了想，也对，还是画出来吧，万一2个时空的称呼不一样呢？你怎么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洛洛，你拿笔的姿势是错的。唐希洛总算是明白了这2个人什么眼神了，也清楚他俩为什么不太相信自己了。他们这个时代拿的是毛笔，但是自己用的是钢笔手势。嗨，不用在意这些细节，我只看结果，过程不在乎。接下来2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唐希洛则是拿着毛笔画着。战景晨错愕，毫无章法的笔画却真的被他画出了形状。哎呦我的老天爷啊！你这也太惟妙惟肖了吧！这简直就是旷世奇作呀！那是当然，真不是我吹。要是有彩色笔，我能画得更加漂亮。彩色笔？嫂子，彩色笔是什么呀？难道笔也有彩色的？做梦到的而已，梦里的都不是真的。嫂子，你的梦也很有趣呀。沈静北言归正传，拿着无根草的画，这得去哪里寻呢？一般会生长在水陆交替的地方。我们这次要去的池县正好是一个水陆交替地，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不断的被贪污、被抢劫抗洪灾的银两。那可真是凑巧了，瞌睡来了送枕头啊！什么？你们要去池县？陈兄，你这个情况……无碍。嘿，那小爷我也要去。到时候他也能顺路照顾战景晨，顺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珍贵的宝贝药材。小姐，该起床了。您今日回门，将军肯定还在府内等着您呢。快点扶本宫起来梳妆打扮吧。奴婢遵命。你们2个还在等什么？坐起来吃饭啊！王妃娘娘，奴婢不敢介于。别动不动就跪下，容易磕损膝盖，以后长不高啊。是，娘娘。坐吧，琉璃阁只有我们3个人，没有外人，不必在乎这些繁琐的礼节。小黎坐下来，还是一脸的欲言又止。小黎，你想说什么？小姐，不跟王爷一同用膳。小黎，你担心他做什么？他堂堂王爷还会饿着自己不成？他的伙食比咱们还好。小姐，今日回门，王爷会一起去吗？想到这里，唐希洛感觉自己的心情怪怪的。不用管他，他爱去不去。你俩快吃，待会儿还得回门呢。主仆3人有说有笑地用着早膳。王妃还没有起来吗？回主子，王妃已经起来了。起来了怎么还不过来用膳？她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雷儿低着头，他不敢多嘴。战景晨心里气呀，他还等着女人过来用膳，然后拐弯抹角求自己陪他去将军府。只要他开口，自己一定会陪他去。雷三看了看桌上的早膳，又看了看不知道在生什么气的主子。主子，王妃已经在琉璃阁用膳了。本王不饿，撤走吧。你呀，能不能学会闭嘴？主子没问就不要主动提，瞧把主子给气的。主子刚刚不就是想问王妃吗？主子，还要准备马车跟礼品吗？准备什么准备？等他来求我了再说。雷三眨了眨眼，刚想开口说王妃正吃得开心呢，应该是不会来求主子的。
还未开口，就被发现的雷儿瞪了一眼，于是委屈巴巴的闭嘴了，不敢说，根本不敢说。你说王妃会来求王爷吗？这看着不太可能啊。咱还是祈祷吧。那我们直接去找王妃不也是一样的吗？咱还是闭嘴吧。小李，我们回去要带什么东西吗？小黎也沉默了，他虽然懂得比小姐多，但是他也才10几岁，特别是嫁人后回门这些事儿，知道的也不周全。算了，那就两手空空去吧。孝敬父亲的机会多的是啊，不必非送宝贝不可。我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去。小姐，您还是等奴婢先备好马车再出发吧。我们不坐马车，走回去消消食，顺便再看看一路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王妃娘娘跟2名小丫鬟出府了，马车都没准备。王妃带着2个丫鬟走路，一边走还一边买吃的。哎呦，我为这个王府操碎了心呐！皇上啊，老奴想回宫了，派几个人暗中保护王妃娘娘。哎，是国家怎么样？是不是王妃求见？不是的，王妃已经出府了。什么？怎么出去的？走路，带着2个小丫鬟走路，这提都没提王爷一嘴。他人呢？再不出发都日中了，回自己娘家都不上心，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禀王爷，王妃她怎么了？又做什么妖？主子，王妃她已经出府了。什么？去把她给我带回来，让外人瞧见了，还以为本王虐待她。他问都不问自己就出门了，还真是像猪一样，除了吃就是睡。王妃娘娘，王爷请您回府。本宫今日回门都要走到将军府门口了，你让我现在回去？王爷他说要陪您一起回门。要一起怎么不早点说？本宫都已经走到这里了。王爷是准备跟您回门的礼品去了，所以耽误了点时间。雷儿为了王爷跟王妃的感情和谐，简直承受的太多了。他有些同情王爷，一大早的闹别扭，结果王妃压根就没有看出来，甚至还没心没肺的一路边走边吃回门。怎么也不让人提醒我等他呢？准备东西去了，好歹也要告诉我一声啊！是属下们的失职，请王妃责罚。不罚了，下不为例。本宫走累了，你去准备马车过来送我回府吧。王府，战景晨背着手站在门口，沉着一张生气的脸，像是望妻石一样望着前方。主子，是雷儿，王妃回来了。你给本王闭嘴，本王还没下。属下参见王爷。起来吧。唐希洛一眼就看见了门口的黑脸王爷，内心搞不懂他在气什么，要跟自己一起去，怎么也不早说呢，害自己半路就被带了回来，自己还没生气呢，他反而先生上气了。臣妾参见王爷。王爷还有其他事吗？没有。唐希洛点点头，然后看向一旁的管家，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管家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一眼王爷，等待王爷的指示，却没有想到王爷一个眼神也没有给自己，无奈之下只能擅作主张点了点头。回禀王妃娘娘，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您要过目吗？不用了，带上东西走吧。说着，他向王府准备好的那辆豪华马车走了过去。战景晨气的脸上一道道的黑线，他是看不见自己吗？就这么上去了？那自己呢？自己就是自讨苦吃啊，非得上赶着找气受，想要跟着他一起回门给他撑腰，谁知道这个小没良心的居然都不邀请自己一句。王爷，您不跟臣妾一起回门吗？你先进马车，本王随后进来。这个死傲娇。马车内，唐希洛享受的闭着眼。昨夜没睡好，多谢王爷关心，臣妾昨天睡得很香。丈夫都没去得隔月，她都不在乎，有没有点为人妻子的自觉？终于唐希洛忍不住了，他实在是没工夫跟这个男人打哑谜装模样，就知道的，你是猪啊！突然来这么一句，马车外的随从都听得一清二楚。完蛋了，小姐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连王爷都敢骂。雷二雷三心里默默地佩服起了王妃，王妃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仅能把王爷撂在一边，现在还敢骂王爷。你是想死吗？我劝你还是少动怒的好，万一体内的毒发作了，恐怕你会比我先去。没被毒死都会先被你气死。我什么时候气你了？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虚无之鬼。你一大早发什么脾气？你没长嘴吗？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说出来呀？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想法？战景晨一愣，他没有想到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是真不懂自己的心思，顿时更加郁闷了。自己气了一个早上啊，结果他却以为自己在无理取闹。你回门为什么不来找我？你就气这个？我以为你不会想跟我回去。你没长嘴啊，不知道来问问。女方一个人回门是会被人笑话，被人瞧不起的。唐希洛没有想到，他居然还会替自己着想。哦，哎，我又不在乎，谁管他们笑不笑？爱说说去呗。本宫可是王妃，他们敢当着本宫的面嚼舌根吗？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些人想当王妃还没那个命呢。不知怎的，战景晨突然就不气了，听着他这句话，莫名的舒心。有人敢当面说你，你也不必客气，本王为你撑腰。唐希洛突然就怔住了，无论是前世还是这一世，从来没有人说过要为自己撑腰。突然被他这一句话给触动到了，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哼，谁用得着你撑腰啦？我自己不会处理啊。煞风景，你才煞风景，嫌我煞风景，你出去骑马呀。接下来的一路，两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一个享受生活，一个生闷气。王爷王妃到将军府了。参见王爷，参见王妃娘娘。父亲，快快请起。娘娘，礼不可废。唐希洛正想走向便宜老爹，却发现男人反客为主，牵住了自己的手。狗男人还牵上瘾了，放开。都进府吧。是。哎呦，这看呐，臣年纪大了，都有些糊涂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大家不必拘束。爹，您这几天过得好吗？王妃娘娘放心吧，老臣过得很好，您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唐希洛瞥了一眼角落里眼神阴暗的林氏。林氏，你这么快就解除禁足了？这个小贱蹄子，以为当上王妃就高枕无忧了吗？王爷迟早把他给休了。今日王妃回门，将军特练妾身，今日出院迎接。哦，原来如此。既然已经迎接到本宫了，那你就继续回院子吧。王妃娘娘，我也是你的母亲啊。哪门子的母亲啊？隔着肚皮的母亲算什么母亲？你，将军。好了，你先回院休息去吧。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啊。于是他只能咬着牙扶了扶身子之后退下了。爹，女儿有话要跟你说。唐熙静看着蹦蹦跳跳过来的女儿，完全呆住了。嘿，你成何体统啊？不成体统就成方圆呗。唐熙静一梗，气得就要上手捏他的耳朵。唐希洛眼疾手快地躲开了。爹，女儿都已经嫁人了，您再这么教训我，我脸面何存呢？哼，你也知道你嫁人了，上蹿下跳的，哪有半点嫁人的样子？岳父大人，屋内也没有其他人，不必端着。王爷说笑了。爹，女儿有事要跟你说。你能有什么事？少给王爷添麻烦就行了。我给他添麻烦，明明就是他给我添麻烦。不得对王爷无礼。王爷恕罪，是老臣管教不严呐。岳父不必担心，洛洛在本王这里不需要收敛脾气，本王惯着。好。唐熙静的这颗心脏都快被吓得停止跳动了，只能连忙转移话题。洛洛呀，你刚刚有什么事要跟为父说呀？哦，我要出趟远门。你要出远门？出京，但不知道有多远，是池县。你去那儿做什么？那里这些年都不太平，你一个女眷去不安全。我不是一个人去，这不是还有他吗？岳父放心，本王一定保护好洛洛的安危，绝不会让他有一点危险。王爷，这恐怕不妥呀！洛洛调皮，这恐怕……那个神医叫什么？神经病跟我们一起去。爹爹，你不必担心。神医回京了，他也跟你们一起出发？本王怕这一路不太平，所以将他也带上了。王爷，让臣也跟着一起去吧。不必了，这次我们秘密出发，人数不宜过多。爹，你就放心吧，女儿绝对能平安回来的，这又不是上战场，有什么好怕的？王爷，臣的女儿就拜托您了。岳父放心，洛洛是本王的妻子，本王定护她周全。几人用过午膳之后，战景晨就跟唐熙静去了书房，讨论军营的事情去了。唐希洛漫不经心地跟在唐熙柔的身后。
最近府里没发生什么吧？父亲查到马尾是林氏丫鬟买回来的，已经把那几名丫鬟给发卖了。可是父亲还在继续追查。首先，父亲不会查到；其次，我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虽然林氏不再作妖了，但是毕竟还是有2位姨娘。姐姐，你要多加注意。这些我都知道，倒是你也知道自己如今身份不一样了。姐姐，请你吃大餐去。你饿了，我让厨房给你准备。府内的都吃腻了，有什么意思呀？咱们出去吃。出去吃？对面街上的烤鸭贼香，姐姐你肯定喜欢。那我们去给爹爹禀告一声。用不着，咱们从后门走，很快就回来了。主子，将军，何事？主子，王妃娘娘带着唐熙大小姐出府了。都为人妻了，怎么还如此跳脱不懂事啊？无碍，你继续跟着，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付银子。是，属下告退。看着如此淡定的王爷，唐熙竟不淡定了。王爷，小女她不妨事，她开心就好。小二，老规矩。好嘞，小姐，您二位稍等，马上就来。楼梯口，唐希洛感觉到了一道影子挡住了自己的光线。三嫂，你也来这儿吃饭啊？你都能来，我怎么不能来？本公子出来散散心。虽然他改口及时，但唐熙柔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此刻他已经吓傻了，眼前这人竟是皇上，妹妹居然还用这种语气跟皇上说话。你这是要回去了？再坐会儿也行。臣女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平身吧，出门在外不必行礼，免得暴露了身份。这是我异母同胞的大姐姐啊，你们两姐妹长得都好看。很快，小二就上了一桌子美食，居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自己竟然不知道。他每次来都只点了烤鸭，虽然这家酒楼烤鸭出名，但其他的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我出来几次不都亏死了？你是偷偷出宫的吧？有人知道吗？嫂子，我三哥没跟着出来吧？好害怕被三哥逮住。他没跟出来。今日不是你回门吗？你怎么跑出来了？唐希洛把烤鸭肉放进姐姐的碗里。大姐姐，你尝尝，非常好吃。唐熙柔僵硬地坐着，不敢有任何的动作。你这平时三哥克扣你膳食？我赶你吃不到美食，一点都不懂得享受美食。洛洛，不得无礼。大小姐不必紧张害怕，敞开了吃。唐熙柔这才颤颤巍巍地拿起筷子，其实内心欲哭无泪，好吓人呐。那嫂子说说，该如何享受美食？你伸手撕下一个鸭腿下来。战景轩照做，直接伸手撕了一大块鸭腿肉。你现在豪迈的大咬一口。战景轩照做，豪迈的大咬一口。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味道好很多？不仅味道好很多，也更加香了。这不仅仅是吃味的，还是吃氛围感，吃一种感觉。这不仅仅是吃味的，吃一种感觉。嫂子，你可真厉害啊！他以为自己偷偷的溜出宫已经够放肆大胆了，没想到三嫂比自己还要大胆洒脱。姐姐，你吃呀，来都来了，不吃不就可惜了？我吃着呢。大姐，就我们3个人，没人看见的。还有一个鸭腿，唐熙姑娘不必客气。被两人如此劝，唐熙柔只好尝试地伸出了手，然后心一横，扯下了一个腿儿。战景轩看了眼里止不住的好笑，这姑娘可真有意思。主子，又怎么了？王妃呢？你擅自将她丢在外面。王妃在酒楼遇到了皇上，这会儿3人吃得正香呢。带路。嫂子，你也偷偷溜出来的？反正我谁也没说。还是嫂子你厉害啊，居然能在三哥眼皮子底下开溜。战景晨看着3人手里还没有吃完的鸭腿，气得太阳穴直突突，不用想都知道是谁的手笔。他媳妇儿以一己之力带偏了2个人。唐希洛显然跟其他人不在一个频道上。要不要请他们也吃一顿？那得花多少钱呀？哎呦，算了，还是让他们看着吧。看人吃饭不要钱，物理上还能起到保护的错觉。战景轩，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出现在这里吗？哎呀，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别在这里训人啊！战景轩感动地看着三嫂，还是嫂子好。从今天开始，在他心里，嫂子比亲哥还亲。回府。战景轩连忙站起来，屁颠地跟上了哥哥的步伐。把烤鸭打包带上。说吧，你怎么出来的？安卫呢？随从侍卫呢？
被我甩开了。你要出来可以，但要带着人。你知道你的身份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危险吗？知道，但我也武功高强啊。三哥，你可别忘了，我们都是从小一起习武念书的。要是对方人多呢？要是对方布下天罗地网呢？能以一敌十，能以一敌百。唐希洛看戏不嫌事儿大，跟着点头附和。就是。战景晨刚要出口的话一梗，看着他附和点头的模样，都气笑了。半斤八两，你附和个什么劲儿啊？别忘了，咱俩才是半路同伙。你知道要是你有了点什么意外，国内外会被影响多少事情吗？知道了。这是第几次了？战景轩小心翼翼地瞅了他一眼，然后举起了一个手指。唐希洛错愕，看你熟门熟路的，不像是只出来一次的样子。三哥，明明嫂子也是偷偷溜出去的，你怎么只训我呀？糟糕，引火烧身了。因为我派了人暗中保护你嫂子，她不会出事。原来如此，他就说嘛，怎么突然就被三哥抓住了呢？早知道就提前走了，就不再返回去继续吃了。你派人跟踪我？是暗中保护。妈呀，三哥怕嫂子，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于是他悠悠拱火。这有什么区别啊？对，这有什么区别？别搞错了，现在是我在训你俩。不是训俩，是训他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你没偷溜出去，你不是派人暗中保护我了吗？这有什么区别？战景晨都气笑了，刚刚还说是跟踪，现在被教训了就改口保护了。之后战景晨又说了一大堆，这事儿才算过去。属下参见王妃娘娘。你家王爷找我什么事？属下不敢，王爷不是我家的。你来有什么事？娘娘，您让属下打包的烤鸭呀。自己在酒楼就吃够了烤鸭的，当时自己可是看到他对烤鸭望眼欲穿，这才让他打包一份自己吃的。没想到他还老老实实的送了过来。本宫不饿，这烤鸭就送你了吧。惊喜来得太突然了。多谢王妃娘娘赏赐，属下告退。另一边，雷二算是看出来了，每次王爷这个样子都是与王妃有关，所以王爷这是在气王妃不过来找他。雷三的头则是越来越低，他心里打鼓，这王爷该不会是发现自己偷吃烤鸭了吧？王爷，明日行程已经准备妥当，您要去跟王妃商量一下时间安排吗？这天色已晚，王妃娘娘应该早就睡了吧？闭嘴！本王去找他商议，你们退下吧。麻烦你下次别再开口说话。可是王妃确实已经歇下了。王妃就那么点爱好，都不需要派人去打听。门被推开的一刹那，唐希洛就警惕敏捷地睁开了眼。已经脱离杀手这个身份1个多月了，没想到今夜还得重拾老本行。战景晨武功深厚，在小姑娘睁开眼的那一刻也察觉到了，他心里微微诧异了一下。他没有武功，没有内力，居然会如此敏捷警惕。哪里来的小贼？是要命还是要财？还是有看美女睡觉的怪癖？秉着敌不动我不动的态度，战景晨也不发一语，他倒要看看这个小姑娘能忍到什么时候。喂，你到底是想谋财还是害命？战景晨一愣，他以为小姑娘是认出了自己，没想到小姑娘竟以为是刺客。喂，你到底是想谋财还是害命？你比本王还富有不成？大半夜不睡觉，在这里装神弄鬼。本王何时装神弄鬼？难道不是你疑神疑鬼？你来做什么？本王是你的丈夫，你说本王来做什么？你出去！你赶我走？你这个朝三暮四的人，真不要脸！你给本王说清楚了，本王何时朝三暮四？你不要乱给本王安罪名。你敢说你对小黎没有想法？况且小黎还对他有想法呢。谁是小黎？本王都不认识，对他有什么想法？大晚上的，我懒得跟你吵，你赶紧给我出去！我就不出去。那你就在那儿坐着吧，老娘不奉陪了。你给本王说清楚了，到底谁是小黎？我的贴身丫鬟小黎。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小姐明察呀，奴婢对王爷绝无半点亏私之心。小黎，你都听见了？小姐，您在说什么呢？奴婢这辈子都要跟在您身边伺候的，对王爷没有半点亏私之心，求小姐明鉴啊！原来他就叫小黎，自己平时根本就无视他好不好？什么时候又对他有想法了？这个蠢女人，她是眼瞎了吗？唐希洛搞了个乌龙，平时听小黎张口闭口就是王爷，他还以为是小黎对王爷有意思。别跪着，地上凉。小姐，奴婢绝对不会背叛您。哎呀，好了，别哭了，是我误会你了。哎，你不喜欢他，平时怎么一口一个王爷的？小黎，你别怕，我给你做主。
小姐，奴婢是怕外界传您失宠，所以才一直劝您跟王爷多走动。搞了半天，竟然是为了自己。战景晨也是无语了，2个丫鬟都比他看得清楚。小黎，你们先退下吧。奴婢告退。你脑子里还真是有一出大戏呀！你也别太得意了，今日确实是我冤枉了你，但你如今没有，难道以后也能没有吗？我这是给你们以后腾位置。本王没兴趣发展后宅。哼，管你有没有兴趣。其实在听到他说没兴趣发展后宅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有那么片刻高兴的。你到底有没有点为人妻子的自觉？有不了一点哦。最后自己生闷气的抬步离开，再待下去他就要被气死了。等人真的走了之后，唐希洛想了一会儿事情，这一会儿之后就没心没肺的睡着了。小黎姐姐，要我去厨房拿一碟糕点过来吗？去吧，否则今天就别想叫醒小姐了。小梅姑娘早啊！雷侍卫早。你是给王妃娘娘拿早膳的吧？王妃今日起这么早？不是吧？王妃如今能起来这么早了？于是他立马转身向正厅走去。属下参见王爷。何事？王爷，您今早不必等王妃来用早膳了，属下刚刚遇到小丫鬟去厨房给王妃拿早膳了。她能起来这么早？小梅姑娘是这么说的呀。去琉璃阁。小姐，该起床了。小姐，你醒醒啊！小姐，今日您要去寺庙求平安的。小姐，您起来吃点东西，应该就要出发了。小姐，小姐，这就是你说的她起来了？对啊，刚刚小梅姑娘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你俩在门口候着。然后他就看见了能让他无语一辈子的画面。小黎，又是这一招。王妃娘娘，今日你要去寺庙求平安，将军跟王爷恐怕已经准备妥当了。哎呀，既然他们要去，那我就不去了，让他们也顺手给我求一下算了。啊，这东西还可以代替？当然可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俩年纪小，见识少，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唐希洛，赶紧起来。参见王爷。你俩下去。唐希洛，你是本王见过最懒的女人。哼，没有最懒，只有更懒。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见识。本王没工夫跟你瞎扯，赶紧起来。不起来算了，岳父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王府了。妈的，烦死了！现在这个时辰比早6都早，人家现在人上班还是早8呢。古代人怎么凌晨4、5点就起床呀？这么早就要从被窝里爬起来，谁懂其中的煎熬啊！赶紧的，否则岳父问起来。知道了。那你还愣着做什么？需要本王替你更衣？哼，不需要你假好心。哎，你快出去。启禀王爷，马车安排妥当了。那就出发。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启禀大王爷，他们出发了。通知他们行动。属下这就去办。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战凝烟看着手里的这盏茶，这条路必是踏着尸骨往上的，死了多少人他不在乎，谁的人死了他也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结果。唐希洛上了马车之后，就开始闭目养神，丝毫没有要搭理身边男人的意思。本王哪里又惹到你了？哪儿都惹到了。本王连呼吸都有错。那你就别呼吸了，憋着。今日拜佛，有没有想好之后去哪里玩会儿？唉，咱能活着去，不一定能活着回来，还是先求佛祖保佑我们能天黑之前顺利回府吧。你察觉到了？能不察觉到吗？一路跟着也不嫌烦，恐怕前面还有埋伏呢。你不害怕吗？怕有什么用？你现在送我回去还来得及吗？别担心，我已经让人准备妥当，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唉，主要是我姐姐跟2个小丫鬟。你自己呢？到时候场面混乱，我肯定偷偷跑啊。唐希洛重新闭目养神，看来得加紧学习古代的武功了。这打打杀杀的世界实在是太憋屈了。见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还特别的淡定，战景晨又刷新了对他的认知，越发觉得他跟刚开始见面时大不一样。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动静，马车也停了下来。我出去看看，你照顾好自己。唐希洛嗅了嗅鼻子，一股子中药味儿。不必出去了，应该是神经病来了。果然，外面传来了沈静北委屈的声音：“你们居然集体去求佛不带我，这也太过分了吧！”王爷，是沈公子。
继续巡行。唐希洛也察觉到了身后尾巴的动静了，没一会儿，跟着他们的人便散了一半。走了一半，他们就是瞧不起你。战景晨失笑，他只要一开口，自己都会被气死的程度。留一半人继续观察，另一半人回去请示，不出意外，应该是情况有变。神经病，半路做了什么手脚？男人拧着眉，为什么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名字有些怪怪的？沈静北硬生生的被他说成了一种自己从未听过的病。阿弥陀佛，王爷王妃这边请，师父已恭候多时了。小师傅啊，你师父是谁？小僧师父乃住持大师玄清。玄清大师啊，失礼失礼。外界相传就没有大师算不到的事儿，这大师可厉害了，就是皇上来了也得给他几分薄面。那我们呢？请问我们也能跟着去吗？师父并未说不见其他人。我们沾了王爷和王妃的光了。大家都是有福之人，说什么沾光不沾光的？他此话一出，就连小和尚都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香客了，大多数都会因为这一句话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只有这位女施主不但不骄傲，反而还发自肺腑地抬高了所有人。柔儿，你告诉父亲，林氏他是不是趁我不在欺负你们两姐妹了？你就长了张嘴会问，你没长眼睛不会看吗？林氏什么屌样你看不出来啊？你这辈子最好的眼光就是看上了我母亲，你的好继夫人、好三女儿，在你回来前几天差点把我淹死了。汉地里可没少欺负我们两姐妹。这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你自己不会查呀？还在那里装深情人设。你要是真喜欢我母亲，又怎么会娶妾室，接二连三的生孩子？战景晨表示打死他也不会纳妾，否则这辈子都别想亲近媳妇儿了。这都是事出有因的，迫不得已。况且纳妾也是提前经过原配妻子云儿同意的，只不过这些他不好跟女儿解释。你说的这些，为父会好好回去查明白的。战景晨也陷入了沉思，本以为她是光鲜亮丽的将军府嫡出二小姐，却没有想到私底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必须要加倍的对她好。很快，几个人跟着小和尚来到了一处院落。师父，客人带到了。唐希洛定睛一看，直接破防了，是自己眼花了吗？这老和尚手里的手串，不正是自己在现代丢失的空间吗？他在现代丢失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了古代？于是他一个箭步来到了大师跟前，就眼巴巴地仔细盯着他手里的手串。没错，这就是他丢失的那一串。嫂子，你这也太激动了吧！老和尚，你手里的佛串是我的。洛洛，不得无礼。这个佛串跟了他几十年，从他被捡到组织开始，就一直在他的手腕上，那就是他的。更何况这空间认主，别的人好像打不开。唐希洛震惊之余，还有沉思，为什么会在古代出现呢？阿弥陀佛，大师，您这串手链我看着有些眼熟啊。洛洛不得胡闹，快回来！你何时丢了一串手链？阿弥陀佛，既然这手串是施主您的，那老衲这就物归原主。紧接着就见玄清大师把手里的佛串递给了唐希洛。没错了，这就是他在现代丢失的。洛洛，你要是喜欢这佛串，我回府便让人给你寻一些回来。快把大师的还给大师，快把大师的还给大师。这串佛珠只寻他的有缘人，陈王妃正是他的有缘人。就是陈王妃不说，老衲也会还给他的。我看一眼便知道这是我的。其实他不仅仅是看外表才确定的，这串佛珠是个空间，他只要走进这串佛珠，就能感受到那股磁场。大师抱歉，刚刚都有得罪了。任谁找到失而复得的宝贝，都会忍不住的失礼。大师，能借一步说话吗？师父，房内请。我怎么感觉王妃神神叨叨的？不是你一个人如此感觉啊。都闭嘴。大师，您是如何捡到这串手链的？手串从天而降，落入老衲手中。姑娘，既来之则安之，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大师，您知道的是吗？姑娘，你还想回去吗？唐希洛被他反问，忍不住陷入了思考，还想回现代吗？上天的安排便是最好的。怎么样啊？
跟大师说了什么呀？要是能告诉你们，我还跟大师单独进去谈。这串佛珠还真是你的？不然呢？你不会以为我是土匪吧？我不喜欢抢劫。我不是很认同这句话。莫名想到了2个月前王妃抢劫的画面。好违心的话。小姐说这话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呀？紧接着，大师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送了一个香囊，叮嘱他们回去之后再打开看。唯独唐希洛没有。给我看看，写的什么呀？要是能给你看，大师还会给我们香囊叮嘱单独看吗？去，真是记仇。随后，几人去正堂拜了佛祖，上了香，也捐了香火钱。回去的路上，你不好奇大师写了什么吗？本王好奇，但本王回去便能看。哎呀，回去还有些时辰呢，万一中途丢了怎么办？你现在看也行啊。大师说了，要单独看。女孩立刻坐直了身体，2只手捂住了眼睛。那你自己看吧，我绝对不偷看，我没有半点想要偷看的意思啊。行吧，你回去再看吧。等他以后有机会偷偷摸摸去偷他的锦囊，这位大师神神叨叨的，肯定不简单。紧接着，战景晨漫不经心的当着女孩的面打开了锦囊。他刚扭头瞥一眼，就发现男人已经看完了。这人有3只眼睛啊，怎么看得那么快？大师只写了1句话吗？有什么好藏藏掖掖的？我才不稀罕知道呢。他跟我说了什么，你们不也不知道吗？所以你想交换秘密吗？我才不跟你交换秘密。战景晨抿了抿唇，他果然有很重要的秘密。唐希洛寻回自己的空间，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摇头晃脑，得意忘形地吃起了马车内准备的糕点。马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有刺客，大家护好主子。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你这属下有点意思呀。战景晨叹了口气，然后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把短刀递给了他。注意安全啊！你们打不过，还要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帮忙？这是为了以防万一。拿命来，都给我上！保护主子。小黎跟小梅还在外面。老大不必担心，他们俩已经进了大小姐的马车，将军会保护大小姐跟他们。一支箭从车窗外射了进来，稳稳地插在了战景晨跟唐希洛中间。好险，差点就没命了。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居然派了这么多死士，可不得多派点人啊，也不看看我们这个队伍。你照顾好自己，本王去就回。终于舍得出来了，今天便是你的死期。不一定。紧接着就进入了打斗场面，源源不断的黑衣人加入打斗，看来他们不止一批呀，这是搞车轮战。突然马车轻轻的晃动，唐希洛警惕起来，马车顶上有，于是他毫不客气的从空间中拿出了一把消音枪，车顶的晃动没有了，外面传来了人体掉落地上的声音，战景晨却关注到了这一幕。刺客跳到马车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过来救唐希洛了，只是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过去，就见那名刺客痛苦地滚了下去。所以里面的人到底做了什么？短刀的话不会刺那么深吧？看来小姑娘的秘密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几批刺客加入之后，战景晨的侍卫们都显得有些吃力了。就在他发愁要不要出手的时候，外面传来了男人冷冽的声音：本王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你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加入进来了吧？对面的黑衣男子一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雷二一声口哨，道路两边瞬间涌入了大批的侍卫。现在呢，今日是谁的死期还不一定。你早就包围我们了。我们刚入府就察觉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会在我们去的路上动手呢，这倒没想到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动手了。你果然心思够深呢。你们一开始就没有胜算，你们在源源不断的加入新的刺客，而我们一直都是同一批侍卫。唐希洛听了半晌，这就是古代的死也要死个明白吗？说话说的也太多了吧，还解释个半天。他们肯定会自杀的，阻止他们。雷二眼疾手快的上前捏住了刺客的嘴，阻止了他咬破嘴里服毒自杀的药。大家看向从马车内走出的女子，为首黑衣刺客震惊的看着他。没想到吧，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其实不用他提醒，大家也都知道。洛洛真聪明，多谢王妃提醒，不愧是我老大，就是聪明。沈静北嘴角抽搐，他实在是夸不出来。哎，不愧是王妃娘娘啊，实在是太聪明了，我刚刚都没想到呢。唐希洛反应过来自己嘚瑟了什么，立即重新钻进了马车里，脸颊也立刻红了起来。他活了20多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犯蠢过，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紧接着回去的一路上，唐希洛都在闭目养神，战景晨也被他赶出去骑马了，自己想一个人静静。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你们升格女子会知道这么多？我从小胆子就大，这没什么吧？那你如何得知他会自杀？难道你也……你可别瞎说，这完全属于造谣，这有啥不能知道的？难道你没去过酒楼听说书先生说书？原来是听说书先生说的，本王还以为……你还是赶紧查出真正的幕后主使吧。不用查他也知道是谁，无非就是他那几个兄弟的其中之一，也有可能是2个联合或者几个联合。我们明日便出发去实现，箱子已经准备好了，本王连夜让人去制造假金。用不着那么麻烦，直接装上石头上锁就行。第2日，准备好了？出发吧。你就一个包袱？有什么问题吗？男人摇了摇头，只是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1个包袱确实是太少了。你不带一个丫鬟跟着？你是10万个为什么嘛？到底还出不出发了？罢了，还是多带些银两傍身吧，大不了到时候缺什么再买就是了。参见皇上。皇兄快免礼。好了，时辰不早了，出发吧。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平安归来。我知道了。累了吧？你先休息会儿，到了客栈我叫你。唐希洛也不客气，直接闭着眼睛趴在了中间的桌子上，但他并没有睡，大脑放空，意识进入到了佛串的空间中。来到了熟悉的地方，唐希洛心情非常的愉悦。他本以为丢掉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他当年囤的武器应有尽有，囤的食物也不少，简直就像个百货超市一样，要什么有什么。看着一面墙上的瓶瓶罐罐，他有些惊喜，这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战景晨的毒完全可以不用找解药了，他这里不论是毒药还是解药，应有尽有。战景晨被突然坐直身体的小姑娘吓了一跳。你做噩梦了？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醒了？还如此的惊慌？你小子简直走大运了。他的媳妇儿又开始疯疯癫癫了，没关系，他已经习惯了。是的。见他态度如此敷衍，唐希洛拧着眉。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态度会让你错过一个重要的机会？那我要以如何态度回复？没什么。自己还是先别着急给他解毒了，否则会引起他的怀疑猜忌。很快，唐希洛又闭眼睡了过去，这回是开心的，真的睡着了。男人对他一惊一乍的性格很是无语。几个时辰之后，主子，前面有一家客栈，天色已晚，今夜就在此地安顿了。不走了吗？今夜就在此处歇息。各位客官好，请问是吃饭还是住房？4间客房够不够？沈静北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看了看唐希洛，又看了看自家的兄弟。不是，你们夫妻俩分房睡啊？够，别说住房了，吃饭也是够了的。那就弄一桌子饭菜过来，顺便给我外边的那些兄弟们也整口饭菜送去。好嘞。回房休息去吧，都注意安全。唐希洛第一个回到自己的房内，把房间周围都检查了个遍，确定安全后才向床榻走去。谁？是我。你来做什么？外面不比府内，很有可能遇到危险，我跟你住同一间，保护你。你要是有什么意外，我回去不好跟将军交代。这里只有一个床榻。无碍。你给我出去！他无碍，自己有爱。本王可以打地铺。唐希洛被他死皮赖脸的态度给惊呆了，既然赶不走，那就算了，随你。然后翻身上榻，闭眼睡觉。本来还想着去空间里吃点宵夜的，现在都泡汤了。战景晨吩咐店小二带上来了被褥，他也毫不顾忌身份的直接在地上打了一个地铺。一个晚上，有人睡得非常好，有人守了一夜没睡着。起来了，该出发了，赶紧起来。战景晨站在床边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冷声威胁：既然不起来，那就错过今日的早餐了。
唐希洛迷迷糊糊的被吓醒，然后想到自己空间里有美食，又迷迷糊糊放心的睡了。战景晨以为他半眯着眼，终于是要起来了，可是下一刻他又紧闭了双眼。战景晨额头冒着黑线，吴语又没有办法，然后他大掌一伸，连人带背的给卷了起来，抱着就往楼下走。我说兄弟，你把人家被褥都打包了，这太不道德了吧？没死就是喊不醒。能不能麻烦你走快一点？我悬在半空中很难受的。战景晨抬步离开，店小二在身后欲言又止，着急的不行。百里玉叹了口气，喏，买被褥的钱。多谢客官，祝各位一路顺风。把唐希洛扔进马车之后，战景晨选择在外面骑马。昨晚外面可有异常？回禀主子，将近异常了1个时辰左右，然后又恢复了平静。这也有可能是一路跟踪我们的呀。无妨，总是会露出马脚的，都看好箱子。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战景晨下令原地休息。前方有人，保持警惕。什么人？求求好心人救救我！我不是坏人。坏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我一个受了伤的乞丐，我还能伤害到你们不成？你是怎么搞成这副样子的？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该不会是故意乔装打扮的吧？我发誓，我绝不是坏人，求你们救救我！抹在伤口上。紧接着，唐希洛就把属于自己的没有吃的早餐饼子包起来扔了过去。吃吧，别客气。多谢姑娘，在下以后定涌泉相报。祝你好运。他猜昨晚那些人是冲着这个乞丐来的。小伙子，你别往后面去了，就在这林子里待2天吧。再往前面去就是那家客栈了。不出意外的话，客栈内有埋伏他的刺客。乞丐一顿，瞬间就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那也提醒他们一句吧。你们别往前走了，前面那个小村有怪病，被传染了可能会丧命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还是绕路吧？有怪病为何不看大夫？小村穷，吃饭都成问题，还看什么大夫啊？去看看。乞丐无语了，都说了别去，前面有病，这些人还非得巴巴的凑上去。我劝你们最好别去，这种病挺少见的。唐希洛从马车内拿出另外几块饼子扔给了乞丐。祝你好运。百里玉见老大帮助乞丐，于是扔了银两给他。这份好记在我老大头上。这荒郊野岭的，你给他银钱，他能用出去？好像也是啊。雷三龇牙咧嘴的笑了笑，终于不是自己最傻了。启程还磨叽什么？天黑之前不到达小村，晚上会非常不好行动。尽量别跟村里人接触。来者何人呐？老人家您好，我们是商贩路过此地，请问我们能进村借住一晚吗？住不了，你们另寻住所吧。老人家，您是病了吗？我看您的脸色不太好。这种病治不好，而且还会传染的。姑娘，你们快走吧。正好，我这位朋友是大夫。真的吗？方便让我把个脉吗？你们不怕被传染？老人家，身为医者，我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啊。3个月之前，我们村子还不是这个样子的。之前那时，村里来了几名陌生人借住，他们离开后不出2天，就有人感染了怪病。这之后便1传2，2传10的，一发不可收拾。那你们为何不去找大夫？我们也没多少银钱来看大夫啊。唐希洛便飞速地进入了空间，拿出了一条隔离手帕。他示意老者把手腕伸出来，然后把手帕搭了上去。沈清北愣了片刻之后，便隔着手帕把脉。其实他从小就泡着各种药长大，算得上是百毒不侵了。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能毒到他的。是安国的毒，看来是安国贼人混入我国了。大夫，这毒能治吗？可是我们村如今吃饱穿暖都成问题，这哪还有银钱买药看病啊？算了，你们快走吧。
我出银子给你们治病。不用浪费那个银钱了，我们都是老的老，残的残，这治好了也没有什么大用。众生平等，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本姑娘愿意花银两，你不愿意，我也得花。众生平等这4个字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狠狠的震惊。战景晨的内心也溅起了水花，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小姑娘竟有如此觉悟境地。多谢恩人，只是我们祈求几位恩人先从孩子治起，他们还小，还有无限可能啊。放心，每个人都治。我这就给大家通知这个好消息去。你带了那么多银两来，是我也不知道。药材偏贵，毕竟这不是我国的毒，药材国内也稀有啊。属下快马加鞭，这就回府去拿。嘿，用不着那么麻烦了，我手里还带着金镯子呢。实心的，不够还有一个。沈静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不愧是嫂子呀。老大，原来你喜欢金镯子，等我回去送你一些。可以啊，那就提前多谢小侯爷了。嗨，说什么谢谢呀，你可是我老大，这都是我该孝敬您的。我也没那么老吧。大夫，从我先开始吧。行，那就你先来。哎呀，你快点写药方，我去买药材。我得给每个人都把一次脉，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之后再对症下药。老伯，离这儿最近的药材铺在哪儿？要是骑马的话，向左前方行1个时辰便到了。我跟你一起去吧，天色晚了，两人也有个照应。战景晨一直沉默地抿着唇，他一直以为国家是强大的，到了这一刻才发现，一个王朝只靠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自己足够的努力，皇上也足够的尽职尽责，但依旧改善不了百姓的疾苦。何事？没事不能来找你，你可是我的夫君，我想把箱子里的食物分给大家，你看可以吗？箱子里的食物？什么箱子里的食物？箱子里的不都是石头吗？况且他们带的那些干粮也不够分给这些村民的。你知道的，我比较喜欢吃美食。出发前我偷偷用石子换成了食物，我也是想着路上能有好吃的，所以才……你真会给我一个大惊喜了，这次多亏了你偷偷换了食物，回去我给你补偿更多的美食。没想到他竟然阴差阳错的解了自己目前正愁的事情。唐希洛，谢谢你。不客气，我也想尽一份微薄之力。战景晨伸出手，唐希洛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他。手。回想起他刚进京的那1个月，这姑娘可是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吸引自己的注意力，甚至连那种药都敢下。如今却呆愣愣的，仿佛什么都不懂，简直是判若两人。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唐希洛？不愿意说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他会自愿跟自己说的。唐希洛疑惑地伸出手，手心朝上，他还以为战景晨要意思性地赏自己几两银子，却没有想到他这个不要脸的直接牵上了自己的手。这一时间唐希洛也愣住了，想要挣扎的时候却已经被他拉着走了。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去2个人把最后面那个箱子抬过来。片刻之后，主子，箱子抬过来了，接下来如何做？所有人都不理解这是要做什么。战景晨转头看向小姑娘，雷儿，你派人把箱子里的东西分给村民们。村民们不知道，他们还不清楚吗？里面的石子还是他们亲自放进去的。王妃要给村民们分石子做什么？主子，夫人，三思啊！您帮助我们实在太多了，我们实在不能再收下您的货物了。大家误会了，箱子里面是食物，大家喝药解毒需要补充体力，得吃好的，需要补。食物？还愣着做什么？夫人的吩咐你们都敢不听？箱子一打开，所有人都震惊住了，他们明明装的是石头，怎么变成美食了？你这是把酒楼里的烤鸭全打包了，怎么还带了生米？唐希洛也很无奈，烤鸭是开袋即食的烤鸭，空间其他食物拿出来也不好解释，毕竟他也不知道古代有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只能把散装大米给拿了出来。大米配烤鸭不是很好吗？只不过你把正宗的厨子带回府了，这烤鸭的味道可能没有那个厨子做的好吃。
这还怪他了。不过他是什么时候偷偷去酒楼打包了这么多烤鸭换下石头的，连自己都不知道。想着想着，战景晨也释然了，这小姑娘的秘密还少吗？好在她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就是有点缺心眼而已。夫人，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我们……哎，大家不必再推辞，做生意之人讲究积善行德，这次帮助大家就当是积个善德了。您就是活菩萨呀！我替全村感谢您的大恩大德。都起来吧，你们快点好起来，也不算辜负我们的一片好心。雷二看了看王爷，又看了看王妃，京城内传说中的活阎王跟现在村民口中的活菩萨是一对儿。沈大夫他们回来了，药材准备齐了。百里玉也从马背后面拿出2袋包袱，唐希洛嗅了嗅鼻子，有香味儿，好像是吃的。他买的药材，你买的什么？我想给大家买点有营养的，我们自己也要准备点干粮啊。老大，这是我特地给你带的叫花鸡，还热着呢，你快尝尝。唐希洛眼眸一亮，这让他怎么好意思当着村民的面吃？都快干活去。沈静北连忙去熬药，百里玉连忙去给大家分食物，而唐希洛也悄咪咪地上了马车。他要吃独食叫花鸡，刚撕下一个鸡腿，马车门帘被掀开。哎呦，你要进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回自己的马车还需要禀报一声？这也是我的马车，而且是我先坐在里面的，你进来得提前说一声吧。夫妻共同财产，懂不懂？你这个古老的老古董。提前说一声，然后给你藏毒食的时间。被拆穿了，唐希洛尴尬地笑了2声，紧接着也无所谓了，破罐子破摔，叫花鸡也不准备藏起来了，他撕下鸡腿就吃了起来。你要不要吃点？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唐希洛撇嘴，他是怎么做到脸皮这么厚的？还脸不红心不跳，他难道不知道客气下这个词吗？味道也不怎么样，就一般般。既然味道不怎么样，那就麻烦您出去跟大家吃大锅饭去。将就一下，也还是可以下咽的。唐希洛翻了一个白眼儿，然后大方地撕下一个鸡腿递过去。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真给我？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吃饱喝足之后，他还特意擦了擦嘴角，然后才带着点心虚走出去。大家都在吃百里玉分发的食物，沈静北还在熬药，熬药的时间有些长，大家吃过食物1个多时辰之后才能喝上药。我去周围转转。我陪你去走走。嘿，我也要去。嘿，你去什么去？给我在这里添火加柴。喂，这么多侍卫，还需要我来？他们需要保护箱子，没时间。行，小爷我欠你的。哎，刚刚你买那些吃的，谁给的银子？我陪你去买药材，保护你一路，你给我点吃的怎么了？你俩闭嘴，再吵你俩就去领罚。2人一听，顿时安静了下来。夫人，我带您2位出去转转吧，我熟悉路，也能帮您避开野兽，晚上山里虫兽多呀。战景晨点了点头，于是村长跟另外2名青年跟着带路。唐希洛看着这林子，还别说，林子很深，走迷路了可能就回不去了。突然他眼眸一亮，前面那是什么？甘蔗吗？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哎，大家快过来看啊！夫人，这是什么呀？这个叫蔗，你们想起来了吗？这就是树林里面一种奇怪的树啊，大家都叫它树竹。你们难道就没有好奇过这个树？我们以前会砍回去烧柴火，但这个砍断之后有些粘手，烧火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没管它了。乐乐，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认识？这个可是好东西，是村子里的希望。这个树竹是村子里的希望，难道它是药材，可以给我们解毒？这东西可好吃啦！这东西能让你们发家致富，成为附近县的首富都不足为奇。要是量多的话，甚至可以富甲一方。唐希洛则是想着，这个时代的糖好像还挺贵的，物以稀为贵，而甘蔗就正好可以制糖。也走了这么久了，我们回去休息吧。都开始累得说胡话了。别着急，现在是晚上，不宜行动，明日便把这些带回去。村民们半信半疑的带着大家原路返回了。回到村门口，大家快趁热喝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喝的什么好东西呢，村民们却一点嫌苦的意思都没有，抱着竹筒杯子就咕咚咕咚大口喝了起来。
大家早点休息吧，明日早点来村门口喝药。再喝一次，毒素轻点的就能解了，毒素重一点的，明日中午多喝一次，也都能解了。村民回村休息之后，大家也都原地驻扎，简单的休息一下。今夜委屈你了。没事啊，帮助村民也是我心甘情愿的。你明日打算用树竹做什么？山人自有妙计。哎呀，快休息吧，明日你自然就知道了。战景晨叹了口气，被他的笑容逗笑了。他哪里有半点京城贵女的形象，张着血盆大口，恨不得一口牙全都展现出来。你以后少笑一点。唐希洛脸色一变，瞬间垮起个小脸。你挂树上睡去。你赶本王走？不，我请你出去。这也是本王的马车。哼，随你。突然小姑娘猛地抬头，一惊一乍的吓了战景晨一跳。你又做什么？你说我拿多少分成合适呢？要是甘蔗制红糖真的让他们发家了，自己这个方法创始人怎么说也得分一点智慧配方的分红吧。分红就是分润，赚了银子给我分一点。哎，我拿多少合适啊？3-7分还是2-8分？你考虑的是不是有点长远了？他还真的指望那树竹发家致富啊？你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呗？你觉得你自己可信吗？好，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以后这就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没权利过问的。以后和离了，谁也别占谁的便宜。当然了，自己占点便宜问题不大。属于你私人的。看着唐希洛如此高兴激动的样子，战景晨心想，如果到时候没有达到他期待的效果，那自己就自掏腰包让他高兴一下。所以我拿多少合适呢？3-7分，不过分。确实不过分，毕竟没有我，大家什么也不知道。其实我5分也是很公平的。你已经初步掌握了资本家的习性。资本家？你是10万个为什么嘛？解释久了我也会累的好吗？你怎么就不能顺着单个字猜猜意思呢？哪怕是文言文，他也能顺着意思蒙对几个吧。一口气吐槽完，他整个人都顺畅了。结果一抬眼，看见男人不明的眼神。资本家就是商贩老板，商贩老板就商贩老板，你为什么还要自创一套说法？你是打算自创一套语言，然后另开一国？你给我出去！战景晨刚出来就对上了2双不灵不灵的大眼睛。哎，我说哥，被嫂子赶出来了。家主，你这是说什么了？惹老大如此生气啊？你俩想知道？我们想知道。那你们自己进去问啊。唐希洛也非常无语，分红的事情他也懒得想了，随便拿个2成吧，主要还是想帮助村民们发展，钱对于自己而言那都是小事。第二天一早，老伯让人去砍一些那种树竹回来，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嘿，我说嫂子，你还指望他发家致富？都别说话，我要开始干活了。只见他对着甘蔗一节一节地砍断削皮，然后放进了几个大槽内，让侍卫们用力地拿锤子砸碎榨汁。唐希洛将2碗多的汁水倒入了锅里，唐希洛拿起勺子，不停地在锅里面搅动着，锅内的汁水也逐渐粘稠起来。战景晨静静地看着小姑娘，此刻她全身散发着光芒，她总能隔3差5地给自己惊喜。给我拿一瓢冷水过来。然后大家就看见她把冷水慢慢的、试探性的一点点的往下倒，紧接着大家就看见锅内的东西慢慢开始凝固了。直到半个小时之后，唐希洛打开了碗上的盖子，里面一块8丈左右大小的红糖成功了。尝尝。又给周围的人都掰下来一点点尝尝，他们尝进嘴里的那一刻，都纷纷瞳孔放大，都被这巨大的惊喜给狠狠的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这不是糖的甜味吗？还真是糖味儿啊！这真的是糖？那是当然。老大，这比我吃过的白糖更加好吃。这算什么？我这只是小试牛刀罢了，要是仔细弄，肯定更好吃。你是怎么得知这个可以治糖？那当然是本小姐博学多才啊，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很厉害。分美了，大家要是想吃就自己做吧。我们可以自己制作。夫人，您就这样毫无保留的把方法传授给我们了。可是我们没有买配方的银子。不需要你们买配方的银子，不过你们以后赚了银子，咱们得2-8分。
没问题，我们拿2成就足以生存了。多谢夫人倾囊相助，你们的恩情我们永生难忘。哎呀，不是你们拿2，是我拿2。树竹是野生的，又不是我个人的，以后还会靠大家自己种植培养制作。我这个白拿银子的，怎么还好意思拿8呢？这怎么行啊？这不行！要不是您，这树竹也毫无用处，谁能知道这么多呀？你别光顾着看戏，倒是说句话呀！大家不是占便宜，你们发展好自己，以后可能还得找大家帮忙呢。大家都是互帮互助的，以后咱们遇事儿，说不定还麻烦大家呢。那好，以后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尽管跟我们开口，我们一定在所不辞。说通了之后，唐希洛就开始教大家该如何制作红糖。刚刚只是简单做个示范，现在却是精益求精了。唐希洛舒心地笑了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里有一小片树竹，应该能大量种植。大家先别管树竹能不能长得肥大，先把数量给提上去啊。等以后生活得到了改善之后，再放精力去培养更好的树竹。多谢夫人提点。天还没亮呢。现在走正好，不用惊动大家。将近午时，战景晨抬手，原地休息。哎呀，终于停下来了。哎，待会儿我骑马。你会骑马？战景晨眯着眼，他早就发现小姑娘不对劲了，现在暴露的更多。他是在自己眼前毫不在意了吗？如此肆无忌惮。骑马而已，眼睛看看不就会了，这有何难？嫂子，你这会开玩笑？哎，你们这是在看不起我？待会儿我带你骑马。唐希洛没来得及回话，他脸色冷静道：“大家保持警惕，有情况。”雷三看向树上的雷二，夫人，您是不是过于紧张了？雷二对于探长这块很厉害的，请相信他。唐希洛拧眉，自从他的空间回归之后，他的五官灵敏度就大幅度的提升了。虽然现在这副身体比不上他上辈子，但也能赶上一半了。大概10几个人，武功应该不低。大家听他如此正经的说着，也不由得有些相信了。原地休息的也都纷纷警惕的站了起来。雷二听到他的提醒，眯着眼睛仔细观察，耳朵也仔细听着，果然听到了窸窸窣窣的轻功穿梭声。主子，他们向我们这边的方向来了，保护好夫人跟箱子。是。紧接着，12名黑衣人出现在眼前。你们是什么人？嘿，我们还没问你们呢，你们反问我们了。这里荒郊野岭，怎么可能会出现商贩？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发现了我们就必须死。你们讲不讲道理？明明是你们自己出现在我们跟前的，怎么说我们发现了你们呢？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死。唐希洛瞅了他们一眼，他们身上的气息不就是那天晚上客栈的刺客吗？居然还没有找到帅气盖，真是没用。我们不想多生事端，今日我们没看见你们，你们也没看见我们。哼，谁知道你们有什么目的？少废话，受死吧！12名黑衣人纷纷拿着剑冲了过来。唐希洛啧了一声，趁着混乱向一边的林子跑去。他是无辜的，他才懒得搅和进去。突然，一名黑衣人向远处躲着的唐希洛飞来。唐希洛一个机灵，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自信的。只见他一个闪身来到了刺客的身边，快速蹲下躲开了刺客的出刀，然后一个扫堂腿，趁着刺客躲避之际快速出刀，紧接着刺客肩膀就被短刀给刺伤了。若不是这副身体不是自己的，用着还不大习惯，自己还能发挥更快的速度。雷二，过来这边。战警陈脱身后就去护着唐希洛。别怕，先去树下等我。唐希洛不带一秒犹豫的，见他们跟侍卫拖住了所有的刺客，这才转身向林子深处躲去。派武功如此高强的12人来追杀，所以那个乞丐到底是什么身份？就在这时，突然一支箭向自己的方向射来，唐希洛大惊，连忙转身躲了过去，却不小心踩到了石子，崴了脚。我操！完蛋，又他妈要掉悬崖了！洛洛，老大！悬崖下，唐希洛紧紧地抓着藤蔓，他刚要进入空间时，听到了旁边窸窸窣窣的动静。什么人？什么人？恩人，把手给我。这几天你是生活在这里的？是的，你先在这等一会儿吧，上面很快就会没动静的。那些人就是冲你来的，而我的人是被无辜牵连的。恩人放心，刺客不是你们的对手。就算我们会胜，但也会伤亡惨重。你这个当事人却躲在底下看戏。
我没有武功，帮不了你们。什么叫帮不了我们？现在明明就是我们被迫帮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上去？我能给你们丰厚的报酬，但需要你们自己去拿。说说看。那个地方有大量的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军事家。采矿需要大规模，自己无权无势，无人脉无人力的，总不能靠自己一个人吧？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去。金矿？什么？哎，你小声点。真的是金矿？你不是说没兴趣吗？这怎么能一样？是真的，不过你不是说你不是军事家吗？谁会跟钱过不去？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不告诉你丈夫？他不差钱，这种东西先到先得。况且告诉了他，这金矿就不属于自己了。他肯定上报国家，那这些金矿就得进入国库了。哦，你跟你丈夫感情不好？唉，我跟他那点塑料情不铁吧。乞丐懵了，塑料情是个什么情？唐希洛意识到话题扯远了，连忙回归正题。你现在能带我去看看吗？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过去，但你的那些同伴肯定会下来找你。你确定不告诉他们自己平安？哎，不用说，说了金矿不就暴露了？那我还怎么死吞？随你，不过我得提醒你，金矿很多，你一个人是拿不完的。这是我的事儿，你少啰嗦，快点带路。你会写字吗？能。那你用树枝在这里写几个字，他们要是找到我，就在洞内等我。你不会写字？你在想什么呢？快写呀！乞丐点了点头，立马写下几个大字，然后带着他从洞内走。这些洞都是你挖的？很久以前挖的。所以那些追杀你的人都是因为金矿而来？有其他人发现了金矿？不全是，他们并不确定金矿是不是真的。不管是不是，他们都会追杀我。按理说是你丈夫他们救了我，我应该把消息告诉他们，来报答救命之恩才对。告诉我也一样啊，我以后不会亏待他们的。我能跟你们一起吗？你想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只是想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不想一直做乞丐，我能做的事情很多。你要是收留我的话，我以后肯定报答你。那我待会儿给你分几块黄金，你拿着黄金去置办田地，隐姓埋名安稳住下，不也是有落脚地了？行不通，只要我没死，他们会源源不断的派人来的。我知道你们身份不简单，你们出手，他们肯定查不到。我没有恶意，也不会暴露你们的。这事我决定不了，待会儿你问他吧。多谢。他相信那个男人会愿意收留自己的，自己有筹码可以跟他交换。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金矿前。这哪里是金矿，分明就是以前某位高人留下的宝藏啊！乞丐揉了揉眉心，没有告诉他这就是自己以前采好的。唐希洛顺手拿了几块，然后催促乞丐：我们快走吧。不支开他，自己不好把这小半山的黄金收入空间呢。你就拿这么点儿？以后有时间我会来拿的。你走前面。乞丐不疑有他，率先走到了前面。唐希洛悄咪咪地转身，对着黄金挥了挥手，移动的黄金立马消失不见。先出来的乞丐并不知道，里面的黄金已经被洗劫一空了。要不你还是再多拿一点吧。其他的不需要你操心了，你还是先操心如何躲避追杀吧。什么人？雷儿，是我。夫人，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老大，你没事就好，你吓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你……大家放心吧，我没事。你吓死我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那你就重新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呗。休要胡说八道。不是你自己先说的嘛。你不是妾啊？你在外面就是这样胡说八道的。我何时告诉你我是妾了？确实没说。你们怎么在一起？是我救了他，我发现他在悬崖壁上挂着，就把他带进了洞里。多谢了，上面的12名杀手已经全部处理干净。我不需要什么昂贵的报酬，我只想要跟随你们。这事不行，我隐姓埋名，抛头换面的跟着你们，绝对不会再有刺客。我本是富商之子，奈何家里兄弟众多，为了争夺财产，他们对我赶尽杀绝。乞丐看向战景晨，可以借一步说话吗？有什么悄悄话是我不能听的？乞丐该不会是同样的金矿消息利用了2次吧？他不是答应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吗？你们说他俩会说什么呢？谁知道呢？我才不稀罕知道。嫂子，你刚刚跟这个乞丐做什么去了？怎么写字让我们在此处等啊？没什么，下去探探路。夫人，需要下属再去探探路吗？
不用了，下面山路盘绕复杂，不如山上的路好走，走上面视野也广阔一些，更能辨别方向。我们即刻出发。那他给的赐名为雷十九，以后负责洛洛的个人安全。属下雷十九参见夫人，任何事任由夫人差遣。什么情况？怎么变成我的侍卫了？我的侍卫？是的，唯您的命令是从。洛洛，以后有什么事吩咐他去做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太弱了，保护不了我。这些都是暂时的。等你练成了绝世高手，我都7老80了，还有什么意义？属下只是中了软骨散，等毒解开，药效退散，武功还是能以一敌十的。唐希洛一改先前的嫌弃，眼眸放光地看向了战景晨。真给我当侍卫？那既然是我的侍卫，你就不能安排他任务，他只能有我这么一个主子，你也不准插手我的吩咐。好，听到了吧？以后你只能听我的，我才是老大。是。于是启程的一路上，唐希洛都是开心的。19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应该不会是黄金这回事吧？他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你就那么好奇，想要知道也不是不可以。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知道的。洛洛，我教你识字如何？不如何？我觉得文盲也挺好的。我们府内的每一个下人都识字，侍卫们也都识字。谁说的？小梅就肯定不识字。回去便让人教她。紧接着，战景晨拿出一本书来，放到了小姑娘的面前。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行吧。不一会儿，马车内就传来了念字的声音。主子，天色已暗，我们是否要停下？哎呀，都走了一天了，居然没有一个客栈。原地扎帐篷休息。我觉得这里不对劲。我知道。听说这里山匪特别多，还特别猖狂。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休息吧。不着急，按地图所绘，这里属于池县后山，一片荒凉，没有人烟，山匪很少回来。唐希洛看向外面，突然发现跟着他们的侍卫这会儿少了一大半。男人笑了笑，对他也没有隐瞒。先让他们去观察地形。县衙内，老爷，听说京里来人了。哦，消息可靠吗？只是有些道听途说，咱们京城的人并没有找到证据。不管是真是假，那些银子跟黄金都必须要藏好，不该让他们发现的都得给我藏好。是，老爷放心，绝对不会被发现。只不过这京城要是又派人来送赈灾银，那都是山匪干的，与本官有什么关系？这就写信提醒他们。远处树枝上，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京城有人透露我们的消息。虽然咱们离开的时候走的是后门，但也不是刻意的隐瞒。有些人想要知道，查一查便知道了。这正是我要看到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们不就藏得更深了吗？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明日该走大路，往正道进行。第二天清晨，大路两边埋伏着10几名糙汉。老大，你说朝廷是不是傻呀？每次都被劫，居然还在不停地给我们送银子，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吗？大当家的正愁县里面那帮穷鬼没什么家的。别说话，来人了，大家准备动手。哎，老大，这好像不是来赈灾的，好像是来做生意的。你是不是傻呀？被抢了2次了，还能继续光明正大的来送赈灾银，肯定是会乔装打扮。他们可真窝囊，我们以后是不是有机会称霸一方啊？动手！大姐，谁都不许动。我们就是个小商贩，没有多少钱财的。没多少银钱，那肯定是有几箱货物，只要有东西都必须交出来。兄弟们，把那些箱子都抢过来，我不相信箱子里是空的。哎，等一下，我们可是跟县官老爷合作生意的，你们也敢抢？不管他们是来送赈灾银子，还是真的来做生意，他们只要抢了就不会亏。于是山匪立刻跟侍卫们打成了一片，不一会儿，侍卫们就佯装打不过的样子，被纷纷打倒在地。山匪嚣张踹了一脚佯装倒地的雷二。切，就这也想跟我们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大哥，别跟他们啰嗦，直接杀了算了。杀什么杀？我们今日的目的是打劫，不是杀人。拿着箱子，我们走。直到山匪把几个箱子抬走，地上的侍卫们才纷纷地站起来。进入林子，找个隐蔽地休息。林内不宜扎帐篷，大家将就一下。哎，山匪内有你们的人？山匪内没有我们的人。竟然没有他们的人。但是刚刚一名山匪说要杀人的时候，为首那个明显犹豫了，难道他有其他的心思？山寨里，大当家的，我们回来了，我们把箱子成功抢回来了。这朝廷也真是富有啊，
咱们也是越抢越有啊！朝廷是不是傻呀？一次两次都被抢，居然还敢继续送，这就不怕再被抢吗？大当家的，这次的箱子可比前2次都多，这次肯定大赚一笔。你们去抢，伤亡多少，死亡多少？大当家的放心，这次没有一个人受伤。没有一人受伤，那些人呢？他们吓跑了。大哥，我总感觉事情不对劲儿啊，这实在太顺利了。你们确定是来送赈灾银的？他们说是来跟县官做生意的，但这箱子不像是做生意的啊。跟县官做生意？大哥，咱们该不会被利用了吧？我快去打开箱子一探究竟。要是这个狗屁县官敢骗老子，非烧了他不可。石头是石头，娘的，上当了，全他娘的是石头！他娘的，一群废物，被耍了！赶紧给县官通信，敢耍老子，要他好看！大哥别冲动，可能县官也不知此事。老子管他知不知情，这笔银子必须要他给填上。老子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来人，去传信。老爷，不好了，山里传来消息了。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好事。他们说给我们分几成啊？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山里那群野蛮土匪能抢到这么多银子？不是的，老爷，他们一分不给。什么？他们敢赖账，帮山匪太自以为是了。要不是本官，他们能像现在这样猖狂自在吗？再就想过河拆桥，做梦！老爷，您说会不会是他们不想分银子，想独吞，所以故意找的借口啊？这不可能啊！老爷，您先看信。但朝廷不可能拿假的来糊弄人，毕竟百姓们真的需要银子。这群王八居然敢跟本官耍花招，他们恐怕是忘了谁才是这里的王。老爷，您看最后那几行字，这帮胆大包天的土匪竟然还要本官倒贴他们的损失。老爷，他们不仅不分这次的银子，跟我们装傻就算了，居然还敢要我们倒贴给他们补偿，不如我们把他们……不可！他们这是算准了本官这个时候不敢给他们翻脸呢。老爷，那这怎么办啊？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按照他们说的去做，把地下室的黄金给他们送过去，暂时先稳住他们。要是他们真的抖出自己的事情，这肯定是要牵连九族的杀头大罪呀！抢的那些朝廷人呢？被他们抓回去了，还是都杀了？好像是他们抢了箱子之后就没再管那些人了。赶紧滚！骑兵主子已经打探到了黄金收藏地，你带着风二等人准备着，明晚趁乱行动。是，主子，真的黄金在路上了。哎，让我去吧，我还是第一次打劫呢。哼，你很喜欢打劫啊？谁喜欢打劫了？你才喜欢打劫。小爷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忍不住有些好奇罢了。很不错，你有做土匪的天赋啊。哼，我看你才不像好人。都闭嘴，你们今晚都去，不留活口。唐希洛听着他不留活口必须成功这样的字眼，觉得他才有做坏人的潜质。没想到你还挺熟练的。你就去，今晚去干你的老本行。别的人抢劫都是见者有份，我去就是干活。你能干什么活？能抓住山匪，还是能抬得起箱子？那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还是别去填论了吧，我就是一个弱医者，到时候打打杀杀的，还会成为你们的累赘。哼，你知道就好，到时候还得分人来保护你。我就是一个弱医者，还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你也去。别人不知道，自己可是清清楚楚。沈静北的武功还不错，就是人懒，仗着自己医者的身份装柔弱。哎，别呀，医者仁心啊！你让我去打打杀杀多不好啊！这万一山匪受伤了，你看我是救呢还是不救呢？不是吧？你还想着救山匪？你能在山匪刀下活着就很不错了。那我就不去了吧，我要留下来保护老大。你也去帮忙，我们人手不够。走吧，再不走就迟了。我安排侍卫保护你，你别乱走，我们去就回。你们快去吧。片刻之后，雷三站在原地愣住了，自己竟是被留下来保护王妃的那个侍卫。夫人，有事直说无妨。这抢劫什么滋味啊？感受是不是特别好啊？那得看抢到什么东西了，没抢到值钱的，就是白干一场。唐希洛看着他一脸遗憾又稀奇向往的表情，当即改变了决定。你想跟着他们去抢劫？没有，属下甘愿留下来保护夫人的安全。哎，
你是如何认识你主子的，还成了他的得力侍卫？属下从小就跟着主子了，当年属下还只是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幸能得到主子的赏识，不仅安排属下读书写字，还让人教属下习武。哦，原来如此。喂，有没有兴趣跟我干一票大的？什么？雷十九面无表情。属下负责跟着保护你。总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是不是当乞丐要比当他的侍卫轻松？那有多大？干他一票！道歉。操，谁的呀？夫人，你三思啊！唐希洛利索地从马车内拿出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包袱。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乔装打扮一下，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带你们。我们扮成稍微贫穷一点的村民就行了，只要你有点银子，就不会被山匪嫌弃。于是三人偷偷摸摸地离开了。暗处的暗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王妃他们打扮成这副模样，这是要去干什么？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们几个跟着去保护王妃，我俩去禀报王爷。站住！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哎呦，老子真是长见识了！你敢打劫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管你们是谁，识相的话把箱子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老子是猛虎寨的，你竟然在我们地盘打劫，我看你们是来送死的吧！唉，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们都必须把箱子给留下，否则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哼，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居然敢抢到我们头上！兄弟们，给我上！不惜一切代价拿箱子。眼看山匪已经落了下风，远处传来一道豪迈的女声：“都给老娘住手！”大小姐，您怎么来了？大哥来让我看看你们怎么回事，这么久了还没回寨。都是因为他们才耽搁了，他们胆大包天的，居然敢抢劫我们！抢劫抢到我们猛虎寨头上，有胆量！我看这位公子长得怪俊俏的，不如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吧。我保证你跟着我能吃香的喝辣的。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也真敢想！你整的也不赖，也一并给带回去。来人，把第一个、第二个男的给我绑了。你们想要打劫这几个箱子？废话！只要你俩跟着我回山寨，这几箱黄金就当是聘礼了。怎么样？就让这小白脸把聘礼送回去，你俩留下。可以，我同意。这主子啊，你什么意思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你把我老大放什么位置了？都给我闭嘴！他正好借此机会去山寨里探查情况，若能弄清山寨内部结构，一网打尽，也能省下不少麻烦。你把这几个箱子抬回去。知道了。你们考虑好了没有？考虑好了，我们走吧。你呢？考虑好了没有？小爷同意了。算你们识相。来人，把他们先绑起来，扔到柴房。林子的另一侧，大当家的，天色已晚，明早再来巡山吧。明早再来，老子们恐怕都被包围了。夫人，前方有情况。嘘，别出声。谁在那里装神弄鬼的？给老子滚出来！很快他们三人便被包围了。大半夜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说，谁派你们来的？唐希洛一副被惊醒的模样，仿佛被惊吓的小白兔一般软弱无力。你们是什么人？你问老子是什么人？老子从今天起就是你的夫君！老天开眼呐，让老子今晚遇到了好东西呀！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来人，把他们给老子绑起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把这个美人给老子绑过来！你们怎么也被抓来了？哎，不是让你们保护好老大的吗？你们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还全部被抓上来？你们俩又是怎么被抓过来的？不会真的打不过吧？老大，你也太小瞧我了吧！要不是他非得过来，我才不会跟着过来呢。压寨夫君，你兴致不错呀。压寨夫人，你不也一样？我来是有目的的。我来这儿也是有目的的。那就各做各的啊！你可别坏了我的好事儿。行，注意安全。现在不是应该想着怎么出去吗？嘿，主子说话哪有我们插嘴的道理？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得先想着怎么出去。你们不是有内力吗？你们武功深厚，稍微这么一震，这木牢不就被震开了？门口有2人守着，对面也有人站岗。既然不能从前面走，可以从后面走呀。老大真聪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出不去。主子，接下来有何吩咐？暂时没有吩咐，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大当家、二当家、大小姐，他们在里面怎么样？回禀大当家的，很安静，没闹。哼，还挺识趣的。拿钥匙开门。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我们又不是犯人。谁知道你们会不会逃跑？
我一个乞丐能往哪儿跑？我在这里能吃饱饭，逃出去还不一定能吃饱饭呢。行，看在你是老子压寨夫人的份上，出去吧。来人，将夫人带去西边的客房，老子今天没兴趣洞房。县官的事情，假黄金的事情都让他烦躁，他必须得好好的理一理才行。那就多谢大当家了。那我那2位哥哥，你别得寸进尺啊！我们山寨哪来那么多客房？给你们吃的就不错了，还想睡得好？本小姐看牢房就挺好的，破乞丐还挑。唐希洛回看了一眼雷3跟雷19，一副我已经尽力的模样。行吧。大哥，我的人也要去客房，我的夫君怎么能在牢里？他们大男人的能睡木质牢房就已经很好了。他们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跟你们皮糙肉厚可不一样。我累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把他们俩带去客房吧。大小姐，现在本小姐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不敢不敢，照我的吩咐去办，有什么事叫他来找我。谁？是我。老大，还有我。你俩可以啊，居然把那个女山匪迷得昏头转向。你也不错。本姑娘天生丽质，你有意见？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有夫之妇。你不也是有妇之夫吗？我们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后日。山寨某处，路边站岗的某位山匪静静地看着客房的方向，他眼眶不断的泛红，激动的整个人都在颤抖。他没有看错，刚刚走过去的那个人就是老大。老大也穿越过来了，太好了，终于又能见到老大了。第2日清早，你干什么去？大当家的让小的给里面去送点吃的，别将人给饿死了。唐希洛在门口出现动静的时候，便警惕地睁开了眼。送早膳的。进来，早膳已送到，你为何还不离开？大当家的吩咐，看着你吃完再离开。你的声音跟我的故人有几分相似。敢问姑娘贵姓？唐希洛。是老大，真的是老大，老大也穿越过来了，太好了。老大，是你吗？小黎，你是小黎？老大，真的是你，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姐我福大命大，没死成。不过你怎么在这儿？哎，我不是把你扔到崖上了吗？姐，你都掉下悬崖了，我还有活着的意思吗？我绝不独活。所以我好不容易把你扔到悬崖上，你自己又跳下来了。姐，你知道的，就算我活着回组织了，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所以你就自己跳下来了？老娘牺牲自己也要救你，没想到你居然还主动往下跳。谁说你活着要回组织了？你完全可以改头换面，重新生活。姐，我本就是孤儿，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那你怎么穿越过来的？我当日跳下去之后，一道强烈的白光把我带到了这里，没想到莫名其妙的被迫带入了山寨当山匪。你是连着身体带灵魂一起穿越的？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跟我不是一样的吗？还是原来的模样，还是原来的姓名啊？不是，说来巧合，我现在这副身体是当朝将军府嫡出2小姐的，她的模样跟名字跟我一模一样。老大，你觉得会如此巧合吗？我不相信，但没有办法证明这是巧合还是阴谋，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说那些了，我们俩能在这里遇见已经很幸运了。我誓死保护老大，不过你明明是将军府2小姐，外面那些人怎么说你是乞丐？唐希洛嘴角抽了抽，然后把自己的计划全说了出来。老大，你结婚了，还是古代王爷？对啊，就很离谱。真是委屈你了，古代3妻4妾，这王爷要钱有钱，要权有权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等我跟你回去之后，便把他后院的女人全杀了，他娶一个我便杀一个。他后院只有我一人，你想杀也没有。哎，送饭的，进去这么久怎么还不出来？快点的！老大，今晚我便想办法带你去后院库房。你快出去吧，免得他们起疑心。小黎笑着离开后，唐希洛才开心地吃起饭来。正准备开吃时，隔壁的幕墙被敲响。老大，你在吃什么？好香啊！怎么没人来给我们送早餐呢？你们能想办法过来吗？要是能过来的话，就一起吃点。真的吗？我们这就想办法过来。嘿嘿，老大早啊！战景晨看了那一桌子的食物，眉色暗了暗。别客气，随便吃。老大，你今天有点反常。哪里反常？老大，你今天变得特别大方。特殊时期特殊对待，难不成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饿死啊？吃吧，少废话，吃饱了回你们自己的屋里去。战景晨平静地站在一边，并没有动作。你想当门神？谁送过来的？你在这里有熟人？小姑娘在将军府长大，恐怕京城都没有出过，怎么可能会认识山匪的人呢？
战景晨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轻松地承认了他的秘密，真是越深究越多，但也更加能够确定他不是原本的将军府二小姐。唐希洛此刻正绞尽脑汁地想着合理的借口给小黎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自己什么时间认识他的呢？然而等了半晌也没有听到男人的问话。没了，不问了。老大，你太厉害了吧，居然还认识山匪。呵呵，是的。唐希洛觉得一个两个的都有些怪怪的，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疑惑吗？能让你认识的那个人弄到山寨不妨图吗？事后有赏。能。吃饱喝足之后，战景晨跟百里玉回到自己的屋子。很快，小黎装作巡逻的走了进来。老大，这是整个山寨的布局图，我需要怎么做？何时动手？今晚便动手，你什么都不用做，保护好自己。动手之后，我们立刻离开。小黎出去前，唐希洛给他拿了2把枪。老大，你找到佛珠了？他有空间的事儿，也只有他们2人知道。在这里的一个和尚手里拿到的。老大，你注意安全，二当家的比大当家的难糊弄。我知道了。小黎离开之前，眼神瞥了一眼房梁，他刚走，房梁上就跳下来2道身影。啊，他也叫你老大？你们认识多久了？20多年了吧。老大，你自己都还没有20岁呢，怎么跟他认识20多年啊？唐希洛勾了勾唇，并没有作答，自己也没有打算再瞒着战景晨了。不出意外，他应该是看出了点什么。今晚动手，我不想拖到明天成亲。我也正有此意，沈京北那边已经妥当了，我们也就不必拖延时间了。池县县府，老爷不好了，不好了！老爷不好了，不好了！何事慌慌张张？老爷，大事不好了，朝廷的人真的来了。你说什么？朝廷真的来人了？他们已经在大街上了，这会儿现在正在做什么？现在正在大街给平民百姓发黄金银两呢。他们不是被山匪给抢了吗？还哪来的黄金银两？老爷，这都不足以害怕，让人害怕的是那箱子的印是咱们官府的标记，那是咱们送给山匪的。县官一听，两眼一黑，差点没晕死过去。公子有何吩咐？你想办法，今晚就派人去把县官府内私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拿百姓这些年被压榨的、朝廷抢的，先别动。书房内，老爷还没到最后一步呢，您先打起精神来。就算没到最后一步，但也差不多了，迟早的事。老爷，您别自己吓自己，要是他们真发现了什么端倪，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态度。我们官府抬出去的箱子在他们手上，你觉得他们会不知道？你快去拿笔墨来，今晚就派人去一趟山寨，告诉他们陈王来了，看他们如何处理。山寨内，小黎身穿一袭黑衣，偷摸进入了房间里。老大，现在行动吗？老大，现在行动吗？你去路口等我便好。姐，我要跟你一起去，我比你清楚布局，我带着你更加方便。你快换衣服，我出去等你啊，抓紧时间。隔壁房间，主子，我们的人已经安排妥当，何时动手？再等片刻，听见后院2哨声响起，便动手。此刻小姑娘应该已经行动了，等她完成之后，他们再动手，以免伤到了小姑娘。后院安静的可怕，却灯火通明。大当家有令，明日大当家跟大小姐各自成亲，库房调出1半人手去前院布置。1半人手离开之后，唐希洛直接取出细如白线的银针射了出去，一瞬间，山匪就悄无声息地倒下了一大半。不到片刻的功夫，后院山匪便全部被解决掉了。老大，抓紧时间！唐希洛进入库房，被眼前的金光狠狠地震惊住了，但他还是动作迅速的大手一挥，库房瞬间一片漆黑。他甚至连旁边的粮食仓库也没有放过。哨声响起，其他山匪也听到了库房里的声音，赶过来一看，空荡荡的一片。怎么回事？什么响声？大当家的不好了，库房失窃了，粮仓也空荡荡一片。大当家的，山寨四周失火，我们山寨被火包围了。那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灭火！其余人给我去仔细搜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陌生人离开。大小姐不好了，您快出来啊！何事大惊小怪的？哪里不好了？他刚怒气转身去骂人，就看见唐希洛双手抱臂，笑容满面地看着他。你怎么在这儿？谁放你过来的？我自己走过来的喽。来人，给本小姐把她绑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过来了。你做了什么？这里可是山寨，你如此嚣张，不想活了？这是本小姐的东西，你也敢看？当心本小姐让人挖了你的狗眼！我不仅要看，我还要抢呢！别以为大哥看上你，你就能够在本小姐面前耀武扬威。你今日之事，
大哥不会放过你的。他都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得上你？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呀，就是山寨失窃又着火了而已。你当百小姐是死的？你也可以是死的。啊！我要杀了你！又是2根银针闪过，当着女山匪的面儿，他毫不客气地抱走了盒子。山寨四周火势越烧越大，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控制的地步。王妃还没有出来，他们约好了在此处等着，自己都出来了，他为何还没出来？回禀主子，属下去查探过，仓库跟粮仓都被搬空，也没有见到过王妃。这既然已经搬空了，王妃应该早出来了才对啊！本王进去找。王爷不可。主子三思啊！大火已经将山寨烧得差不多了，你现在进去恐怕难以再出来，会有生命危险的。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女人的安危。老大，我们出来了。唐希洛刚爬出来，就对上了外面一圈人的眼神。你们围在这儿做什么？老大，你没事就好，吓死我们了。没事就好。介绍一下，这是小黎，是我的弟弟。哎，老大，你哪个弟弟啊？如此蠢，怎么好意思喊姐姐老大？我自己认的弟弟。小黎，过来喊人。姐夫。你要做的完成了吗？人抓住了，只是还需审问一些时间。人是抓住了，但没有找到他跟县官勾结的证据。小黎这时从兜里拿出了一叠又一叠的纸张，这是土匪头子跟县官来往的书信，还有县官欺压百姓送来的粮食跟珠宝册子，这些年多的是罪证，应该都在里面。太好了，这下省事多了。老大的弟弟简直跟老大一样聪明厉害。小黎却在众人眼巴巴的视线下，将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唐希洛。战景晨也皱了皱眉头，自己就在他眼前，狼崽子却多此一举的把证据给了唐希洛。多谢小黎了。唐希洛接手之后，又反手把证据给了战景晨。真是好大的胆子。他们一心一意的为民着想，这些狗官却阳奉阴违，欺压百姓，真是寒透了百姓们的心。我们走吧，天亮应该正好赶到县内。备马车。用不着，我能骑马。本王是用来拖黄金的，你以为呢？你哪来的黄金要运？黄金都进了自己的空间4库了，他不会暗示自己交出黄金吧？爱妃不是早已准备妥当了吗？爱妃此举为大功，回京之后，皇上定重重有赏。百姓的银钱动不得，但回去之后抓几个贪官，家产冲入国库，再由皇上赏给他，那意义就不一样了。主子，马车已经准备妥当，黄金……唐希洛捏了捏拳头，这是赶鸭子上架了。我跟小黎进去吧，你们在此处等着。暗道内，唐希洛一脸不舍地将黄金移出了空间。老大，不如我们就走了吧。再等等吧，京城还有我在意的人。禀报主子，所有箱子都已安置妥当。出发。小黎，你日后可有什么打算？跟着老大，保护老大。可有点你自己的喜好。赚银子，赚很多很多的钱。挺好挺好，小孩子前途无量呀。小孩子前途无量呀，姐姐看好你，启动金给你出了。多谢姐姐，到时候给你算分红。听到陌生又熟悉的字眼，又是分红。上次在那个村儿，他也说到了分红，还以为是他自创的一套语言体系。现在这个小狼崽子自然而然的就说出了分红，说明他俩就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既然这样，本王手里有几家铺子，送与你打理，当做见面礼了。多谢姐夫。不必客气。县官府，这为何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信？老爷，再等等吧。再等就天亮了，如何行动啊？县官刚拿着包袱走出大门。哎呦，县官这是要去哪儿啊？马车内，唐希洛见2个人，一人看着一边的车窗外，很是无奈。你们？2人纷纷抬头看过来，认真的等着他说下一句。没事了，你们继续看风景吧。这2天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到了我叫你。算了吧。百里玉骑着马，时不时的回头瞥一眼马车，内心还在无比的疑惑。老大是怎么认识那个少年的？一个在京城，一个远在池县山寨，他俩怎么认识的呢？而且看着还挺熟的模样。天刚亮，百姓们就自觉地站在县门口，等着王爷的到来。王爷王妃驾到！百姓们纷纷行跪拜礼。都起来吧。谢王爷，王爷，草民有事要报。不着急，大家先领完这些粮食跟银钱。大家快看，马车后面被绑的不是山匪头子吗？真的，这就是山匪大当家的。太好了，苍天有眼啊！王爷千岁，千岁，千岁！
本王知道大家要说什么，山寨昨晚已被烧毁，从此大家不必再受山贼欺压。这时，只见沈静北绑着县官，压着他向这边走过来。县官被抓住了，县官这是被查出来了，太好了！王爷饶命啊！下官是被猪油蒙了心，这一切都是山匪的主意啊！你勾结山匪，欺压百姓，贪污银钱，还敢跟山匪联手抢劫3次朝廷赈灾营，简直死不足惜。王爷，这都是山匪逼我的！你他娘的放屁！要不是你通风报信，老子哪里会知道那么多消息？本王还不瞎，你还不认罪？最后，县官跟山匪头子当日便被判了死刑，3日后在本县内问斩，全家流放。老管家跟其余的山匪也被押入了大牢，秋后问斩。回去的路上，唐希洛一直在睡觉。你跟老大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里认识的？梦里。回去的路上还算顺利，短短几天便回了京城。这是我弟弟小黎。他也叫小黎，离开的离。我要改名。好。跟我姓吧，名字你自己想。小姐，这不是小事，要不还是回去跟老爷商量一下吧。世上就他一家才能姓唐熙，还得经过他的同意。哎呀，好了，刚回来别说那些烦人的。你让管家给小公子安排一间屋子住下，对外声称就是王爷的下属就行。是。小姐，您不在京城的这些日子，将军府发生大事了。什么大事？说来听听。小姐，三小姐被提前接回将军府了。您不在京城，林夫人一直在老爷耳边吹耳边风，所以三小姐就被接回来了。而且什么？还有什么就直说呀。将军前段日子去了太傅府，知道了您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很是生气。现在您回来了，将军应该会来王府找您。找我算账？小姐您别怕，如今你已经是王妃了，将军就是生气也不能轻易责罚您的。原神真会找麻烦呢，自己都来了好几个月了，这烂摊子竟然还没有给他收拾完。小黎，你给我说说太傅府的事情，我以前都做了什么啊？时间太久，我有些忘了。小姐，太傅是您外祖父，您亲生母亲的亲生父亲啊。这个就不必说了，我知道。小黎一顿，然后把原主以前如何听信林氏的话，把自己亲外祖父一家得罪了干净，如今已经不相往来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小姐，这些都是林夫人从中挑拨，也不能全怪你啊。将军前些日子去太傅府，想要请一位礼仪嬷嬷来教大小姐，却被赶了出来，所以将军府全都知道了。小姐，接下来怎么办啊？凉拌呗。什么是凉拌？没什么，改日天气好，给你们见识见识。今日天气阴沉，不适合吃凉拌。小姐，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急什么？晚上，战景晨带着一大堆的赏赐回来了。此次任务圆满完成，皇上赏赐了一些银两。此次任务我也有参与，也算是帮了不小的忙。那这个赏赐，我是不是也有份啊？都是你的，我已经让人抬进你的院子了。都给我啊！本就是你的。我的赏用来帮助那个村民了，皇上已经下旨给他们证明赐户了，你我本就是夫妻。话未说完，就听见女孩一脸肉疼的声音：“把赏赐分给一半的村民吧。”依你，那剩下的……剩下的给小黎，这次他也有功。洛洛，小黎他毕竟是个男子，跟我们同住，难免会有人说闲话。我知道，小黎只是赞助而已，等他几间铺子开张了，他会另有打算的。我不是嫌弃那小子的意思。所以你想说什么？这小子肯定不会去将军府，又不能一直住王府，但王府隔壁有一处院子无人居住，要是他愿意的话，本王可以买下给他安家。唐希洛一怔，没想到战景晨会考虑的如此之多，还考虑得非常周到。多谢王爷了。不必客气，只是王爷有话不妨直说。母后派了眼线过来，他急着抱嫡孙。本王的意思是，能不能先跟你同住琉璃阁？有些事本王尊重你的意见，但母后她毕竟上了年纪。唐希洛这才松了口气，原来只是住进琉璃阁这么简单呐！可以，别说住进琉璃阁了，就是住进这间屋子都行。放心，本王睡外面隔间。唐希洛也没有拒绝，这做戏要做全套，
更何况这个男人在外面很给自己面子，晚上一夜好眠，一个在里间，一个在外间，门口毫不知情的2个守夜小丫鬟简直要高兴疯了。第二天清晨，小姐不好了，将军来王府了。来就来呗，应该是来找王爷的。王爷去早朝了，将军特地选了今日休沐。该来的总会来的。爹爹今日上门，所谓何事？这时候下属小黎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姐，我打算出门去看看铺子。别瞎叫，我可没有你这个儿子。你谁啊？谁要当你儿子？太自恋了吧！你叫我女儿姐，我女儿是你姐。小黎，你先坐下，这是我认的弟弟。我不同意。虽然你嫁入了王府，但唐熙府还是本将所主的。你不会以为我会赖上你们唐熙府吧？你认个弟弟可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的，这是需要经过2方家族的同意，然后还需要办入府的。用不着。小黎是孤儿，你来有什么事？听说你把唐熙月接回府了。唐熙大将军，没想到你也是言而无信之人啊。月儿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大姐姐也一样。这2年好好把关，要是她一直在外面的庄子，哼，一个光头也急着谈婚论嫁，谁敢娶她？爹，你又放心把她嫁给谁呢？爹会找偏方给她长头发的。洛洛，你能不能问问婶婶一样？不能，她自作自受，凭什么要麻烦我？你们姐妹几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大姐到了年龄都还未找到合适的婚配。大姐姐还未找到合适的婚配，也是林氏的失职。身为府内夫人，不为几个女儿操心，反而还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要我说，爹爹，你直接废了她，重新娶一个吧。这简直是胡闹！你这个逆女！哼，你那宝贝月儿就不是逆女，凭什么她犯了错就能轻而易举的先过不谈？你汗血宝马的尾巴长出来了吗？长得这么快，何不让你的月儿跟汗血宝马同吃同住，说不定也能快速长长头发了呢？你们月儿回来，本将也是罚跪祠堂的，谁说犯了错就能轻而易举的先过？没什么事，您就回去吧，等女儿有时间了，自然会回去看望您。你是如何惹你外祖父生气的？你几个舅舅跟堂哥都被你气得与我们家断绝来往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反正你府内的当家夫人也不是外祖父的女儿了，与唐熙府断绝来往也很正常啊。你现在的岳丈是林府，你这是在怨我？谁不怨你？是大姐姐不怨你，还是四妹妹五妹妹不怨你？你母亲离开，你们还小，我又被派去了边疆镇守，府内不能没有夫人呢。你母亲离开之时，我确实是想离开这里，去边疆报效祖国的，但你们还小，我如何舍得离开呀？但没想到上面还是下了圣旨，带着你们一起去，又怕你们吃不了那苦啊。既然你心悦我母亲，为何又能容得下别的女人？后面的女人一个接一个的。将军府不能只有一个儿子，你祖父祖母催得紧。大儿子跟大女儿是双胞胎，本应该是阖家欢乐的，但夫人第2胎生了个女儿之后，身子就大不如以前了。于是母亲就开始往他府内塞小妾，说什么都想多要几个孙子。没想到后面几个都是女儿，就在他以为爹娘歇了心思之后，他就能跟夫人好好过日子了，却没想到夫人撒手人寰了。你母亲若是还在，定是不想看到你跟外祖父家有隔阂的。所以你想说什么？为父带你去登门道歉，你当时还小，不懂事，犯了错也是情有可原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跟我去道个歉，你外祖父还是疼你的。行吧，我让小黎、小梅去准备礼品。2个时辰之后，太傅府大门口，王妃将军请回，我们老爷子老夫人说了，谁也不见。不见拉倒，爹，我们回去。你给我闭嘴！人家不见他，他也没办法，还不如各自安好，好好的过完一生呢。诚心最重要，这本就是你犯的错误。我承认我以前傻，但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要不是林氏从中作梗，我根本不会惹外祖父他们生气。今日没能进去，我明日再来吧。这小丫头越来越像妹妹了。是啊，跟她小时候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了。大哥，也不能全怪外甥女啊，要不是那个林氏，
哎，还好这小丫头醒悟的及时啊！看样子她已经完全看出林氏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以后啊，再也不会被林氏利用了。父亲怎么还不见人？可急死我了！你可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别给小外甥你帮倒忙。嗨，大哥，难道你不想跟俩外甥你坐下来好好聊聊？小外甥你如今的身份尊贵，父亲不会太过分的，放心吧。这更何况他老人家呀，比他们更希望一家团结。姐，处理妥了。唉，哪有那么简单？以前呀，可是把人给得罪狠了。这个原主真是可怜又可气。在这件事上，他帮不到姐姐，感觉自己很没有用。名字想的怎么样了？玉，我叫唐西玉。好，从今往后你就是唐西玉，小玉。谢谢姐。我们之间不必言谢，以后多赚银子孝敬你姐我就行了。王爷万福。其余人都先下去。听说你今日去太傅府了？没进得去。需要本王帮忙吗？不用啦，我自有打算。战景晨点着头，余光瞥了一眼身后跟着的臭小子。本王该如何称呼？唐西玉。唐西将军同意了？全世界的唐西姓都要经过他的同意不成？外界恐会拿来说事，这对小玉不利。那你说该如何？看你们怎么想。若想进将军府，还需要一番周折；若是不进，本王来安排。不进。听他的。王府旁边的院子无人居住，本王买下来送你，你另开一户为户主，我给银子，就当是给小玉见面礼了。谢谢姐，谢谢姐夫。不必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王府。你初来乍到，本王派人带你去街上熟悉熟悉。谢姐夫。两人都离开之后，他才软塌塌地窝在榻上。小姐，大小姐那边您去劝劝吧。发生了何事？林夫人给大小姐寻了一门亲事，是高府的二公子。高府户部员外郎，从6品官员，无论是家世还是能力，都比不上将军府。哼，真是岂有此理！林氏简直是活腻了。走，我们回去一趟。夫人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了，这会儿要是再退回去，外界肯定会传将军府仗势欺人。仗势欺人就仗势欺人呗，谁让我们有事呢？小姐，大家虽然心里都清楚这件事受委屈的是大小姐，但更多的人是想看将军府失势啊。走，我们回去一趟。唐希洛走进正厅，看着大厅内的几个箱子，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就是聘礼了吧？林氏，你好大的胆子！废话少说，休妻吧。林氏不足以担起当家主母的大任。爹爹，你别听他胡说，娘亲也是被逼无奈的，不能全怪娘亲啊。唐希月不懂规矩，以下犯上，冒犯本妃，掌嘴！娘亲，爹爹，救命！别打了，将军，救救女儿，快别打了！够了，还嫌府内不够乱吗？本妃说话还轮不上你们插嘴，再有下次赏板子。这几个箱子是怎么回事？林氏这才心里得意起来，这门亲事已经定了，他就是再不满意又能如何呢？王妃，这是高府给大小姐的聘礼，将军府终于又有添喜事了呢。是吗？既然如此，何不讲究一个双喜临门？将军府出门左拐猪肉铺，本妃瞧着是个好人家，月妹妹嫁过去应该是享福的，不愁吃肉。娘亲，我不要嫁给一个卖猪的。我是这府内夫人，你们姐妹几个的婚配是由我来安排。那我就把话给说明了，谁敢让我大姐姐嫁入高府，那就是跟我过不去。谁要是不想让我好过，我也绝对不会让他好过。这可如何是好？高家小门小户的，竟如此强词夺理，都已经把聘礼抬入府内，我们再退回去，难免会落人口舌。这里是将军府，若没有主人的同意，谁能进得来？父亲不在府内，林母亲你呢？唐熙静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他大步上前，上去就甩了林氏一巴掌。将军，你打我！你看你做的好事，你糊涂啊！果然是小门小户上不得台面。我看你这夫人的位置也趁早让出来。爹爹，你误会啊，你冤枉母亲了。母亲身体弱，甚至都没有来过正院，她又怎么会跟高家有来往？都给我闭嘴！现在给我一个能够解决此事的办法，否则谁也别想好过。林氏内心得意，事已至此还想解决，简直是做梦。把知道此事的人全杀了。雷十九都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小玉，这小子不愧被大家私底下称呼为狼崽子，够狠。林氏吓了一跳，他从这位少年的眼中看到了杀意，他是真的动了杀心了，不是说说而已。此举也不是不可，天知地知，我们府内人知，此事要是被谁泄露了出去，
胡闹，此事不审再提，别怪本将手下不留情。本妃没开玩笑，要死咱们一起死。大姐姐要是真的嫁入了高府，那我们谁也别想好过。疯了，你真的是疯了！你真的是疯了！你一个人会牵连上万条命啊！我一个人去死，还能拉这么多人陪葬，那我赚了呀！这件事你们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谁也别想好过。将军，他疯了，快杀了他！不能让他一个人牵连我们所有人啊！我看你是疯了，要死你先死！把剑给我放下！这里是将军府，不是你动刀动枪的地方。爹爹站着说话多累，坐。我如何坐得下来？我现在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要是还没有想出来办法，那就按我说的来。洛洛，你先回去，这事为父会给你跟大姐姐一个交代的。你能有什么交代？你要是能管好府内，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竟敢如此说爹爹！你不开口说话，本妃差点把你给忘了。话我就放在这儿了，大姐姐要嫁，那三妹妹必须也要嫁。本妃喜欢好事成双。林氏，从今往后就去祠堂吃斋念佛吧。将军，你不要听他的一面之词啊，妾身也是冤枉无辜的。是不是冤枉无辜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担好当家主母的担子。露露，算了吧，我累了，你陪我聊聊天吧。好。唐希洛陪着唐希柔离开之后，小玉跟雷十九也跟着离开。唐希静松了口气，这下有时间有精力审问林氏了。这些聘礼是经过你允许送进来的吗？我要听实话。爹爹，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如此偏心？母亲为了这个家费心又费力，到头来还惹了一身坏。你给我闭嘴！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道理？将军，妾身有罪，那一切的后果都让妾身一人来承担吧。妾身有罪，无脸面对将军跟柔儿。洛洛，姐姐这辈子算是到头了，这都是姐姐这些年攒下的，姐姐也用不上了。今天如今只想你好好的，这些你都拿去吧。唐希洛黑着脸，大姐姐这是想寻死。我不爱听些丧气话，姐姐，你别惹我生气。你先听我说。不听，我听不见。都说了交给我，你别担心了。哎呀，难不成你还真的灭了高家满门？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爹爹想想，更何况王爷那边。雷十九叹了口气，我倒是知道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怎么不早说啊？毕竟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但管用。如今选秀可破此局。闭嘴，别胡说八道。这不是从一个狼窝进入一个虎窝吗？甚至宫内更加的危险。要是嫁入高府，就是凭借自己的身份也能给大姐姐撑腰。但是入了后宫，自己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了。这简直比前者还要让人头痛。后宫有3000佳丽呀，比寻常男子3妻4妾还要多。他可不愿意让大姐姐进去吃那些苦。不行，绝对不行！唐希柔在他说完选秀那句话之后便沉默了，仿佛在沉思什么。唐希洛看到他的表情吓了一跳，连忙出声劝道：姐姐，你别胡思乱想，我会想到更好的办法。唐希柔的脑海中浮现出上一次去酒楼吃烤鸭的场面，想着想着，他的耳尖慢慢泛红，随后他眼神透露着坚定：我愿意。姐姐，你愿意什么？我愿意入宫选秀。姐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后宫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洛洛，我想好了，我要参加选秀。姐姐，你糊涂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甚至是你受了委屈，我跟爹爹都不能为你做主撑腰。洛洛，姐姐很高兴你如今能懂事体贴人了。待我入宫之后，你切莫再与爹爹发生争执，爹爹其实是偏心我们的。洛洛，答应我。姐姐，你别胡说八道。姐姐，能告诉我你是如何想的吗？现在就我们姐妹俩，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洛洛，我是愿意入宫的。因为上次在酒楼吗？是的。上次酒楼一别之后，他的脑海里时常闪过那抹身影。姐姐，一入宫门深似海，他后宫佳丽3000，你们的半日之交，他可能早都忘却脑后了。我不在意。恋爱脑是没有好下场的啊！恋爱脑？这是什么脑？脑袋怎么了？唐希洛欲言又止，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哪怕变成棋子你也不在意吗？这一次我想主动争取，可以吗？当然可以，人嘛就应该为自己而活。爹爹这边能同意吗？况且选秀不一定能选上。我想试一试，哪怕结果不如意，我也不后悔。别想那么多了，瞧你的眼眶都哭肿了，睡一会儿吧。看着姐姐入睡之后，他才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离开了。爹爹，是爹爹对不住你们姐妹俩呀。事已至此，再说其他的也没有用了。
入宫选秀可破此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爹爹是想着姐姐嫁入高府后能照顾到姐姐，姐姐在唐熙府内，在自家你都照顾不到，更何况姐姐嫁出去了。与其嫁那么一个窝囊烂泥丈夫，还不如嫁这天下的九五之尊，你护不住，我来护。你姐姐她同意这件事吗？姐姐说她愿意。容我再想想。那您就继续想吧，我回王府了。妾身给王爷请安。起来吧。谢王爷，王爷可曾用膳？他就说这女人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有理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她肯定是有求于自己。你来所谓何事？没事便退下吧，本王很忙。妾身只是想关心一下王爷。过时不候。妾身确实是有事相求，但主要还是担心王爷的身体健康。何事？皇上何时选秀？选秀名单里有谁？可否加上妾身大姐姐的名字？我爹爹身为镇远大将军，大姐姐又是嫡长女，入宫应该是够格的。王爷到底行不行啊？这便是你求人的态度。哎呀，为了大姐姐他忍，这又是送吃的，又是给她按摩的，连他平时最不屑的夹子音都出来了，他居然还不满意。战景晨只是内心好奇，这个小姑娘到底能打破底线做到哪一步？夫君不是说过吗？夫妻本是一体，那妾身的事不就是王爷的事？可是出了什么事？临时给大姐姐定亲事，是高府的二公子。战景晨眸色暗了暗，他起了逗弄的心思。皇上可没有夺人妻的嗜好。谁是人妻？他高府二蠢才也配娶到妻？王爷还是谨言慎行些好。战景晨慌了，一不小心斗过火了，人生气了，这该怎么哄？他也没有哄过小姑娘啊。洛洛。战景晨以为小姑娘生气了，唐希洛也以为男人生气了。你先说。对不住，是我说错了话，你别生气。我也有错，不该跟你大喊。皇上确实准备选秀了，但你姐姐那边能愿意吗？大姐姐愿意的，总比嫁给高府二猪强。王爷能帮帮妾身的大姐姐吗？妾身这辈子就这么一位亲姐姐。你大姐姐要是入宫，应该是不会有太高的分位。他们一家的权势已经很可以了，要是女儿入宫还得宠，那前朝后宫都会有言论。咱们当今圣上是靠女人稳固地位的吗？不是，这只是暂时的。这不就行了？战景晨叹了口气，如此执着，那便应了他吧。左右是自己多谋划几步而已。好，此事就交给本王吧。多谢王爷。雷儿，备马车进宫。什么？皇兄，您没跟朕开玩笑吧？这不道德呀！人家高府都给聘礼了，自己后脚就给人家纳入后宫，这跟抢臣子的妻子有什么区别？你现在就写啊？写什么？写选秀名单，时间写前日的。皇兄，这些可都是要载入史册的，我怎么敢乱写呀？史官那边……你不必忧虑过多，我自有安排。史官那边是你的人，皇上高估臣了。哦，还不说实话？切，嫂子能同意她大姐姐入宫？好，我写。娘亲您别气了，爹爹只是一时生气而已，等爹爹消气了，肯定会为你解除禁足的。都怪那两个小贱人，我看他们还能得意几时？母亲这一步棋实在是高，说不定能一举两得，让他们姐妹俩都无法翻身。为娘现在最操心的就是你了。女儿怀疑这是唐希洛做的，他在报复我，给他推下堂里。他比他那个短命的娘要命硬多了，但那又如何？还不是被本夫人踩在脚下。月儿，为娘打听到皇上要选秀了，你要入宫吗？此事当真？娘亲，你打听的消息靠谱吗？千真万确。女儿愿意，我实在太愿意了。娘亲，如何才能进宫选秀？晚上我会想办法把将军忽悠过来商量此事。唐熙府3位已经籍贯的女儿，大女儿已经许给了高府，二女儿也嫁入了王府，那不就只有自己的女儿能进宫了吗？要是女儿能争个高位，生个皇子，那就是为府争光啊！将军不会不同意的，他仿佛已经看见往后自己的风光了。妾身参见王爷。怎么在门口站着？受寒了怎么办？王爷，如何了？进去再说。王爷辛苦了，快喝口热茶暖暖身子。事情办妥了，明日便有人去将军府通知。太好了，多谢王爷。这男人不仅为小玉的事情操心，还要心甘情愿地为他大姐姐的事情忙活。自己要是再看不出来他的心思，那自己就太蠢了。他承认自己是有点心动的，但这点心动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还需要再观察一些时日。我说过，
我们之间不必演戏。夜幕降临，洛洛这是在看什么书？竟看得如此有趣。不是什么有趣的书。洛洛跟本王分享一下。妾身有些困了，就先去歇了。王爷也早点睡吧。说完，逃跑似的溜走了。不一会儿，他就熄灭了屋内的灯，一个在屏风里面，一个在屏风外面。唐希洛把画本子塞在枕头底下，心里痒痒的。不看完关键时刻，他实在是难以入睡。这么久过去了，也不知道狗男人睡着了没有。而他坐起来的那一刻，战景晨立即闭上了眼睛，呼吸匀速而平缓。唐希洛轻手轻脚地穿上鞋，然后把画本子塞进怀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小姐，你怎么这时候出来了？有事儿唤奴婢进去呀。夜里风凉，万一您吹风受寒了怎么办？嘘，你的眼神吵到我了啊，小姐。夜里凉，快去被窝里睡着吧。去亮一盏油灯过来。唐希洛乐滋滋地把画本子摊开放在桌面上，让两个小姑娘一左一右坐在自己的身边。别害怕，待我看完这精彩的几章后我就回去。唐希洛看得津津有味，全然不知偏殿门口站满了人。王爷此刻好可怕呀！王妃只能自求多福了。这位公子当真有那么好看？应当是好看的。那肯定好看啊。门外，战景晨的脸色阴沉，他们三个大晚上不睡觉，居然在讨论别家的公子。小姐，这位公子为何离家出走也要选择私奔啊？这就是爱的魅力。这还了得，竟然还想着私奔，难怪他平日里一副冷清疏离的模样，原来早已心有所属。那他一开始为何要来招惹自己，甚至还不惜给自己下药？哇哦，这公子也太有魅力了吧！发现了，要被发现了！这位公子要是知道女子身份，还会带她走吗？门外众人震惊，王妃竟然还没有告诉人家她的身份。应该会带她走，毕竟是真爱。真正的爱一个人，不会在意他是什么身份的。战景晨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倒是要看看谁敢带他走。他一脚踹开了房门。参见王爷。妾身参见王爷。妾身参见王爷。王爷，你怎么来了？本王让你起身了吗？竟然还问自己怎么来了，是不是自己不来，他就能计划私奔了？休想！你吃炸药了？府内禁止看画本子。已经快要气炸了的战景晨这才看到了桌上的书，发怒发到一半，结果发现误会了。没有吧，王府什么时候说不允许看画本子？那你们这是在闹什么？天色不早了，都退下吧，跟我回房，带上你的书。王爷，您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这不是有点心事睡不着吗？藏的什么书？拿出来。怎么要本王搜身？看吧，不就是个画本子吗？战景晨转眸扫了一眼书名，整个人都愣住了。你喜欢这样的男子？你喜欢画本子里的这种男人？哎呀，看着打发时间的画本而已，现实中又怎会出现呢？更何况王爷比他强上千万倍，妾身更加喜欢王爷这种男子。明知道他嘴里没有一句真话，但还是忍不住的高兴。时候不早了，休息去，以后少看这些。王爷也早些休息。你来做什么？禁足期间竟敢擅自离院？将军，妾身也是有要事相谈，不得已才出院的。既然身体不适，就不要出来瞎转。有什么事，等你养好了身体再来谈吧。将军，现在不说，以后就迟了。哦，有何事啊？将军，如今大小姐跟二小姐的婚事都已经稳妥了，那月月的婚事也得提上日程啊。月月只比二小姐小了1岁而已。你就还敢提瑶儿的婚事？你敢说你没有掺和半点？妾身不过是一时大意，这才让他们高府钻了空子。你住口！将军息怒，但月月也是您的女儿啊。你桥上的何许人家，说来听听。将军，妾身听说要选秀了。你听谁说的？许多官家太太都已经私下悄悄谈论此事了，甚至都收到了宫里传来的帖子。林氏越说越兴奋，仿佛他的女儿已经嫁入后宫，成为后妃了，整个人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将军，不如把我们的月儿送入宫中伺候皇上，要是能为皇上添皇子公主的。住口！此事以后不准再提。将军为何？树大招敌，本将掌握实权，就算真的送女儿进去了，那也只能是成为人质的下场。将军，正是因为你手握实权，咱们女儿在后宫才能如鱼得水。月儿背后有如此强大的家族，说不定那后宫之位……林氏话还未说完，就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将军，你打我！我在将军府辛辛苦苦操劳了10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过是想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又有何错？后宫乃是是非之地，玉儿去了不一定过得好，更何况玉儿的头发还未长出，若是被皇上发现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呀！玉儿的头发也是被二小姐剃的，我可怜的女儿都是被害成这样的，我们母女俩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休得胡言，没有证据的事情别瞎说。妾身是不是胡言乱语？将军心里难道不清楚吗？唐熙静头痛不已，该劝的他都劝了，他要执迷不悟，自己也没办法了，只能口头上敷衍。既然你们都想，那明日本将便上奏，至于其他的，还得看皇上的意思了。多谢将军成全。娘亲，爹爹真的同意了吗？那还有假？你呀，就准备好迎接泼天权贵吧。月月乖，该去休息了，养好身子，争取早日诞下皇子。第2日清晨，小姐，小姐，该起床了。小姐，您快醒醒啊！小李姐姐，皇上的圣旨已经传到将军府了，大小姐明日就入宫。啊，你说什么？圣旨这么快就下来了？奴婢刚刚在门口，正好听到外面谈论此事的声音。小姐，您昨日说今早要去将军府的。唐希洛一咕噜地爬起来，召唤2个小姑娘，赶紧给她洗漱上妆。3个人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将军府。哎呀，你俩坐在里面当菩萨呢！女儿给爹爹请安。快起来，这大早上的你怎么来了？恭喜姐姐，贺喜姐姐，姐姐终于如愿以偿，愿你以后更加心想事成。唐希洛3步并作2步的来到姐姐身边，偷偷摸摸的瞥了一眼圣旨内容。高福给姐姐提亲的时间就是昨日，而圣旨标注的日子却是前几天，所以不存在皇上夺臣妻。虽然姐姐这位分确实是低了点儿，但她是唯一一个被提前录取的。刚入宫就如此高调，柔儿你定要千万小心呐。父亲放心，女儿心里有数。姐姐别害怕，你在宫里无聊了，我就去陪你玩。皇宫岂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后宫就更别想了。我可是王妃，为什么不能进去？唐熙静头痛地挥了挥手，然后吩咐下人把嫁妆拿过来。柔儿，这本是我与你娘亲替你准备的嫁妆，如今却……宫中人多势杂，需要银钱打理的地方很多的，你别舍不得，这些呀，你都带进去吧。爹爹，女儿带1箱进去，其余的留在家中。这怎么行啊？1箱哪够啊？唉，都别愁眉苦脸的了，明日大姐姐就要离府了，今日就开心一点，好好聚一聚吧。爹爹，妹妹，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为我担心。后院里为什么会变唐熙柔？你不是昨天去找过爹爹了吗？不对，此事不对。母亲，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不对啊？今日将军休沐，他的奏折还未递上去，又怎么可能会弄错圣旨呢？对啊，爹爹今日并未上朝，都还没递奏折呢，这一定是唐希洛搞的鬼，一定是他从中拦截了我入宫的名额。母亲，这该怎么办啊？我想入宫，我一定要入宫的。月儿别慌，娘亲再去跟你探探你爹的口风，要实在不行，那就只能铤而走险了。哼，这个小贱蹄子就是入宫了又能如何？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常在罢了。以他那副柔弱无能的性子，能不能活过今年都难说。位分不高，还如此的特殊，无论是宫中的新主子还是旧主子，都会容不下他。他就是一个活靶子而已。洛洛，以后少跟爹爹拌嘴。爹爹，妹妹还小，你也别跟她计较。谁喜欢跟他拌嘴？还不至于跟一个小丫头计较。直到吃过午饭，唐希洛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事情怎会如此突然？他昨天才跟自己说这破局之法，结果今天圣旨就下来了。我也没想到王爷行动如此之快。今日明日就先放过你，后日你继续去你外祖门前求原谅。哎呀，知道了，有闲工夫管我，你还不如花点时间去管管你的后宅。唐熙静一顿，想到昨日林氏的话，顿时更加头痛起来，于是也不回府了，转身去了军营。这书就那么好看？嘿嘿，虽然狗血，但好看。哪来的狗血？跟古人聊天就是累呀。我所说的狗血就是书中不合理的那些。战景晨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那些荒唐比作狗血，但还是没有继续追问，因为眼尖的他看出了女人的一丝不耐烦。第2日清晨，小黎，给我梳妆打扮一下啊，要端庄隆重一些。今日我要送大姐姐进宫。玉兄，
你跟王妃认识多少年了？你打听这个做什么？别误会，我就是有些好奇而已。反正认识的比你久。你猜王妃为什么要给我赐名雷19？不就是因为你正好排行19？不，主要还是因为9这个字意义非凡。不然王妃为何不赐名雷20、雷30，偏偏赐了9？数字9，通音长久的久。你少自作多情了，我姐才没有那个意思。你也不是普通商贩人家那么简单吧？自己的身份，王爷应该是猜出来了，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子也猜出来了。我劝你少有不该有的心思，我老大不是你能肖想的，以后也记得我老大对你的收留与救命之恩。做白眼狼是没有好下场的。他们俩在外面做什么？大清早又吵又笑的。于少爷好像跟19侍卫吵架了，吵了一会儿又和好了吧？吃过早膳之后，大家才出发向将军府走。老奴参见王妃。嬷嬷请起，姐姐入宫，本妃非常不舍，以后还望嬷嬷多多照顾。洛洛，赶紧上马车吧，切记保护好自己。爹爹跟妹妹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将军，林夫人说要出来送送大小姐。今日是个好日子，本妃不想那些晦气的东西碍眼，以后她的事情就不必汇报给爹爹了。远处暗中，一名男子阴沉着脸，如此娇俏漂亮的女子，差点就是自己的了。偏偏对方是天子，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唐熙柔要进去的时候，远处突然来了一些陌生人。柔儿见过2位舅舅，2位哥哥。哎呦，孩子，快起来呀！唐熙洛错愕，这就是原主母亲的娘家人。洛儿见过2位舅舅，2位哥哥。王妃金贵之躯，微臣受不起。老登，既受不起，还不快点叫我起来！最后还是唐熙洛自作主张地站直了身子。云婷眼神凌厉地看向唐熙洛，不由得猜测起来：你们看我做什么啊？不是妹妹，是柔儿心悦陛下，所以才……你糊涂啊！是柔儿心悦陛下，所以才……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益了。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一张银票。你如今能带的东西不多，舅舅们也就只给你拿了银票过来。这也太偏心了吧！想想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你就说该不该偏心？唐熙洛沉默了。原主小时候听信林氏诓骗，把这2位表哥推下了池塘，差点给淹死。小主，时间到了，该进宫了。姐姐，有时间我就去看你。好。王妃有何事啊？大舅舅。别叫我大舅舅。二舅舅。我高攀不起。以前是我不好，做错了事，如今早已改过自新，还望舅舅给个道歉的机会。云婷扫了他一眼，这孩子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眼神里少了高高在上的自负与傲慢。二表哥，对不起。以前的事我早就忘记了。大哥，对不起。云燕面无表情的点头。那我明日上门拜访。那得看你外祖父外祖母的意思。无碍，我会表示诚心的。王爷，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怎么，本王来不得？腿长在王爷身上，王爷想去哪儿都去得。战景晨看了一眼他手中的书，这本是另外的。先前那本看完了。战景晨陷入了沉思，这种无厘头的书怎么会有人爱看？陪着他坐了一会儿之后，战景晨又回到了书房。你去给本王买几册画本子回来。小姑娘那么喜欢看，他得学习学习，说不定小姑娘就喜欢里面的男主人公呢。主子终于开窍了，知道投其所好逗王妃开心了。很快两人就买了一大沓过来。这么多？王爷，这几本可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还好没去得早啊，不然就被抢没了。这几本好像是近几日新出的，深受大家喜爱。属下打听到，写书人是最近几天凭空出世的，才开始写书就已经深受大家欢迎了。霸总的娇妻，霸总是何物？还是何人？是霸道的。霸总肯定是某个人的名字，他跟他的妻子。战景晨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谁的笔名会取得如此乱七八糟又奇奇怪怪的？雷二，你去查一下这个写书人的真实身份，姓谁名谁，家住何处，是否还有其他怪异之处？是，属下这就去查。雷二、雷三离开书房之后，战景晨看完写书人的笔名，
又看向了书名《霸道少爷爱上我》。男主人公是富家公子，女主人公是府内的丫鬟。战景晨的眉头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喜欢上一个丫鬟，要么就纳她为妾，要么就做通房，哪里来的那么多顾忌？紧接着，战景晨又看到了这样一段内容：男人把小丫鬟抵在墙壁与怀抱之间，邪魅开口说道：“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力。”小丫鬟冷笑，脸上带着3分凉薄，3分讥讽：“哼，你除了有几个破钱，你还有什么？”战景晨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夸张到去晚了都买不到的程度。他实在是好奇，写书的人到底是谁。你们确定这种书卖得很好？对啊，王爷，你也知道我们不爱看书，去买的时候都是跟着大众买的。大家买什么，我们就跟着买什么，跟着大众买不会出错。王爷，这书有什么不对吗？没事了。战景晨耐着性子一目十行继续看着，从面无表情到一脸无语，再到最后的麻木。这小姑娘都喜欢看这种书，唐希洛也喜欢这样的男人，她要是喜欢的话，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学习一下的。小姐，我们去晚了，没买到。卖完了，所有的都卖完了。奴婢打听到这几日新出的画本子特别受欢迎，刚拿出来就被一抢而空了。我们去晚了，根本抢不到。有那么火爆吗？什么书啊？那以前那些旧书呢，也都卖出去了。新书太受欢迎了，所以原本放旧书架子的被腾出来放新书了。新书被抢完了，旧书也没有再摆出来。不过王妃别急，奴婢打听到了下一次出书的时间，奴婢还提前给了掌柜的定金，他会为我们留一份的。小姐，今日还要去太傅门口吗？现在什么时辰了？回王妃，现在已经申时了。替我梳洗打扮一下。半个时辰之后，你有何事？王爷，王妃又去太傅府了。本王知道了，还没进去呢。先告退了。等等，有事快说。你想进去吗？想啊，我肯定想啊。既然如此，本王带你进去。多谢王爷的好意，但我更希望靠自己的诚心进去。王府，战景晨沉着脸跟在小姑娘的身后走进了琉璃阁。你到底在气什么？你根本就不懂我。一拳压人，他就是进入了太傅府又能怎么样？战景晨觉得这句话好熟悉啊，好像在哪本书上见到过。给你买个包。只是文中并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包，但他分析文字表面，结合整篇文章，他觉得应该是能装东西的大点的荷包。什么包？该不会是自己生气他送包子哄吧？战景晨想了想，此时不能随便开口，于是反问道：你想要什么包都给你买。这下唐希洛彻底疑惑了，他怎么能透露出一个现代人的气息？难道他也被夺舍了？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什么时候来的？我叫战景晨，小时候住皇宫，现在住王府，刚刚跟在你身后来的琉璃阁。哦。两人乱七八糟地说了好一会儿，虽然有一答有疑问，但两人都感觉话题有些怪怪的。还生气吗？我没生气。战景晨心里松了口气，哄好了就行。那几本书还是有点用处的，看来还得留一段时间。吃过晚膳之后，唐希洛拧着眉坐在榻上，看他的表情不像是穿越来的，但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居然还知道买包哄自己开心。姐，你在想什么？既然我俩能穿越，那是不是代表着也有别人能穿越？有这个可能。姐，你怀疑谁是穿越的？你碰见了谁？我怀疑战景晨是被穿越了。姐，你多虑了，他绝对不可能是穿越来的。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铺子忙得过来吗？要不要我给你派些人手去帮忙？小玉立即骄傲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了一大沓的银票。这些都是我这几天赚的，用不了几天就能把欠姐夫的给还完。你这2天去抢劫了，怎么这么多？姐，你冷静点。我冷静不了一点，你这挣的也太快了吧。姐姐，你放心吧，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做烧杀抢掠之事，只要没人找我的麻烦，我绝对不会惹是生非。那你是怎么在短短几天内赚了这么多？姐，你别管那么多了，放心吧，都是合法的。唐希洛眯着眼，他越是不说，自己越是好奇。姐，我的就是你的，以后我赚的钱都给你。你也别太拼命了，如今我们不愁吃穿，用不着那么辛苦。放心吧，我有分寸。夜晚，战景晨刚走进屋内，就对上了女孩眼巴巴的视线。洛洛怎么了？可是有什么事？
洛洛怎么了？可是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来。这么晚了还不睡？唉，马上就睡，晚安。战景晨浑身一震，晚安。那本书上也写到了这2个字，好像是睡前的礼貌祝福语。再想到雷2跟雷3说的话，并没有查出写书的人是谁，对方隐藏得很好，隐藏手法跟他们所见识过的都不一样，很新颖。看来那写书的人就是唐西玉了，只有他们俩是所谓的老乡，也只有他们俩能听懂彼此说话的意思。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努力的想办法融入他们。这些书还得多看多记，每出一本新书都得买回来琢磨。晚安，好梦。你说什么？我说晚安，好梦。怎么了？没什么，睡吧。他明明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但他就是不一样了。你平日里经常跟小玉交谈吗？战景晨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就对了，应该是从小玉那边学来的。明日进宫去给母后请安吧，闲来无事可以在宫里看看风景，等我下朝之后再一起回府。好。他心里划过了一丝暖流，他这是给自己跟姐姐见面的机会。第二天一早，儿臣给母后请安。起来吧，今日怎么有心来给哀家请安？今日怎么有心来给哀家请安？儿臣每日心里都想着母后，只是担心每日前来请安会打扰到母后，所以忍着今日才来一次。儿臣想念母后之心日月可见啊！就你嘴甜，你要是真想念着哀家好，不如早点为哀家添个孙子孙女儿。母后说的是，儿臣待会儿就让太医开几副调理身子的药方，争取早日为王爷诞下小世子小郡主。再过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了，哀家如今也老了，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了。洛儿要是有时间，多多进宫给哀家帮帮忙。乔母后这是说的什么话？您跟儿臣出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儿臣的哪位姐姐呢。你呀，为了躲懒什么都说得出来。母后冤枉儿臣啊，儿臣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太后娘娘，赵贵妃求见。把人带进来吧。母后，儿臣出去走走。去吧，别走太远了，待会儿过来陪哀家用午膳。王妃，王爷派人告诉我们，大小姐在雅秀宫。我们现在就过去。洛洛，你怎么来了？姐姐，你进宫这几日可还习惯那几名下人用得趁手吗？一切都挺好的。姐姐，皇上有来过这里吗？唐熙柔垂下了头，然后摇了摇。他以为有2人上次在酒楼相遇的情分，皇上应该会记着他一点的。谁曾想，他都进宫几日了，连皇上的面都还没有见到。御书房内，战景轩的眉头拧了又松，松了又拧，时不时的抬眸偷瞥一眼坐在一旁无所事事看着书的战景晨。皇兄，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没有，你想说什么？哥，你跟嫂子吵架了？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既然没吵架，那你今日怎么赖在御书房不回去了？赖在御书房？你这是在赶我走？没有，皇兄你千万别误会，我绝无此意啊！战景晨想到了自己最近看到的画本子，脑海中浮现出绿茶2个字，不如就先拿战景轩试试吧。既然你如此嫌弃我，那我还是走吧。皇兄你怎么了？你可千万别吓我呀！没怎么，早知你嫌弃我，我就不来了。啊，太医，快给朕宣太医！哥，你怎么样了？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你可千万别吓我！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让我跟母后怎么活呀？嘿，我的哥哥哎，皇兄啊！王爷，你哪里不舒服？你可别吓老奴啊！你俩都给我闭嘴！刘太医，你快给皇兄看看，要是治不好，朕就砍了你的脑袋！不必了，本王没事，你回去吧。皇兄，有病要及时诊治，讳疾忌医是不行的。本王没病。哎，你看，你这跟坏人说我不是坏人有什么区别？你这样，我铁定是要告诉母后的。你这样是不行的。你沈建北给我把脉，没有任何问题。皇兄，你最近可是有什么不顺心的？战宁燕在暗地里招兵买马。一瞬间，御书房内陷入了良久的沉默。朕自问待大哥不薄，他为什么却……贪心之人是养不熟的。仙儿，历朝历代没有谁是轻而易举登上王座的。哥，我以为我们战家会不一样。可惜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还有整个国家。我相信你能更好地处理这件事。战宁燕不能成为一位好帝王。我会仔细斟酌处理好此事的。皇兄，你今日还是有些怪怪的。
本王的王妃在后宫探亲，母后留本王一起用膳。嗨，原来如此，皇兄你早说啊！他就说嘛，原来皇嫂在后宫啊。那臣就先告退了，皇上继续批阅奏折吧。朕也打算出去放松放松，不如陪皇兄走走吧。哎，皇嫂现在在哪里啊？皇上，唐熙常在，居住在雅秀宫。哦，对对对，看朕这记性，全忘了。你也别太把人晾着了，你也不小了，宫里却没有一个皇嗣，你该上点心了。嫔妾参见皇上，臣妇参见皇上。平身。谢皇上，谢皇上。你怎么来了？他能来后宫吗？本王是陪皇上来的。唐熙柔紧张地低着头，不敢说话，也不敢抬眸正眼看他们。坐下来喝杯茶吧。本王正有此意。战景轩来回看了看，要不他跟雅秀宫偏殿的主人唐熙常在，他们俩走。唐熙柔也很懵，这到底是谁的地盘？怎么反而他跟皇上像是来做客的？皇上，你们不走吗？皇上，雅秀宫风景宜人，爱妃陪朕走走吧。是。爱妃入宫住的可还习惯？若有不妥之处，尽管吩咐下人去做。谢皇上，嫔妾住的习惯。爱妃不必紧张，此处没有外人。是。战景轩带着唐熙柔来到远处建于水上的亭子坐下。皇上喝茶。看着眼前温柔且安静的小女人，与赵贵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可后悔入宫？自己一开始是不想把她拖入这压抑的皇宫，怕自己辜负了如此温婉可人的女子。嫔妾从不后悔。她的心里是否也有自己？她是否还记得当日酒楼的相遇？战景轩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里风大，回去吧。好，你怎么跟着皇上过来了？这是后宫嫔妃居住的地方，你难道就不知道避嫌？本王来接王妃，有何可避嫌的？其他人本王又看不上，要不是你在这里，本王至于走那么远过来吗？皇嫂有所不知，皇兄最是粘人了，特别是喜欢粘媳妇儿。皇兄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当他看见两人牵着的手时，稍微愣了愣神，他这个弟弟也开窍了。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洛洛，留下来用膳。不了，我还得回去陪母后用膳呢。姐姐，我下次再来看你。走，我们去陪母后用膳。皇上不可，嫔妾怎可跟太后同桌用膳？怕什么？有朕在，太后宫里也没有外人。爱妃放心，没人敢在母后宫里放眼线。你还能走得动？怎么了？有问题吗？没什么。想到话本子里写的，战景琛还是不甘心的又问了一句：要我背你吗？王爷可会轻功？本王功力深厚，轻功不在话下。那太好了，王爷带我用轻功飞吧。在女孩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飞上了宫墙瓦片。哎，王爷，你看我适合学武吗？我是学武的好苗子吗？我们的孩子肯定适合学武，他一定是个好苗子。王爷想的可真长远。练武要从小开始，轻功也不是那么好学的。你如今骨骼已成型，想要习武恐怕有些难度。你要习武做什么？有我在，我定护你一世平安。儿臣给母后请安。儿媳给母后请安。起来吧。贵妃金安。见过王爷。等里面几个人的表面客套功夫做完了之后，战景轩也带着唐熙柔走了进来。儿臣参见母后。嫔妾给太后、贵妃请安。起来吧。皇上，这位妹妹是？回贵妃娘娘，嫔妾是唐熙常在。原来如此，原来是陈王妃的姐姐。赵贵妃，哀家该用膳了，就不留你了。臣妾告退。唐熙家的两姐妹，她算是记住了。传膳吧。唐熙洛看了一眼太后，眉头微微一皱。上一次来的时候，她中毒还没有这么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太医给高位者请脉，自己都能一眼看出的毒，太医会看不出来吗？母后，您这几日可是睡眠不好？哀家老了，这都是正常的，无碍。哀家没事，用膳吧。母后，不久就到中秋宴了，可有什么新鲜安排？哀家上了年岁就力不从心了，今年中秋宴一半都是贵妃安排。太后娘娘该用汤药了。唐熙洛看了一眼汤药，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这汤药有问题。战景琛也知道母后一直在服用调理身子的汤药，但他从未听过饭后立马就要服用汤药的。这是哪个太医开的调理药方？回皇上的话，这药膳配方是刘太医开的。唐熙洛抿了抿唇，此刻人多眼杂，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就说出来，还是等回王府之后跟王爷单独说吧。唉，你们都退一下，哀家有些乏了。安排人去查一查太医院。我也正有此意。看来他俩也不傻嘛，倒是下药之人有些蠢了。我们回府吧。
姐姐，我下次寻到机会再来看你，你照顾好自己哦。妹妹你也是，照顾好自己，别担心姐姐。皇嫂想要进宫，直接进来就好，不需要寻找什么机会。多谢皇上。谢皇上。别看了，人都已经走远了。让皇上看笑话了。这又怎么会笑话你？思念家人是人之常情，否则不就是冷血无情之人吗？这让人用轿辇送你回去。多谢皇上好意，不过嫔妾方才吃得有些撑，还是走回去吧，就当做消食了。轿辇是妃微以上才能用的，自己一个小小的常在，岂敢用轿辇呢？哪怕是皇上开的特例，他也不敢，否则第二天就是后宫嫔妃针对的对象了。那这让人送你回去小心些。小主，依奴婢看，皇上心里是有您的。后宫嫔妃众多，我又岂敢奢求什么？小主，皇上的圣旨来了。唐熙柔愣了片刻，连忙出院子接旨。回屋了之后，整个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他竟然进位分了，甚至还有了封号，竟然从常在越级进到了小姨，封号赐温字。恭喜小主，贺喜小主。雅秀宫上下都赏。王妃有何指教？太后喝的药膳有问题，你是如何得知？我连你那么罕见的毒都能一眼看出来，区一碗有问题的药膳又如何看不出来？仙儿已经派人去查太医院了，你可有解毒的办法？唐熙洛摇摇头，此毒无解，这怎么可能？我不是说此毒无解，而是药膳里没有毒。这又是为何？虽然药膳内没有添加其他的毒药，但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你也是知道的吧？这药膳开得太过于猛烈，有些补过头了，太后的身体反而承受不住，之所以喝了之后更加精神，也不过是在过度消耗自己罢了。可有药方能补救？当然有，只不过这药丸我得自己炼，还需要一些时间。战景晨一脸的错愕，炼药丸？他不会是画本子看多了，准备炼丹吧？你在怀疑我？我在思考需要给你准备什么。需要准备什么，我到时候会写下来，你让人去准备安排。好。直到唐熙洛离开后，耳力极好的雷三走了进来。主子，真的要让王妃炼丹吗？你耳力很好吗？不好，不是很好。我看你耳力挺好的，风雨阁的事交给你去办。属下遵命。属下参见主子。有何事？玉公子让我交给您的。这都是你跟小玉这几天赚到的？雷19嘴角抽了抽，不动声色地转了转手腕，实在是手腕痛啊！抄画本子比罚抄经书都难受，而且那小子到底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根本看不懂一点儿。回主子的话，是的。别告诉我你们俩去抢劫了！你们是不是去劫富济贫了？没有，我们怎么可能去抢劫啊？那你们怎么赚的钱？这才短短的几天就赚了这么多，快如实招来！雷19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要他说出那些荒唐的画本子的书名，他实在是羞涩难堪，简直难以启齿。你这是什么表情？你们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玉公子杜撰画本子。写画本子这么赚钱？那带我一个，我也能写。主子，您还是别写了吧，如今的画本子也没有那么好卖了。我知道了，你退下吧。到底写了什么样的画本子，用得着雷19如此遮遮掩掩？小黎，你去打听打听啊。对了，乔装打扮一下，给我买几本回来看看。小梅，你也出府一趟，给我去买一些好吃的去。是，小姐。是，王妃。小黎空手回来，一脸的失落。小姐，画本子早就被抢光了。原来我们上次没抢到的那些受欢迎的画本子，就是玉少爷所写的。没事，辛苦你跑一趟了。本王今日要去军营里有点事，你要一起吗？去，我马上起床洗漱。不着急，吃过午膳之后再去也行。你慢慢洗漱，几日之后就是中秋宴了。本王让织造局做了几身衣裳给你。多谢王爷。战景晨见他勾唇，自己的心情也非常不错。画本子上讲述讨好夫人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送她衣服，陪她逛逛街，买。若是还有什么喜欢的，尽管告诉本王。唐熙洛看了他一眼，这人今天真的很反常。战景晨的心情非常好，内心想着他今天是不是对自己又动心了一点点。王爷最近心情很好，还不错。王爷让人准备的东西何时能齐全？明日即可使用。本王让人把琉璃阁旁边的院落收拾了出来，全准备你需要用的东西。那不是侧妃的院落吗？府内没有侧妃，用不上。如今没有，以后也会有的，这是不是不太好？你很希望本王纳侧妃？这是王爷的事情，妾身不敢多嘴。你是正妃，当然有权过问。我没空过问。你
本王无意纳妾，府内有一位女主人就够了。虽然知道他可能对自己有点心思，但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有纳妾的想法啊！就一个字，这就完了？不再多说点什么了？战景晨更加生气了。启禀将军，王爷跟王妃来了。你说什么？他们现在何处？属下不知，但王爷说要亲自带王妃逛逛。本将军知道了，你先退下吧。要站上去看看吗？我可以去看看吗？就没有你不能去的地方，只要你想，便都可去。参见王爷，参见王妃。不必多礼，你们继续操练。是，大家都把实力给发挥出来，让王妃见识见识咱们战国军队的士气。这是一个阵，你能看出来？凑巧猜出来的而已。放心大胆地说，不用有所顾忌。这阵是好阵，可惜过于防守，反而埋没了手里的好弩箭。休得胡言乱语！参见王爷王妃。都起来吧。你怎么来了？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快些回去。是本王带他来的。王爷，这无碍，岳父不必担忧，本王自会护着他。紧接着就听到了旁边几位副将的夸赞之声。不愧是将军的女儿，对兵法的见解竟然如此的厉害。王妃竟然能一眼看出阵法的优劣，实在是高啊！全是王妃自己天资聪颖，此阵法需要如何改进？唐希洛皱起了眉头，他们干杀手这一行的，何时带过正规军队这样的大规模的队伍啊？虽然他没带过，但他看过不少兵书，纸上谈兵他还是可以的。此弊端可用雁行之阵来弥补。雁行之阵，这是什么阵法？对呀，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过就对了，听过才不正常呢。就如其名字一般简单，队形如雁翼展开。本妃言尽于此，各位自行摸索吧。毕竟本妃了解甚少，不如你们了解的多。多谢王妃赐教。不敢当，不敢当。战景晨深情地看着他，小姑娘给自己的惊喜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去别处转转吧。好，我带你去看看别的。洛洛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本王不知道的？这个恐怕数不清喽。那我可以用一生去数吗？都说王爷神机妙算，那王爷就自己算一算，看可不可以？本王掐指一算，我们俩夫妻感情能白头偕老。走吧，少说没用的话。他到底在顾忌什么？他到底还有什么好担心的？难道自己还没有给足他所谓的安全感？洛洛走累了吗？回本王帐篷营休息会儿吧。军营里武功最高强的人是谁？本王。除了你呢？唐熙将军。那第三名呢？第三名实在太多了，不相上下。洛洛问这些做什么？我要习武。你这是什么眼神？看不起我吗？还是觉得我肯定学不会？怎么可能？洛洛最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既然如此，那王爷觉得谁教我合适？本王教你最合适。他们要么操练士兵，要么就是处理公务，恐怕没有多余精力教你。本王接下来一段日子可能不太忙，还是能抽出时间教你的。行，那就你先来吧。小姐，您跟王爷吵架了？没有啊，我哪有空跟他吵架？那你们是中途遇到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吗？都挺顺利的呀。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可是看王爷有些生气，还以为……哎呀，他没有生气的理由，他不是一直都是这种性子吗？王妃可出门了？王妃还在炼药房，一直都没出来。炼药就炼药，现在吃也在炼药房，睡也在炼药房。王爷，膳房准备了些糕点。本王不爱吃糕点。你见谁炼药需要炼这么久的？这简直比那些画本子里的炼丹还夸张。王爷，画本里炼丹一般都是7期49天，这要么就是99、81天呢。本王看管家近日很闲啊。王爷恕罪，老奴这就去忙活。起来吧，把膳房的糕点给本王端一些过来。奴婢参见王爷。你们王妃还未出来吗？回王爷，王妃今日一直未出门，并且吩咐奴婢们切不可进去打扰。她说任何人不能打扰。回王爷，王妃是这样说的。哼，真是好样的。雷儿，把东西放下，我们走。小丽姑娘，这是王爷特地来给王妃送的糕点。奴婢会转告王妃。终于练好了，他可不仅仅是练好了太后的解药，连狗男人的解药也练好了，并且他在屋内并不只是练解药的，还制作了一些毒药。王妃，您终于出来了。小姐，王爷亲自送来了糕点，奴婢刚好热了一下，您垫垫肚子。味道确实不错。哎，王爷现在何处？回王妃的话，王爷已经回了琉璃阁。走吧，炼药院锁好，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没有本妃的允许，也不用进来打扫。是。妾身参见王爷。爱妃炼完药了。这是给母后的药，3日1粒即可。服用此药期间，就别再服用别的汤药了。洛洛，你这几日炼药辛苦了，想要什么尽管说，本王有的你想要的都给你。
王爷可是怀疑妾身的药没有作用？洛洛误会了，本王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药，一时间震撼的失了神。皇宫太医医院也制不出如此药力，更何况本王要是怀疑你，一开始就不会让你帮忙了。那是，我可是炼药天才。洛洛不仅药炼得好，眼光也特别好，无论是药力还是药罐都甚是养眼。本王库里还有很多精致养眼的陶瓷小罐，洛洛要是喜欢，全拿去吧。那既然王爷开口，妾身就不客气啦。库房还有很多好看的饰品，都是你的。多谢王爷。不客气。王爷要是信不过药力，可以分给太医院检查，给太医院检查也可以，但妾身炼药不易，浪费了实在是可惜，不如让他们掏银子买吧。母亲，明日女儿该怎么办？玉儿别急，母亲自然会安排妥当。母亲，这样女儿如何能不急？明日也得需要女儿配合呀，您就告诉女儿了吧，以免出错。我一定要进宫为妃的，只有后宫宠妃才能配得上我。玉儿，娘还有更好的打算，明日你就配合，会有宫女。洛洛明日可有时间？王爷明日有何事？明日可否愿意陪本王进宫一趟？自然是愿意的。第二日一早，战景晨就带着唐希洛进了宫。太后惊讶地看着眼前精致的小药粒，满眼的不敢置信。这当真是洛洛独自制作？是的，母后，洛洛没让任何人帮忙。你有心了，这几日消瘦了不少，哀家命人给你送一些补品，补补身子。母后，儿臣去请皇上一并过来候着，以免他担心。去吧。你陪本王一起去。去吧，去吧，你们年轻人待在一起更加有话聊。御书房的糕点水果是整个战国最好的。那还等什么？你用轻功抱着我飞过去啊！不着急，轩儿不爱吃那些。御书房，两人刚进去，就见皇上看着圣旨，一脸的沉思，不知道的还以为遇到了什么大难题。臣服参见皇上。参见皇上。这里又没有别人，你俩就别装模作样了。你俩今天怎么都来了？怎么，皇上不欢迎啊？欢不欢迎的，你们不都已经来了吗？洛洛，快来尝尝。唐希洛吃了一口糕点，味道确实还不错。见他俩吃得开心，战景轩再也忍不住了。你俩喜欢就全带回王府吧，你俩非要在朕面前秀恩爱吗？还是没有人搭理他，一个忙着吃，一个忙着喂。吃饱了？战景轩翻了个白眼儿，再不饱都要被吃空了。皇上刚刚在为何事烦恼？女子不得干政。但是我可以让夫君帮你忙啊。你大姐姐是我的人，按理说你应该唤我一声姐夫。哦，是吗？那要不要本王也唤你一声姐夫？不用了。皇兄，我开玩笑呢。所以呢，姐夫弟，你刚刚在愁什么？战景晨和战景轩都看着他。姐夫弟是什么？好离谱的称呼啊！折中呗，各叫一半。中秋宫宴，朕想大封后宫，但柔儿的位分半月前才晋封的，若是现在又封，晋封后宫嫔妃而已，这也算是皇上的家务事，皇上想封谁就封谁，还轮不到他们指手画脚。洛洛说的有道理，有谁敢妄言？既然如此，那朕也就放心晋封了。姐夫弟打算给我姐姐晋封什么位分？朕打算给柔儿晋封为姬，保留封号。唐希洛知道姐姐上次就晋封了，封号为温，那不就是温姬？不可，皇上万万不可啊！洛洛，怎么了？皇嫂，你怎么了？柔儿才被晋封不到1个月，这次不能再越级晋封了，否则后宫之中有人眼红，难免会起别的伤害柔儿的心思。我没事，皇上，咱能不能换一个封号？朕倒是觉得温字挺好的，有何不妥？温姬。对啊，温姬怎么了？温姬怎么了？温柔善良，封号很符合柔儿的性子啊。唐希洛无语了，都这么明显了，他俩怎么还没有想出来？都念了几遍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吗？温姬，肌肉，温姬。那朕给换一个什么封号好呢？我觉得赐10字挺好的，祝姐姐跟皇上的感情能坚如磐石，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苇，10字挺好的。真的不错。那当然了，这寓意不好吗？确实挺好的。于是唐希洛就满意的看见了圣旨上的食姬2个大字。解决了这一难题之后，战景轩看向两人，你俩来御书房就是为了点吃的？洛洛研制了母后的解药，邀你一起去看看。皇嫂会研制解药？你那是什么表情？我不能研制解药？没有，朕只是没想到皇嫂会如此厉害。走吧，去一趟慈寿宫。儿臣参见母后。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王爷王妃。不必多礼，都起来吧。臣太
太医，母后近日怎么样？断了膳药之后可有好转？太后娘娘身体依旧没有什么起色。皇上王爷，老臣无能啊。本王手里倒有一罐药，陈太医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老臣遵命。这竟然是药力，这老臣斗胆，这药力是从何得来的？先看看这药力有没有什么不妥。老臣看不出任何问题，应当是极好的解药。别说应当，本王要万无一失。王爷饶命啊！炼制此药力之那医术，在老臣之上，老臣实在看不出啊。这是本妃研制的药力，王妃医术天资过人，老臣心生敬佩。能否赠老臣一粒？老臣回去仔细研究一番呢。赠送恐怕有些难，若是太医愿意花些银子卖给你也是可以的。太医，你是知道的，这研制药力不容易，研制如此精致的药力更是不容易。这实在是耗费了本妃的太多心血，浪费一粒，本妃都心疼的紧啊！曹嬷嬷，把先皇赏赐哀家的那些首饰珠宝都送去王府，哀家上了年纪，那些小姑娘戴的就不必留着了。是，老奴这就去打理。王妃，此药力……你这老家伙，竟敢跟哀家抢东西了！太后娘娘，这是药三分毒啊，只需几粒就能调理好您的身子，那剩下的不就多余了？油嘴滑舌，罢了罢了，还是让洛洛自己决定吧。陈太医想要几粒？陈太医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掌。5粒，那就用陈太医1年的俸禄换吧。陈太医难道没有闻出来里面的补药？此药可不仅是解药啊，这可是上好的补品。要是寻常人吃1粒，此后2、3年内都不用再吃补品，也能身体健康。更何况研制此药力的药材也很珍贵，除去本钱，本妃也没赚你多少的。好，老臣买了，成交。他确实没有赚陈太医什么钱，就是想让太医去太医院做个宣传，以后才能更好的赚太医院的钱。裴太后用完午膳之后，唐希洛便把空间留给了他们母子3人。母后，儿媳吃撑了，出去散散食。去吧去吧。洛洛，你怎么又来了？给石矶娘娘请安。你呀，还是这么口无遮拦，以后不能再乱说话了。我可没乱说话。今年中秋宴会，皇上会大封后宫。洛洛，以后不能再参与这些了，女子不得。是不是你在王爷身边吹耳边风了？我没有吹王爷的耳边风，我直接吹的皇上耳边风。什么？你吹皇上的耳边风？那皇上跟王爷……姐姐别担心，没事的。我跟王爷去的时候，就正巧遇到皇上在拟旨，皇上当时正在犹豫，我就稍微的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而已。稍微无关紧要，恐怕不止吧。我找母后还有点事要说，先走了啊，下次再来看你。站住，回来。洛洛，姐姐不希望你为了姐姐而不顾自己，姐姐进宫是自己的选择，后果也自己承担，你莫要再把自己推入危险境地。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中秋宴肯定不会太平静，姐姐你要注意安全，林氏母女肯定会来，也一定有别的谋划，姐姐你要当心他俩。8月15，中秋佳节。哟，林夫人不是在禁足吗？怎么也出来了？今日中秋宫宴，将军特许我解除禁足。爹爹还真是善良呢。既然如此心软善良，怎么不见爹爹把另外2位妹妹也带上？说起来，这还是本妃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参加宫宴呢。以往林夫人也没有带本妃跟姐姐来过呢。你是洛洛说的可是真的？将军息怒，我们府内小姐们太多了，妾身一人也带不了那么多人啊。是啊，年年都只带3妹妹1人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宴会，堂的姐妹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呢。3妹妹年年都来，还没有腻吗？也该让另外2位妹妹长长见识了吧。本妃跟大姐姐让着点你们小的没关系，但另外2位妹妹可是比你还小啊。你胡说八道！放肆！是不是胡说？本王一查便知，亏待孩子的季氏已是犯了我朝律法，这样的恶毒女如何能当正夫人？父亲，我也是您的女儿啊！将军若是处理不好内宅，又如何能管教好军营？今日宫宴结束之后，林氏降为姨娘。将军不要啊！妾身这些年操劳府内大大小小事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爹爹三思，府内怎么能没有夫人？娘亲虽然糊涂做错了事，但她也有功劳啊！
爹爹，林氏跟三妹妹年年都参加宫宴，今年就让他们回去吧，换另外2位妹妹进宫长长见识。不行，这行不通，时辰快到了，再返回去恐怕来不及了。爹爹，今日就带我进去吧。林氏咬牙切齿，今日的谋划必须得成功，否则女儿再没有出头之日了。将军，另外2位姑娘还未到议亲的年龄，但是玉儿到了，今年就带玉儿进去吧，也能仔细瞧瞧有没有合适的。爹爹，我也是您的女儿啊，你也为女儿考虑考虑吧。都给我站起来！在宫门口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唐希洛，你这个贱蹄子，老娘迟早有一天会把你碎尸万段。哼，我们走。姐姐的位置应该会在哪里啊？温小姨的位置在宫妃那边，不过应该会靠后一些。小黎，你待会儿想办法去站到姐姐身边。奴婢遵命。燕王爷，燕王妃驾到。这位便是腿残的大王爷吧？看着与世无争，其实也不是个简单的人。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上次他们一行人去寺庙求平安，中途遇到死尸刺杀，极大可能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唐希洛转头看向了战景晨，狗男人面无表情，并未看向来人。紧接着二王爷跟王妃也跟着入座。唐希洛一看就知道这俩不是什么好货，面相就不好，就是一个笑面虎。今日算是中秋家宴，大家不必拘束。皇上，臣妾听闻温小姨妹妹一舞难求，不知今日是否能有幸欣赏一曲？唐希柔的脸色也有些难看。今日是中秋家宴，台上表演的都是一些地位低下的戏子，可赵贵妃却要自己上台表演，供大家取乐。温小姨最近身体不适，贵妃想要看什么舞，就自己找宫女去你自己宫内看。贵妃脸色顿变，皇上居然真的对她上心了，看来此女必须要除掉，不能继续留着了。希望今晚的安排是正确的。唐希月一听，机会来了。皇上，贵妃娘娘，既然大姐姐身体不适，臣女愿献丑舞一曲。难怪在宫门口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要进来。原来她的目标是皇上，可惜了，皇上好歹也是上位者，朝堂之上什么没有见过。他以为他那点小心思能瞒得住谁？唐熙三小姐愿意献舞一曲，那本宫就赏你一只珠钗。谢贵妃娘娘。很快音乐声响起，唐希月也是费尽心思的舞动起来，仿佛一颦一笑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他对着皇上笑得花枝招展，眼里的意味不要太明显了。很快一舞完毕，唐希月激动且期待地朝上座看去，皇上一个眼神都没有看自己。本以为能够得到皇上的赞赏与高看，没想到竟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得到。此刻的他甚至连低贱的舞女都不如。推本王出去透透气。皇上还未离席，大皇子居然先行离开，这可是大不敬天子啊！战景轩也拧了拧眉，他对另外2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已经够容忍了，哪怕已经知道了他们在私底下养死士、招兵买马，自己还是留着一丝人情。他们私底下招的兵是三皇兄的人，他们私底下买的马也是自己安排的马，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之所以没有公之于众定他们的罪，是因为自己还留有谨慎的亲情。燕王，中秋宴举办不到一半，你这是要去哪儿？是今年的中秋宴节目不好看吗？回皇上母后，臣只是腿部旧疾复发，有些难受，想出去别影响大家的好兴致。既然腿疾复发，那就叫个太医来瞧瞧，总归是在宫中，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了不是？太后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猜测，燕王的腿是假装的，他的腿可能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要是他的腿真的有问题，那他为何如此费尽心思的谋划皇位？多谢母后，只是中秋佳节不适宜看疾病啊，儿臣出去透透气便好。哎，去吧去吧。儿臣多谢母后。今日中秋佳节，朕决定大封后宫，伏羲宣旨。除了贵妃没动，以及四妃之位空着，其他的都进位一级。贵妃脸色难看至极，5年了，整整5年自己都没有被晋封了。她一进宫便是四妃之首的贤妃，没过多久之后，父亲给力，帮皇上办成了一件大事儿，紧接着就被晋封贵妃了。本以为皇后会是自己板上钉钉的事儿，但5年来皇上都没有要晋封自己的意思。
在听到唐熙柔再一次进封时，赵贵妃愣住了。她不过才进宫短短3个月不到，就从常在越级升到了小姨，刚进位小姨不到1个月就升为了姬，这份荣宠后宫谁能比得上？今年刚选秀进宫的就不封了。左丞相赵家第一个站了出来。皇上，赵爱卿有何事要奏？若不是10万火急之事，就等明日上朝再奏。今日是中秋家宴，不谈及其他事。皇上，臣妾爹爹这是准备在这么好的节日里敬您一杯呢，您何不让爹爹把话说完？赵丞相听着女儿的解围与提示，连忙端起酒杯，说了几句祝福语，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朕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一步。众爱卿接着5月，恭送皇上。唐熙月见皇上要走了，整个人都急了。唐熙柔这个贱人又进了位分，而自己连进宫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奴婢该死，唐熙3小姐饶命啊！大家听到动静，纷纷转头看过来。一名宫女倒酒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好一杯酒倒在了唐熙月的衣裙上。你这个丫鬟怎么回事？做事毛手毛脚的。奴婢不是故意的，夫人小姐饶命啊！来人，带唐熙3小姐去换身干净的衣裙。小姐，请跟奴婢一步。唐熙洛静静地看着，绝对有阴谋，自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于是他也找了一个借口离开片刻。3小姐，得委屈你片刻了。你是谁？是谁安排你帮我的？3小姐，奴婢焕彩是月姨身边的宫女，是月姨吩咐奴婢的。唐熙月这才放下警惕，母亲说了，那个什么陈姨母的女儿就是宫中的月姨。那还等什么？还不快点走！3小姐，需要您服下此药。这是什么药？焕彩。只见唐熙月整个人都变得春心荡漾了起来，要是能一举得子，她不就母凭子贵了？唐熙月越想越激动，二话不说就咽下了药粒。3小姐，您还认识奴婢吗？唐熙月整个人都没有多少意识了，她急切地咬着牙，快带本小姐过去。唐熙洛眼眸暗了暗，唐熙月想进宫为嫔妃，战景轩没有那么蠢吧？后宫之中谁敢算计他？宫宴上，世纪娘娘，您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啊！发生了何事？贵妃娘娘，救命啊！我们家娘娘她中毒了！快宣太医，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中毒的？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谁也别想离开。老臣参见陈王爷，参见贵妃娘娘。不必多礼，快给他看看怎么回事。刘太医先是给唐熙柔把脉，随后又看向她的脸。唐熙柔的一整张脸上全是肉泡。石矶娘娘，您可有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哪里不舒服，就是脸非常的痒。石矶娘娘，您这不能再用手抓了。实在太痒了，我忍不住。必须治好他。此刻战景轩也收到了消息，连忙赶了过来。柔儿你怎么样了？皇上，您别看臣妾。别怕，相信朕，朕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刘太医，不管用任何办法，都必须治好他的脸。皇上，此毒可解，但石矶娘娘脸上的痕迹实在太多太严重了，想要完全治好，恐怕是不行啊。柔儿别怕，朕就是找遍全天下，也要找到医治好你的方法。刘太医，把石矶娘娘吃过的东西跟触碰到的食物都检查一遍。刘太医一一检查，突然在一碟糕点上停留下来。刘太医，麻烦你看看别人碟子里的糕点。查了一圈之后，发现都没有问题，就只有石矶娘娘的糕点是有问题的。赵贵妃，这就是你跟朕保证的？皇上，臣妾冤枉啊！中秋宴是你安排的，送上宴席的吃食，难道没让人仔细检查吗？奴婢看到的是他把这碟子糕点送到石矶娘娘桌上的。冤枉啊！奴婢是从膳房端出来的，没有做任何手脚。几位娘娘桌上的糕点都是奴婢端上来的。你端的这碟糕点可有经过他人之手？没有，一直都是奴婢端着的。将人带下去，只要是今日去过膳房的人，都给本王记下来，路过的也都记下来。贵妃，既然宫宴有一半是你安排的，那出事你也难辞其咎。朕限你3天之内查出结果。皇上，若是让朕亲自查出来了，臣妾遵旨。说完这些之后，战景轩就抱着唐熙柔离开。就在大家想要找借口离开的时候，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何事慌慌张张，宫墙之内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贵妃娘娘，不好了，唐熙家发生了何事？仔细说清楚。奴才听见一偏殿内传出了唐熙3小姐跟男人的声音。
你说什么？唐西府小姐断不可能会做出此等不知羞耻之事。将军息怒，奴才没有说谎，奴才只是经过偏殿，恰巧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你这死阉人在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女儿？你又如何听得出是我女儿的声音？本宫也是不相信的。将军府高门高户，三小姐又怎么可能是那种知人啊？贵妃娘娘明察，奴才要是有半句假话，那就让奴才不得好死啊！既然你当着众人的面发誓，那本宫就当着众人的面去仔细查个明白。贵妃不可！将军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就任由这名该死的太监辱没了你们将军府小姐的名声？是啊，此等严重之事，定要查个明白。嘿，陈王妃去哪了？好像也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呀。王爷，王妃得知石矶娘娘中毒，已经去石矶娘娘宫里好一会儿了。陈王妃路上遇到太后娘娘了，就陪着太后娘娘在回慈寿宫的路上聊了一会儿，这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所以陈王妃出去透气，遇到了回宫的太后，陪太后聊了一会儿之后，又遇到了嫡姐出事，又急急忙忙赶去了石矶娘娘的宫里。陈王妃全程的行踪都与将军府三小姐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赵贵妃心里有些可惜，要是能让她们三个姐妹都出了事儿，那才叫好戏呢。那就请在座的诸位陪本宫走一趟了。紧接着，赵贵妃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跟着那名太监往偏殿走去。赵贵妃给了贴身宫女一个眼神，宫女立即上前去，一瞬间房门就被打开了。只见女子梦浪地坐在男人的身上，眼神迷离，声音妩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把里面的人扯开！啊，这燕王是燕王！燕王饶命，奴才不知是您呐！把他们给我拉开！一桶冷水下去，唐希月瞬间清醒过来。待他看清人之后，彻底愣住了。燕王此刻也悠悠转醒，放肆！赶紧给本王滚下去！怎么是你？唐熙三小姐还想要是谁？本王拿衣服来，本王是被算计的。母亲，女儿只是跟着丫鬟来换一身衣裙，怎么会变成这样？将军，女儿是被陷害的，她只是跟着丫鬟来换衣裙，谁知道会我可怜的女儿啊！虽然母女俩哭得梨花带雨，说的也是一本正经，但是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他们。将军夫人，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本宫会害你们不成？你这个逆女，还不快把前因后果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女儿跟着丫鬟过来，最后不知被她喂了什么东西，随后记不住了，醒来就变成这样。女儿不如死了算了。夫君，到底是何人要陷害于你？别伤心，本王定查个水落石出的。来人，去给本宫把那名带路的宫女带过来。奴才遵旨。老臣求大家能卖个薄面，给这逆女一个换衣裙的空间吧。几人出去之后，房间内就只剩下了燕王跟唐希月。燕王没搭理害羞且害怕的唐希月，自顾自地换好衣袍后便出去了。启禀贵妃，那名宫女她死了。什么？怎么会这样？给本宫查。皇宫之内，天子脚边，竟有人给本王下药，岂有此理！这时，一名太医也正好赶到，给燕王把脉之后吓了一跳。燕王爷，您这是中了合欢散。本王记得一名宫女给本王倒了茶，随后本王身体有些不适，就想着出去透透气，随后就没有了印象。事到如今，唐熙三小姐跟燕王的事情，既然如此，不如就将小女纳入燕王府吧。本王不愿，本王也是被算计下毒，为何要委屈本王纳她这样的浪荡女子？本王的王府容不下这样的女人。王爷，小女也是被算计的呀，这谁又不委屈呢？燕王妃，我保证，女儿进府之后，不会跟你抢丝毫的宠爱，求你给小女一条活路吧。哼，滚！本王不会委屈了王妃的。燕王妃心里冷笑，她倒是装成了委屈受害之人，明明想拉拢唐熙将军府，却还要自己开这个口。林夫人，快快请起，这不是本妃能够决定的。我可怜的女儿啊，燕王妃，求求您了，帮帮小女吧。赵贵妃看戏不嫌事儿大，这个燕王她一向看不惯，伪君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事已至此，难不成王爷拿了人家姑娘的身子，却不想负责？
本王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既然如此，那就纳唐熙府三小姐为通房吧。阎王爷，小女无论怎样也是将军府第三小姐，怎么能是通房呢？哼，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算计本王？难不成你们还想要侧妃位置？如此不知廉耻的女子，如何配得上本王府内侧妃的位置？将军，求求您帮帮女儿吧，女儿她也是无辜的，你也不能看着女儿如此被作践啊！阎王爷，您看这，本王能同意的仅限于此，多余的本王不同意。唐熙夫人，你女儿的身子如今已被这么多人看，想要王爷侧妃的位置，恐怕不够格了吧？育儿知书达理，善解人意，不能是侧妃，那就封个庶妃也行啊。通房说白了就是一个丫鬟而已，要是不得主子宠爱，恐怕日子比丫鬟还不如。本王已经仁慈给了你们一条活路，你们要是还想得寸进尺，本王就不奉陪了。母亲，父亲，女儿愿意去燕王府成为通房。燕王看着唐熙一家，原本是想拉拢唐熙将军，只要他再继续表个态，自己定会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开了一次口之后，就不再开口了。战景晨注意到了他的视线，内心冷笑一声，他这位好大哥可真是又当又立呀。以本王看，唐熙三小姐不如以死自证清白，死的洒脱，也总比去燕王府当通房受那委屈做什么？你可是将军府嫡小姐，能忍得了如此窝囊气？陈王爷，臣妇就这么一个女儿。唐熙竟全程一言不发。林氏跟唐熙月在此事之中肯定也是有谋划的，经过这么多的事儿，他也算是能看出一些林氏母女的性子了。燕王的野心自己也能看出一点儿，只是猜不透他此刻是什么意思。若是真的想拉拢自己，又为何要如此羞辱他的女儿？燕王身份尊贵，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就被下药算计？他的侍卫与暗中保护的暗卫可都不是吃素的，这件事情恐怕也是他权衡利弊之下心甘情愿被算计的。唐熙月听完战景晨的话，整个人都沉默安静的可怕。燕王眉心跳了跳，这个蠢货该不会真的想不开自杀了吧？要是真的自杀了，那自己就彻底得罪将军府了，别说是拉拢他们，恐怕会把他们越推越远吧。夫君，她怎么也是唐熙府三小姐，做通房的确是委屈了她。燕王很是满意这个妻子的上道，有了她，自己能更好的达成想要的目的。求求本王不得再对不起你了。燕王爷，王妃，臣妇保证，玉儿她定会乖乖的，绝对不会掺和王爷王妃的感情，也不会跟王妃抢半点王爷的宠爱。哼，就他也能抢走本王对王妃的爱，他连青青一根手指都比不上。那就抬为妾室吧。好戏落幕，大家也都纷纷散了。本宫也乏了，今年中秋宴就到此为止吧。众人都已经渐渐离去，战景晨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不远处，唐熙洛皱了皱眉头，这个男人怎么还不走？自己腿都要站麻了。人都走了，还不打算出来？唐熙柔宴会中毒，毁容了。你说什么？宴会中时机中了毒，极有可能毁容。话未说完，小姑娘就一阵风似的不见了。一群没用的东西，这要你们有何用？我姐姐呢？回禀陈王妃，娘娘在屋里呢。陈太医，本妃的姐姐情况怎么样？陈太医连忙说出了唐熙柔的情况，最后不忘道：王妃，只有您能救石矶娘娘了。本妃进去看看。姐姐，是我。皇嫂，您快给柔儿看看。洛洛，你快出去，姐姐现在面孔丑陋，别吓到你了。姐姐在洛洛心里，审美心更美。唐熙洛哄了好一会儿，唐熙柔才敢露出脑袋。我的是什么毒呢？原来是这个呀！哎呀，简单简单。皇嫂，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美颜膏每天涂一次，不出1个月，姐姐便能恢复如初。真的可以吗？是不是真的？柔儿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姐姐，相信我，保证你恢复如初。你哪来的膏药？姐姐，你别问那么多了，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脸治好。大姐跟原主在府里相处了10几年，原主会不会医术，她心里很清楚。柔儿，试一试吧。洛洛，谢谢你，让你担心了，下次多注意点。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吗？我知道了，以后定千百倍谨慎。唐熙洛给他慢慢的涂完了药之后，开始说起了唐熙月的八卦。你说谁？大皇兄啊？所以他最后成为了燕王府的妾室。他平时最是心高气傲，他能甘心伏低做小？甘不甘心都已经不重要了。难不成他还真的要去死？
本王能进来吗？可以进来的。皇兄，刚刚发生的荒唐事你知道了吗？我知道，全程在场。那皇兄觉得这是谁的计谋？想知道就自己去查。都这么大人了，还想靠着我？皇兄不是常说君臣有别吗？所以你现在是用皇上的身份命令我吗？那可以是吗？你们皇帝不是都有暗中处理那些事情的高手暗卫吗？战景轩诧异了片刻，皇嫂连这个都知道，除了历代的皇帝之外，没人会知道。皇兄竟连这个也告诉了皇嫂。是的，但那些人都是皇兄一手培养的。战景晨深邃的眼眸看着小姑娘，你还认识哪个皇帝？小姑娘刚刚说的是你们皇帝，除了战景轩，她还认识谁？唐希洛心里一紧，完蛋了，完蛋了，一不小心说漏嘴了。战景轩更加震惊了，竟然不是皇兄告诉皇嫂的，那皇嫂是如何得知的？正常的大户人家不都是有几个暗卫吗？身为皇帝不是更加应该有吗？你知道的有点太多了。难道在小姑娘的家乡里，小姑娘也是位高权重的身份吗？甚至连皇后都不会知道的事情，小姑娘是如何得知？难不成她在他们那里是女皇？想不知道都拿好吧，我们被暗卫追杀了多少次了，每次都不是同一批，仔细想想不就知道了？难道这还是什么秘密不成？战景晨被他蹩脚的借口给气笑了，也没打算继续逼他说实话。此事天知地知，我们4人知，但不可再让旁人知晓此事。我唐熙柔绝对不会透露出去半个字，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柔儿，别胡说八道。肯定不止我们4个人知道啊，还有谁知道？你们的那些暗卫难道不是人？他们就不知道了？战景轩无语了好半晌，最后有些无奈的开口劝道：皇兄，时辰不早了，你跟皇嫂赶紧回府去吧。大姐，皇嫂，柔儿她今日受了些惊吓，也累了，需要足够的休息。大姐，我先回去了，过几日再进宫来陪你，正好给你带新的药膏。你那么愁做什么？左右跟你又没太大关系，吃亏的又不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愁？他只是在思考这个小姑娘的身份，对于今天宫宴的事儿，他丝毫没有担心的。眉毛都快皱到一起去了，想不知道都难。哎，你那个大皇兄可真有意思啊，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确实，没送他进戏班子都可惜了。半夜之后，唐希洛睡不着，眨巴着眼睛。洛洛，有心事？我担心姐姐，后宫不适合她。没有谁天生就适合什么环境，都是后天养成的。你姐姐对皇上有意，也是她主动进的宫，经过此事，应该也会吸取教训才是。在他还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听到了小姑娘均匀的呼吸声。刚刚某个小姑娘还担心的睡不着觉，这才过去多久呀？人都已经微微打呼噜了。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就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奴婢参见王爷。王爷有何事？我打算把司库里的银钱都拿出来一半捐出去。拿你司库的还是我司库的？当然是我的司库。唐希洛内心一阵无语，他拿他司库里的银钱跟自己说什么？他爱怎么拿就怎么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瞧他那一副怕兮兮的样子，自己又不是恶霸。哦，那你拿呀，不用跟我说。战景晨全身一震，小姑娘这是什么意思？是书中写的阴阳怪气吗？书中写道，女子一般越是风平浪静，内心的气就越大，越不好哄。洛洛，你别担心，我在外面的产业众多，过不了多久就能把银子赚回来。战景晨更加的害怕了，小姑娘这副模样不太像是没事的表情啊。边境战士生活艰苦，我想给他们补充一些军饷。所以，洛洛，众将士保家卫国，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在战场上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不应该在吃穿问题上折了命。他们还没有回来，好好享受这盛世大国呢。既然如此，你不能这么小气，把司库的银子全拿出来吧。洛洛，谢谢你。不客气，你快去吧，别耽误了时辰。他拿他司库里的钱，居然要跟自己说谢谢，况且自己在王府也不掌权呢，不应该是告诉管家的吗？战景晨笑得非常开心，离开的步伐都是轻快的。雷二，通知雨大、雨二，我们的那些店铺商业通通涨价。属下遵命。雷三，你带人去京城附近的各个钱庄，从每个钱庄里拿出一半的银钱。是。洛洛，你怎么来了？快到晚膳时间了。那走吧，王妃这边请。话说，你怎么需要那么多银钱？难道国库一点银子都没有了吗？国库有，但能拿出来的也只是标准的数，是我想给众将士加餐，
想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好一些。虽然外界都称他为冷血无情的活阎王，但他其实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只是对那些恶人冷而已。不过说到这里，也不知道他空间里的那些宝贝金条怎么样了。洛洛，这次多亏了你的药膏，你这药膏是在哪里寻来的？我甚至感觉我的脸比以前更加的漂亮了。姐姐，我也觉得你比以前更好看了。那个药膏你先别停，继续涂着。姐姐，你不必担心，没有了我再送你一罐便是。小姑娘这语气仿佛是送一颗不值钱的糖似的。这个药膏要是流入市场，那绝对是价值连城或者是无价之宝的，能够得到一罐都是很幸运的了。妹妹竟然还要送自己一罐。洛洛，这药膏你哪来的？花了多少银子？姐姐3倍付给你。唐希洛眼眸一亮，付3倍的银子，那自己岂不是要大赚特赚了？姐姐，你没开玩笑吧？我骗你做什么？这本就是你千辛万苦得来的。我要5根金条，我要5根金条。好，下次我差人给你送来。这药膏可是无价之宝，5根金条都有些委屈妹妹了。如今的她也算是后宫独一份恩宠的宠妃了，皇上的赏赐更是如流水般进入了她的寝宫，所以她完全有能力给妹妹黄金的。姐，我这里还有1罐，你要吗？要不你都买了啊？你真的还有1罐啊？当然有啊！姐姐，你不要，我可就卖给别人啦。你自己不留1罐吗？洛洛，你若是缺银子了，姐姐给你，但是这罐药你还是得自己留下，以后也有个保障。没关系没关系，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姐，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到时候记得给我10根金条，你可千万别忘了。好，你就放心吧，姐姐还能跟妹妹赖账不成？姐姐，其实这药膏我都没赚你钱，赚的都是这药罐钱。所以这药罐比药还值钱。你买1罐药需要多少？是婶婶义卖给你的吗？他未必制得出这种药。所以洛洛，你是跟谁买的药膏？你买1罐药膏需要花多少？他总感觉自己只用10根金条换都太少了，亏待了妹妹。这是我亲自制作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药材配的，但这罐子着实值钱。夜晚，唐希洛装模作样的对着战景晨抬了抬手，男人一顿，很快就下意识的牵住了他的手。我是招你过来，不是让你牵我。我这不是过来了，我想牵你不行吗？到底还能不能好好的讨论事情了？当然能啊。洛洛想要跟我说什么？你给军营添了多少银子？战景晨浑身一僵，果然小财迷还是在意这件事的。洛洛别担心，我很快就能把那些银子赚回来，经营的商铺收入都非常的可观。唐希洛点了点头，没搞懂他什么意思，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这里有10根金条，你明日一并送去。洛洛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慢慢商量。我能怎么啦？今日在大姐那里赚了10根金条，我想送给大哥不行吗？行行行，洛洛可真聪明，反正没用1分他自己的，结果还获得了一个好名声，不愧是小姑娘啊，脑子就是好使。第2天清晨，洛洛嫂，他怎么越来越像现代人了？王爷早，王爷今日没去上早朝？去了，已经下朝了。王爷今日怎么不去书房？本王想今日带你出去走走。唐希洛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他出了府。本王想今日带你出去走走。直到2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破庙，唐希洛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破庙的屋顶破旧不堪，根本挡不住什么风雨，但里面却住满了人。这些是难民还是乞丐？怎么会有这么多？京城之内，天子脚下，依旧有这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歇脚地。洛洛，你知道边疆的战士有多么艰苦吗？甚至比你现在看到的还要苦上千百倍。他们为了保护国家，背井离乡，远赴战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所以你想对我说什么？洛洛，我想要帮助他们。突然，破庙里传来了一阵吵闹的声音，几名身穿破旧的男子正在殴打一个手里拿着半个馒头的小男孩。哪怕被打得浑身是伤，小男孩还是一声不吭，手里的馒头也被他攥得紧紧的。住手！哪里来的小美人儿？哟，那娇滴滴的小美人儿可是迷路了。不如陪我们玩玩，我们送你回家如何？哼，你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也配跟我玩？你们想怎么玩？我陪你们玩如何？几名叫花子个个吓得缩着脑袋，男人气场太强了，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于是叫花子们转身就跑。你是残疾吗？既然不是残疾，那为什么不反抗？他们没有武器，而你身边有这么大块的石头。小男孩还是摇了摇头。唉，
回去吧。姑娘，求求您救救我孩子吧！夫人，求您大发慈悲，帮帮我的孩子吧！你的孩子？您别看他小，但他特别的能干，你让他做什么活儿，他都能做。求您把他带走吧！不行，我的府内不收没用的东西，也不收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他也觉得自己话说的有些过了，但这小男孩已经身处泥潭了，必须得自己醒悟强大起来。战景晨内心挣扎了片刻，最后只能从兜里拿出银子递过去，然后也大步转身离开，跟上了小姑娘的脚步。小男孩却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看了很久很久，还好漂亮姐姐没有同意，不然他就得离开爹娘了。不过漂亮姐姐说的是对的，他以后要反抗，哪怕是拼死一搏也得反抗。王爷，王妃出府了。本王知道了。王爷，王妃去了军营。你说什么？什么？洛洛，你说什么？是我耳朵出现幻听了吗？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是砍头大罪，切不可再提起，万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这怎么就砍头大罪了？跟你们借点兵而已啊！洛洛啊，小姑奶奶啊，你快回府吧。你也知道我们的权力不大，不如你去找王爷吧。找本王何事？你也来了。洛洛，你找我何事？我来借几个人。你要借士兵做什么？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对不起。没关系，也不是非得来这里借。洛洛，你这几天……你最近是纳妾了吗？什么纳妾？洛洛，谁在你耳旁嚼舌根子了？你都准备分房了，难道不是准备纳妾？洛洛，本王丝毫没有纳妾的意思，你别瞎想。本王最近忙着填补库房的那些银子，所以比较忙，怕打扰到你才去书房的。你已经把库房的银子填不上了？填补了一半，不过洛洛你放心，本王很快就能填补完。哦，洛洛，我们是夫妻。对啊，怎么了？我的就是你的，以后我的事务由你保管。不了，还是交给管家吧，我自己都忙不过来呢。他还得想办法救助那些难民跟叫花子了，也准备给边疆的将士们准备作战行囊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给男人管钱。战景晨一听，眼里说不出的失落。你要借兵做什么？我准备开个救济站。什么？就是救济那些叫花子或者难民，长期救助，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真的吗？他简直太过于震惊了。上次带小姑娘去过之后，他以为小姑娘并不喜欢这些，他甚至以为小姑娘不乐意帮助这些人，没想到小姑娘竟然会主动帮助他们。小姑娘跟自己分明就是一路人呐！想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小姑娘拉起来，抱进了怀里。你先放开我。洛洛，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不客气。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借兵？借，当然要借。紧接着，两人就直接坐在了唐西祠的营帐里，开始讨论了起来。救济地点就建在破庙旁边，不过需要安排人看守，难免会有些强盗贼人起歪心思。放心，京城内没有人敢动国粮，不过还是得多加防范。京城外的人就不一定了。洛洛，他们人数众多，要是长期以往下去，需要的粮食恐怕……唐希洛点了点头，坐吃山空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哪怕他有一座小金山，长此以往的救济下去，也会有被吃空的一天。那就每天白粥配咸菜，不能先吃好的，后面没了再吃差的，从头开始就应该吃相同的，差距不能太大。好。对了，重民轻商已经不可取了，得多多发展商业，给这些人提供就业岗位。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也总不能好吃懒做吧？总不可能有人养着他们，他们就不上进啊？那谁供得起啊？此事不能急于求成，还得慢慢来。两人商量到天色即将暗沉，才草率地商量出一个框架。第二天，战景晨就拿着圣旨回府了。洛洛，那片地皇上赏赐下来了。这么快？一块地而已。房子慢慢搭建，先把做饭的帐篷给搭起来吧。本王这就吩咐人去做。王妃，这是真的，我们要开始做好事了。就当是无聊找点事做吧。第3天过去了，初步的帐篷已经搭好了，救济屋也准备搭建了。唐希洛特地起了个大早，到了现场。等一下，参见王妃。大家都起来吧，队伍排的不对，重新排。哎，王妃，我们排了一个早上的队伍了，终于轮到我们了，你怎么又让重新排队啊？老弱病残妇人排在前面，以后若再有强壮的人私自站在前面，你们直接给我赶出去。是。
还愣着做什么？要么排到后面去，要么就滚。这不是国家的粮食，这是我私人的，所以你们不用给我讲道理。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前面几人咬牙切齿，最后只能讪讪地往后走。后面的那些弱势群体感激不已。既然大家都差不多，那就别在同类面前逞强，团结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们就是抢了他们的吃的，又能怎么样？能改变你们的身份吗？他的话说到正点上了，那些人羞愧愤怒地低下了头。你们若是听我的，我定能让你们翻身。开始吧，再说下去粥都要凉了。士兵开始舀粥，那些排队到前面的弱者个个低声抽泣，终于能有像样的吃食了。唉，再多设几个帐篷，多开几个队伍吧。王妃，我们人手不够。王妃，奴婢愿意来帮忙。王妃，奴婢也愿意。喂，用不着你们两个小丫头上场了，还有小爷呢。参见小侯爷。参见小侯爷。哎，起来起来，大家不必多礼，以后你们每月早上都来帮忙，小爷给你们各涨5吊钱。家丁一听，纷纷高兴不已，连忙应了下来。头2个月需要人手，以后我就只能提供粮食了。多谢王妃。王妃，其实我们现在也能自己给自己做了。不着急，大家先养2个月。现在他们还不团结，自己不放心把粮食交给他们，先让他们养2个月的身体，也养2个月的思想。洛洛，辛苦了。没事，比待在府内有意思多了。战景晨从一回来就化身了一条小尾巴，小姑娘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不说话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就静静地看着他，跟着他。王爷，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洛洛，谢谢你。还又不是什么大事，不客气。他心里还有一件事儿，他想直接问小姑娘的来历，但他又怕自己问了之后会打破2人之间平静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他怕小姑娘会离开自己。王爷，属下有要事禀报。你最好有什么急事。王爷，沈神医回来了。就这？王爷一点都不关心吗？王爷是不是忘了他自己身中的毒啊？沈神医这次出去可是为了王爷找草药的，王爷难道一点都不担心？算了，10几年都过来了，这傻子没有一点长进，还是忍一忍吧。他此时在何处？回禀王爷，神医此刻正在书房等您呢。男人转身回屋，雷三又懵了。洛洛，沈静北回来了。哦，你要随我一道去吗？你们有正事要谈，我去做什么啊？那我去就回。去吧。参见王爷。出去了几天，回来怎么还变客气了？没找到药材。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暗中派暗卫保护我了？你想多了，要是找到了药材，你还会愁眉苦脸。还有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担心有什么用？担心也不能解毒。很有道理啊，你心态还真不错。我知道你没找到药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不是，虽然我没找到药，那我们不得想想别的办法不是吗？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找到解毒的办法的。话说你的气色怎么那么好啊，一点都没有中毒的模样。我现在吃好喝好睡好，没有一点问题。怎么会这样？你确定你中的是剧毒？不是你诊断出毒的吗？是我诊断出剧毒的呀。那我也是根据你发病的情况，你多久没发病了？我给你的缓解的药不应该早吃完了吗？你给的药我一颗没动。怎么会这样啊？你这是不治而愈了？这怎么可能啊？我行医多年，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回京之后，我就只发了1次病。回京后唯一的那次病发，还是因为唐希洛给他下的媚药，提前触动了他体内的毒。沈静北眨了眨眼，完全懵逼了。你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发病的？成亲之后。刚成亲的时候，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虚弱，甚至连他的内力都发挥不全。但自从小姑娘知道了以后，他的毒就慢慢的变轻了，他的内力也恢复到了80%。他敢肯定自己的毒被小姑娘解开了。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什么情况啊？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嫂子帮你解毒了吧？这是什么情况啊？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嫂子帮你解毒了吧？绝对是他，只是不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解毒的。我要问问他是怎么给你解的毒，我要去拜师学艺啊！你给我回来！王府后院不是你想去就去的。对，王爷，你把王妃请过来吧。这个恐怕有些难。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怕嫂子不愿意吗？他给我解毒，连我本人都瞒着。你觉得他会告诉你？可上次他不是告诉我们要找什么草药了吗？他肯定是愿意告诉我们的呀。战景晨想了想，还是让管家去把小姑娘请过来。嫂子，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嫂子，以后我有什么好东西都第一个孝敬您。我还没到需要人孝敬的年纪，暂时不需要。
需要。沈静北，把你的手给我撒开！抱歉，嫂子啊。没关系，你们来找我什么事啊？嫂子，我没找到你说的草药。没事儿，这种稀缺的药材本来就难找，没有找到也很正常，再接再厉，下次一定能找到的。但是我发现王爷的毒被解得差不多了。哎，嫂子，你知道这事儿吗？哼，我就说嘛，想找我能有什么事儿？想来想去，也就这点事儿了。我知道。嫂子，你详细说说呗。是我给他解的毒。嫂子，你快教教我呀！要如何解这种毒啊？嫂子，你快教教我呀！我交办事费。那你要交多少？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些年去各个地方行医，身上没多少银子。这样啊，那你还是先回去存几年钱吧，存够了再来找我。嫂子，要不这样吧，以后只要我行医赚到钱，我都分给你一半。不论多少，都分我一半。没错，不论以后行医我挣多少，我都愿意分你一半。你小子算是捡到个大便宜了。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知道吗？小姑娘的医术绝对在沈静北之上，母后的病还有她大姐姐的毒，全都是小姑娘自己解的。嫂子，我教授这么多，能拜你为师吗？哼，你想的可真美。嫂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你有这么好的技术，当然得先从我们自己人传承啊。谁说我要传承出去了？嫂子，这么好的医术不传下去太可惜了吧？既然这样，那就收你为半个徒弟吧。为什么是半个？因为我只收了他一半的钱。我也得收我呀，全给出去了，我吃啥住啥穿啥呀？师傅在上，请收徒儿一半。不用，用不着这么夸张。师傅，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早就告诉你们了呀，上次出发前就告诉你们药材了。早就告诉你们了呀，上次出发前就告诉你们药材了。就是我没找到那几样药材，可是我没找到药材啊。嫂子，没有药材怎么治啊？你没有我有啊。嫂子，你哪里来的药材啊？我走遍了京城都没有人听说过你说的，难不成你自己出去采的？我以前采的。嘿，那你不早点拿出来？我一开始也忘记了，才想起来没多久。沈静北无奈，战景晨却心里清楚，小姑娘只是敷衍沈静北而已，她不是忘记了。那她为什么一开始不拿出来呢？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想救她吗？嫂子，还有多余的吗？我想看看长什么样。看在你是我唯一的半个徒弟的份上，我允许你进入我的炼药房。等他跟着两人来到炼药房之后，就彻底惊呆了，里面的很多药材是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中间这大大的炼丹炉让他止不住的惊叹。这嫂子，你也沉迷修仙？你这是在炼丹吗？这是我炼药的。炼药不是熬药吗？你看看那几个小罐子，药力，这是药力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药力啊！没错，就是药力，不仅长得精致，还特别管用。师傅，收徒儿一半。你快起来！你要是想，可以来我的炼药房，但是学习还是得靠你自己。好，多谢师傅。师傅，我随时可以过来吗？随你，想来便来。这些都是剩下的药材，没什么用了，给你吧。多谢师傅。看着给兄弟炼的解药，沈静北简直好奇的不行。这几味药材自己从未见过，他上山采过不少草药，但这种长相奇怪的草，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嘿，奇了怪了，是因为我以前不认识，所以忽视了吗？洛洛，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想叫唤你一声。他其实心里有无数的问题想问出来，但当他真正开口的时候，又退缩了。他担心真的问出了口之后，自己跟小姑娘之间的平静就会被打破。他怕小姑娘会跟乌龟一样，好不容易露出了点脑袋，又缩了回去。王爷，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战景晨欲言又止，这止言又语，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反而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儿。母后催着要皇孙了。母后是要给你纳妾了吗？选好谁家姑娘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母后催了也正常。这种事不必告诉我，你自己拿主意就行。王爷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去休息了。唐西洛，到底还要我跟你说几遍？我战景晨这辈子就只有你一个人，不会再有妻，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只有你，你是唯一。洛洛，我心悦你，你难道感受不到吗？你到底在怕什么？你在顾忌什么？说出来，我跟你一同面对。我没什么好顾忌的，只是不放心。我做的还不够明显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到底需要我怎样做你才能放心？你直接告诉我。没什么。洛洛，
你心里有我是吗？沉默了片刻之后，姑娘还是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洛洛，相信我，这辈子我定不负你。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希望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希望你的眼里只有我一个男人。你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洛洛，我能给你安全感，你呢？我也能啊。那我不想分房睡了，我什么也不做，我尊重你的意思。洛洛，我们是夫妻，会是一辈子的夫妻，你试着接受我好吗？他的语气里甚至带着点乞求，他满心满眼的都是小姑娘。唐希洛被他说动了，对呀，两个人都已经成亲了，自己也回不去了。只要不是他触碰到自己的底线，两个人就会这样下去一辈子，总不能一直相敬如宾吧？这对他不公平，对自己也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既然如此，何不大胆的向前迈开一步，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好，洛洛啊，洛洛，你说什么？你这是答应了吗？既然你没有听到，那就算了。听到了，听到了，我都听到了。洛洛，你别想反悔，本王这就差人将外间的床榻撤去。夜晚，唐希洛强忍住身边多了个人的不适，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洛洛，王爷，您还没有睡呢。洛洛，你是睡不着吗？有点睡不着。要我给你说故事吗？你还会讲故事啊？不会可以学，谁刚生下来什么都懂，不都是妈妈学的？那不用了。他又不是小屁孩，哪里需要听什么睡前故事？他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入眠办法，就是一脚把这个狗男人给踹下去。哎呀，别再说话了，赶紧睡觉吧。战景晨耐心地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在了小姑娘的肩膀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就跟哄小孩睡觉似的。别动我。洛洛，别动，乖乖睡吧。你这样拍，我更加睡不着觉。是我的力气太重了吗？他要是一直这么拍，唐希洛觉得自己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了。然后10几分钟之后，他就被打脸了。你们俩找我什么事儿啊？王妃，不是您让我们早点叫您起来的吗？哎，救济堂怎么样了？我们今天去看看。很快，洗漱上妆完毕之后，唐希洛就坐着马车去了救济堂。参见王妃。各位快快请起，以后见我不必行礼了。多谢王妃。从下个月起，你们自己的伙食需要你们自己动手，我可以继续给你们出粮食，但你们也得自己煮。多谢王妃，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大家先别着急感谢，万一以后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呢，还希望你们能帮我一把呢。王妃尽情吩咐，我们定当尽心竭力。暂时还用不着，我只是先说说而已。回去的路上，小黎好奇，王妃，以后要把他们安排去哪里啊？不能一直窝在救济堂吧？让他们去从商。这个时代看重农业，从商的条件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他们若是想要成为农民，那还得跟官府批地，还需要落户，各种麻烦的操作流程。从商就稍微简单了一点，随便给他们安排一个店小二或者随从的身份都行。唐希洛回到王府就被沈静北给叫住了。哎呦，师傅，您终于回来了。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哎，师傅，我还有很多不懂，你要是有空闲就来教教我呀。我其实没那么空闲，一点点空闲时间而已，挤一挤还是有的。唐希洛无语，反正他是不会放自己回去睡懒觉了。战景晨下朝回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小姑娘的骂声：“你可是神医呀，能不能稍微注意点形象？”切，要什么形象啊？等我练成了世间最精致的药力，形象什么的，我可以完全不在乎。你还想练成世间最精致的药力？哼，那你怕是没有机会了，我才是世间之最。是，那我拿个世间第2也行啊。王爷，您怎么来了？怎么样，累不累？他这家伙脑子笨，你看不惯就直接揍，可别累着自家媳妇儿了。老奴参见王妃。怎么了？王妃啊，太后娘娘让您进宫一趟呢。儿媳参见母后。洛洛，快起来！你也有些日子没来哀家这里了吧？是把哀家忘了吗？母后，儿媳日日都想着您呢，这不，今日刚得空就进来了。哼，今日不是哀家宣你进来的吗？母后，我最近才刚忙完手头上的事，今日就是您不选儿媳，儿媳也要进宫一趟的。你呀，真是越来越花言巧嘴了。哪里，母后近来身体可好？哀家的身子骨一日比一日硬朗，还多亏了你的这药力，不仅功效好，吃着也没啥苦味。只要母后能身体健康，儿媳就是熬上9981天，也要做出来此药。
你呀，听说你在外面建了一个什么堂？回比母后，是救济堂，是用来救济那些苦难之人的，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避风港。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跟哀家开口提，只要哀家能帮助的，一定会帮你。儿媳替大家多谢母后。走出永寿宫之后，唐希洛松了一口气，他感觉自己这辈子的彩虹屁全用在太后的身上了。王妃，我们要回府了吗？来都来了，先别回府了，先去看看大姐姐吧。洛洛，这药膏真的是你自己制作的？对呀，不然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啊？你何时会医术了？话不多说，我得回去继续学习了。学什么？当然是学医呀，我已经学了好几个月呢。才学几个月，你就研制出了这么有用的膏药？洛洛，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姐姐，我那里还有一些胭脂水粉，明天我一并带来。他今晚就连夜加工，多研制一些后宫女人喜爱的东西，然后再多赚一点。不过还是得先给姐姐用，让姐姐先做个代言宣传作用。等见了效果之后，还怕后宫嫔妃的钱进不了自己的口袋。回来了。国库是不是有些空虚？战景晨也没有隐瞒，点了点头。我有办法解决，成败只能看这一波，敢不敢跟我拼一拼？是把宫中的金墙抠出来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洛洛说有办法解决国库空虚。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战景晨懵了，什么跟什么，完全听不懂。我有办法解决国库空虚，就看你跟皇上如何配合了。需要我们如何配合？我马上进宫，跟皇上禀报商量。那我们现在就去。要是皇上那边拒绝了，自己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他那边配合，自己还得连夜研制化妆品。好。御书房，战景轩两眼放光。好啊，实在是太好了，不愧是皇嫂，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只不过只有这一次机会，还得你装得像一点。好，朕一定装得有模有样。从明天开始就开启我的创业之路了，不过机会只有这一次。洛洛，需要我帮你吗？你会？我可以学。你别站在这挡路，天道忙就行了。沈静北一听到师傅来炼药房，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师傅，你这是要做什么药啊？需要我帮忙吗？我会啊。不是研制药物，是制作胭脂之类的。那这个我也可以学呀。行。你俩单独在炼药房，晚上安静，更加能精简心理研制。雷儿，本王今夜睡不着，你去给本王安排一把椅子放在这院中。王爷，你还是回屋休息吧。本王今夜睡不着，就坐在这院中赏月吧。紧接着，唐希洛就开始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大业，沈静北就像一个小跟班似的，忙前忙后。师傅，这要加进去吗？再等会儿，还差些火候。师傅，已经冷却了。知道了，快倒入模具让它凝固。黑夜里不时地传来两人讨论的声音，战景晨的脸色比黑夜还要黑，他俩可真是把自己忽略得彻底呀。他咬牙切齿，随后无奈地转动椅子，直接背对着他们看向了天空。今夜没有月亮，为何不早点提醒本王？王爷，你也没问属下们呢。本王没问，你们就不知道说了，不知道提醒本王今夜看不见月亮。王爷，那我们现在要回琉璃阁吗？回去什么回去？再等等。唐希洛无奈地叹了口气，王爷，人手不够，能麻烦您帮个忙吗？战景晨此刻就跟小狗似的，小姑娘招了招手，他就屁颠屁颠地进去了。需要本王怎么帮你？唐希洛瞥了一眼他这个假正经，帮我把这些都装进小罐子里。良久之后，炼药房终于没有其他的动静了，不知不觉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终于忙完了。师傅，你这些有什么用啊？这是我发家致富的好东西，这些先放在这里，你别乱动。好，我得回去休息一会儿了。洛洛，我们现在就进宫吗？要不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不了，我还得抓紧进去接我的宝贝儿们呢。进宫之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姐姐起了吗？回王妃的话，娘娘已经起来了。洛洛，快进屋。洛洛，这是什么？姐姐，你有所不知，这东西叫神仙水，美容养颜，能让人永葆美貌。神仙水？真的假的？
姐姐，姚贵人，你们有所不知啊，这是我特地花大价钱买的，不管有没有用，你先试一试啊，万一真的管用呢？好，我试一试吧。姚贵人有些心疼啊，自己也不能把这唯一的给夺走啊，于是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先看看石矶娘娘的效果吧，万一不管用呢？所以自己先别买，要是真的管用，那石矶娘娘剩下的自己也不嫌弃，大不了到时候多花点。爹爹说了，没有什么事儿是银子解决不了的。石矶姐姐，那妹妹就先告退了。姚妹妹慢走，有时间常来坐坐。好了，快把水收回去吧，人都已经走了。谁说我要收回去了？我这一半确实是做戏给他看，但也确实是真的要送给你啊。姐姐，你相信我，这个只会比药膏更加有用，先用着试一试呗，早晚都用。找来的神仙水？世间怎么可能真的有神仙水？这只是我研制出来的，并不是真的神仙水，只是取名为神仙水而已。接下来的几日就是摆烂，小姑娘除了吃就是睡。老奴参见王妃。管家快起来吧，发生什么事了？王爷让老奴转告王妃，宫中石矶娘娘即为石妃娘娘了。好，本妃知道了，你先退下吧。王妃，真的太神奇了吧！距离上次进宫到现在，也不过才过了10几天而已，神仙水这么快就见效了？意料之中。料药房还有小罐的，你俩拿去用吧，是多余的材料做的。又过了几日之后，唐希洛再一次进宫。姚贵人一听陈王妃来后宫找石妃，连忙赶了过来。这姚贵人可真是我的忠实粉丝啊，宣传代言的效果简直拉满了啊！让她进来吧。给石妃姐姐、陈王妃请安。姚妹妹快起来吧。谢两位姐姐。姚妹妹，你看看我变白了吗？你的妆容什么时候这么好了？我今日并未上妆。这怎么可能？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因为有神仙水，皮肤不仅变嫩了，也变白了不少，所以今日就没来得及上妆。石妃姐姐，你还剩多少神仙水？能不能卖给我啊？自己用过的她也要。您放心，银子不是问题，你想要多少才肯卖？这不是银子多少的问题，这东西是她用过的，不嫌弃吗？姚贵人慌了，头一次用银钱搞不定事儿了，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石妃姐姐，您就可怜可怜妹妹吧，您都已经变得这么漂亮了，剩下的那点用了也是锦上添花，不如卖给妹妹我来当雪中送炭吧，这样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啊。姚贵人不妨听我说几句话。陈王妃，你想说什么？其实我府里还有2套神仙水。什么？你说什么？王府里还有2套？我都要，价钱不是问题。唉，这次恐怕不行了。陈王妃，你就可怜可怜我吧，2套不行，1套总行了吧？我给你出更多的银子。实不相瞒，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了，不仅仅是你要，后宫还有很多嫔妃都要管我要，我这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呀。哎，你们这让我很为难。是啊，这让我妹妹该如何是好？那不如这样吧，谁出的银子更多，就让谁带走。哎呀，我看这是个好生意。既然如此，那就让那些需要的嫔妃明日来我的宫里，看你们谁出的更高吧。其实也不是缺银子，只不过这样才不容易得罪人，大家凭本事拿到的才容易服众。那我要拿1套，我要提前叫价。这提前作弊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先到先得也是一种运气，谁让他们没有这种运气了？而且他们还不一定出得起价格呢。那姚贵人打算出多少价？不管他们出多高的价，我都比他们多1倍。好，那看在你跟我姐姐往日的情分上，我就给你悄咪咪的走个后门吧。不过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我绝对不会说出去。姚贵人高高兴兴的离开之后，2姐妹才相视一笑。洛洛，你什么时候这么腹黑了？可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你还有什么事儿要交代我的吗？哎，没啥好交代的了，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其他的不用太担心，我都自有安排。慈寿宫里，
太后看着他们埋头扒饭的三人，你们仨能不能注意点皇家礼仪？战景轩吃得正香呢。自从他跟皇嫂学了这一套用膳法，他觉得他的每一顿饭都吃得无比的香。母后，这里又没有外人。哎呀，你们三个最近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后宫之中简直乱七八糟的谣言都出来了，还有什么神仙水，简直就是荒唐。母后，我们这是在想办法充实国库呢。啊？充实国库？用什么充实？难道用你们的那些神仙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后宫都要被你们搅得一团糟。哎呀，洛洛，你来说，听说神仙水是你从宫外带进来的？唐希洛突然被点名，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过后，他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母后，事情就是这样。好是好，不过你们要注意分寸。今日你还要研究药吗？不研究了，物以稀为贵，药练多了就显得不珍贵了。战景晨松了口气，这几日小姑娘都睡在炼药房里，也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陈王妃手里有多少神仙水呀？我这会儿也不知道，等她来了就知道了。给各位请安了。陈王妃安，陈王妃安。啊，这么多主子都要神仙水吗？王妃，你到底有多少神仙水啊？我只求到了1瓶神仙水。这时纷纷的看向姚贵人，如今他就是最大的对手，别的他可能没有，但他最不缺的就是银钱。唐希洛此刻把神仙水拿出来，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拍卖喽。我们都准备好了，开始吧。现在开始准备拍卖，从1箱金银珠宝开始。那我出2箱，我们出3箱，我出4箱。既然如此，那我出5箱、6箱，6箱1次，6箱2次。我出7箱，我出12箱，12箱1次，12箱2次，12箱3次，成交！恭喜姚贵人以12箱的价格买下这瓶神仙水。多谢陈王妃，不客气。祝姚贵人你也能越来越漂亮。多谢陈王妃祝福，那我就先告退了。慈寿宫里，太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箱子。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当然是金银珠宝呀！啊，这么多，你从哪儿弄来的？嘿，卖神仙水赚来的。居然能卖这么多！皇上，没想到后宫还挺有钱的。我也是没想到。你2瓶卖的这么多？我就只卖了1瓶。什么？只卖了1瓶就赚了12箱？谁那么的财大气粗啊？没错，只卖了1瓶。若是皇上能配合好的话，下1瓶会卖得更高。你那个真的是神仙水？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明显，而且很管用。太后一下子被勾起了好奇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水，竟然能让他们付出那么大的财力代价？唐希洛看了看地上的珠宝，我跟你对半分，你拿6箱，我拿6箱。好，没问题，多谢嫂子。嗨，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接下来需要皇上如何配合？皇上过几天就去后宫一趟，去姚贵人的宫里，然后浅浅的给他升一下位分。今日这瓶神仙水是他买走的。战景轩这才想起来这么一号人物，姚贵人，他买走了，那这就不奇怪了。后宫之中确实有一个商户之家出身的，那应该就是这位姚贵人了。他买了之后还会再买第2次？他会不会买第2次我不知道，但是其他嫔妃一定会出更高的价买。好，实在是太好了。回到王府，唐希洛看着这些箱子，小丽，我们自己家留2箱，雷儿，你再跑一趟救济堂，把其中1箱给他们。属下遵命。我打算开一家酒楼，然后雇佣救济堂的那些人，总不能一直让他们白吃白喝吧？有手有脚，得自己赚生活费。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好，我让管家去看位置，最晚后天看好。嘿，多谢王爷。10天左右过去了，唐希洛这些天一直在忙着开店的事情，今天终于难得休息。王爷，宫里传来消息，姚贵人进位姚婕妤了。知道了，你退下吧。居然真的管用。难不成真是神仙水？她们姐妹俩到底有什么把戏？姚婕妤刚被进位，就兴高采烈的来找唐琪柔了。给石妃姐姐请安，起来吧，恭喜姚婕妤妹妹了。这还得多亏了陈王妃卖的神仙水呢。被皇上进位确实是好，但最让她开心的还是她真的变白变漂亮了。不必客气，你也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当然也得谢谢石妃姐姐你呢，要不是你告诉我这些消息，我可能还不知道呢。妹妹不必客气。
为了表达我的感谢之情，这里有2副镯子，一只送给姐姐你，一只送给陈王妃，希望2位不要嫌弃。啊，不用，姚婕妤妹妹，你这是做什么？那神仙水是你自己花钱买的，你不用感谢我们。姐姐，你就收下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那就谢谢妹妹了。陈王妃什么时候能再买到1瓶？陈王妃没有告诉我，这种事得看运气吧。要是下次还有这种好事，姐姐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呀。好，下次还有，我一定告诉你。姚婕妤得到了准确的答案，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身回自己的宫殿。唐熙柔也终于松了口气。就在她准备再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门口又传来了别的嫔妃的通报声，随后陆陆续续的来了一大批人，不出意外都是来打听神仙水的。王府，王妃，我们不进宫去卖另外1瓶吗？趁热打铁，可能会卖得更好啊。我们不着急，先让他们去急一急。王妃是奴婢见过的最有主见、最聪明的主子。王妃是奴婢见过的最有主见、最聪明的主子。你说的有道理，你们主子我确实比较聪明。一连几天又过去了，后宫嫔妃个个急得不行，唐熙洛却依旧吃了睡，睡了吃。王妃，管家，发生了何事？王爷让老奴来告诉王妃一声，唐熙小将军可能又要去边疆了。什么？这么快又要去边疆了？是的，王爷是这样告诉老奴的。王妃啊，您要去将军府看看吗？好，你去备马车。马车里，唐熙洛进入了空间，他刚转悠了没一会儿，就感觉一阵天旋地动，他想也没想就立马出了空间。刺客，有刺客！看样子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他连忙把枪拿了出来，绑在了大腿上。不一会儿，马车的门帘就被推开。王爷，启禀王爷，王妃回来了。你说什么？启禀王爷，王妃都回来了。这话还未说完，就感觉王爷像一阵风似的从自己身边经过。回来就好，快进来。给王爷请安。只有我们2个人，你不必多礼。去一趟书房吧，我有事跟你商量。我爹爹跟大哥出发多久了？他们昨晚连夜出发的，绑架你的事有眉目了。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是谁，不过那都已经不重要了。那个神秘组织已经被我拿下。战景晨的心里却是震惊不已，自己派去跟着保护他的人都还没有回来传消息，他反而自己先回来了，那就说明这事儿进行得非常顺利。一直都觉得小姑娘是个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却没有想到她如此轻松的就拿下了一整个组织。你真厉害，是怎么做到的？天机不可泄露，以后再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尽管问。你要去战场上吗？洛洛，我知道你要去，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这简直就是胡闹。洛洛，战场上刀剑无眼，那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我知道你担心2位将军，那我跟你保证，一定会让他们俩平安归来。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好消息就行了。你这是在看不起我？洛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很聪明，也很有能力，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参与这些危险的事情。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可是你限制了我的自由。洛洛，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健康。那我也一样啊，父兄跟丈夫都在战场上，你让我如何安心的坐在家里等？要死一起死，我得亲眼看着我才放心。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去的。好，那你就跟着我去，必须向我保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会保护好我自己。他不仅能保护好自己，他甚至还能想办法保护更多的人。战景晨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我准备明日便出发，你要进宫去看看你姐姐吗？好，我现在就进宫一趟。洛洛，你受苦了。我没受一点苦，大姐你别担心了，我好着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洛洛，我听说王爷这次也会出征。唐熙洛点了点头，他只是进来看看姐姐，他并不打算把自己也要去的事情告诉姐姐。姐姐你放心吧，我不会伤心难过的。成千上万的士兵都背井离乡去边疆作战，身为王爷的他又怎么能站在这么多人的身后呢？好，期间若是无事，可进宫来找我聊天解乏。王爷跟爹爹他们英勇善战，一定不会出事儿的。好，那姐姐我就先回去了，我替王爷去收拾些东西。好啊，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我。王妃向来有主见，更何况还有王爷在身边跟着，主子不必太过担心。洛洛这个性格，若是他想做的事情，恐怕王爷也拦不住啊。慈寿宫，儿媳参见母后。
好孩子，这2天苦了你了，没受伤吧？啊，母后放心，我没受到一点伤害，还好王爷派人救得及时。哼，足足2天才把你救回来，怎么就及时了？战景晨站在一边，他实在是冤枉啊！就是，皇兄越来越没有用了。战景晨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吓得战景轩如鹌鹑一般的缩着头，闭麦不开口了。母后，皇上，你们误会了，我刚被绑架没多久，王爷就派人找到了我。既然如此，为何没早给你带回来？我冤枉啊！我是想带他回来的，但他不肯回来。啊？什么？为什么不跟着回来？皇嫂，你该不会是主动被人绑架的吧？你跟他们认识吗？一开始是不熟的，不过现在是混熟了。你跟绑架的犯人混熟了？他已经成功的打入了内部。这是我知道的那个内部吗？听说老二是跟江湖那个神秘杀手组织。没错，就是那个神秘的杀手组织啊！你从今往后，我就是这个组织的主人。什么？皇嫂，你说什么？啊，你说你已经是这个组织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个组织的主人，他们都得听我的。皇嫂，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太厉害了吧！不用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先帝当年都忌惮这个组织，想要灭了这个组织都找不到路。小姑娘短短2天之内就把那个组织给拿下了。唐希洛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从头到尾几人都是懵的。就这么简单？这不可能吧？这太不可思议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还有一半的杀手没回去，他们若是回去了，可能还得有场对立战。若是他们不服该怎么办呢？不服就把他们的老巢夷为平地，敬酒不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用晚膳的时候，战景轩说了皇兄要出征的事情，太后手里的筷子顿时就停住了，她眼眶微微泛红。洛洛，你若闲来无事，可进宫找哀家。母后，洛洛也跟我一起出战。什么？说什么？皇兄，你出征也要把皇嫂带着，这可不是游山玩水啊，这随时都可能有性命危险。你是怎么想的？你出征要把洛洛带去，你有考虑过洛洛的安全吗？母后，是我自己要跟着去的。好孩子，别怕，有哀家为你做主。他若是敢逼你陪他出征，哀家就打断他的腿。母后冤枉，儿臣真的没有。不是，他没有逼我，是我自己硬要跟着去的。皇嫂，出征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去。你们放心，我不仅能保护好我自己，我还能想办法保护到更多的人。哀家不赞同。母后，儿媳向您保证，一定会平安归来。我这不是担心你们。母后放心，儿臣一定护得周全。洛洛不懂事，你也跟着不懂事吗？你不帮着我们劝一劝就算了，你竟然还敢跟他一起胡闹。战景晨是真的冤枉，他也想劝，问题是劝不住啊。我想去的决心很强，谁劝也没有用。这事儿别告诉我姐姐，她劝不住我，也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跟你们一样担心的人而已。哎，去吧，哀家年纪大了，管不住你们了。你们什么时候出发？我们明日就出发。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没问题，保证平安回来。祭堂，王妃来了，参见王妃。大家都不必忙活了，我今天是过来跟大家商量一些事情的。王妃，我们是可以出去找活了吗？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出征了，你们以后缺什么东西就直接去王府找管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什么？王妃，你要出征？保持安静，此事最好不要宣扬。救济堂有什么事就直接去王府找管家啊，当然也别一直麻烦管家，我只准备了一些银钱，你们可以去找管家拿。王妃，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出征。我也要跟着去。战场上刀剑无眼，你们什么也不会，怎么跟着去？王妃，你可别小瞧了我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说不定我们也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呢。你们都别吵了，一个都不许去。该说的我都说了，接下来你们自己安排，或者是等我回来之后再安排。然后他摆了摆手，就转身离开了，留下众人面面相觑。我想跟着王妃一起去，我也想实现王妃口中的价值啊。我就是从那边一路来到京城的，我熟悉那边的环境。那我们还等什么？准备好东西立马出发呀！势必要保护好王妃的安全，哪怕是死，我也会保护好她的安全的。算我一个，我也要去。以前的他们都是自私且懦弱的，而如今的他们不仅懂得了团结，还懂得了大公无私。然而这边的一切，唐希洛并不知道。
第二日清早，单景晨就带着他出发了。师傅，等等我，你们等等我呀，我也要跟着你们一起去。你这2天上哪儿去了？我回来也不见你在炼药房。我去大街小巷买了些药材，然后又去山上采了一些。既然要去，就快点。师傅，你也跟着一起去啊？怎么不可以吗？也不是不可以，主要是那边环境艰苦。哼，别废话了，快点马上出发。等等我，我也要一起去。王爷，老大，等等我啊！还有说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去？老侯爷能同意吗？我爹当然同意了，就是因为他同意，我才来的。王爷，把我也带上吧。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们，但也绝对不会给你们拉后腿，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由于他们接连的赶路，没过多少天就到了目的地。唐熙静亲自带人来迎接。荒唐，这简直就是胡闹！谁让你来的？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爹，我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个姑娘家的，怎么能来这里呢？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你们能做的事情，我一样能做，我不比你们差多少。哼，知道你头脑聪明，实力强大，但这里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哪怕没有你，我们一样会取胜。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跟过来？这个老封建，亏我还想着来给你们帮忙呢。不需要你帮忙，赶紧给我回去！